诵经的话，鼓励他说，诵经的功德很大，才有那个诱因呐，他才肯来诵经。那是要接触，让他接触到佛所说的真理，能够从经里面进入，引导。所以呢，等到他已经能够诵经了以后，跟他讲说诵经不如对，上经不如该经啦，该说经的义理，这个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呢，等到他能够了解经的义理，然后才跟他讲说这个该经不如依经行，按照经所讲的道理来做，这个是一个循循善诱啦，所以不能说上经无功德。然后我们研究呢这个上乘佛法，就是要了解到诵经呢，我们来说就呢这个事认识经是佛讲的你讲我佛听，佛讲这我讲的，你哪使去讲我听？你免讲我就拢知啊，是不是这样？就事论事来讲，所以那个是要引进众生呢，接近真理，才这样跟他讲。那假如说我们以为诵了10年的那个经功德就很大，这样是不是自己膨胀，自己认理不清，对不对？所以就是要了解说他呢就是已经呢用了10年的功夫在诵，而且这个3000部真的很不容易一天才1部而已各位有没有看过《妙法莲华经》？有没有？真的很长那个要诵1天1部真的是要很努力一天上1部有没有听过那个普门品？普门品是里面的一品妙法莲华经里面的27品的1品1品，那我们诵就蛮长的，对不对？所以要了解说那个诵3000部真的是不容易可是他自己心里面已经有所得心了，就是说我已经诵了那么多的妙法莲经功德很大。然后呢，六祖就跟他讲说：“听吾句曰，这个讲句给这个法达听。理本则慢闯，就是理我们的行理就是折服我们那个骄傲，慢呢就是骄傲，这个理本呢则慢闯，头膝不至地，这个行礼的时候五体投地这个头呢都不到不能这个达到这个地上，有我最极深，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执我已经诵3000部的妙法莲华经有这个我在，所以有我最深，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就是那个我相很强，他把我相又加强到骄傲，所以有我最极深，然后王功胡无比。你把那个诵经的认为说功德很大，那个功把它王功，就是没有你诵了以后没有什么功德那个功把它亡了，这样呢胡无比，懂意思吗？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功很大，功德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呢这个引进度化众生爱来佛堂求道，那我们也会以为说功德很大，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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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你把它引进来，就可以地府除名，天堂挂号，是功德很大，可是你要保证它成就，不能说他出来求道，他就给他等了。我们不是都这样吗？要怎么走，有告诉他吗？有没有？
求到了以后，啊，你都要按他走哦，这样先不该讲。各位先生有没有啊？哎，这个内心亏不亏欠啊？哎，甲人出来求道，啊，拢无甲人带，讲要按他成佛，哦，都没有跟他讲说你要怎么做，哎，这样哦，这个众生啊，哦，我们就是了解哦，这个没有哦，把那个啊，哦，行得完整，哎，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哦，要做得完整。那我们哦，不要把那个当成是很大功德。哦，兄弟姐妹啊，受苦了，我们都呢不忍心，然后呢带他求道，让他能够脱离苦海，这样哦，大家都很高兴，所以我们把那个功啊，把它忘掉了，苦无比啊，就很大的哦，那个福报，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假如说我们记在心上的话，那心就不宽广，因为我们会算啊，度一个、两个、三个、10个、100个、1000个了。啊，你即摆若度到1万个时阵吼，疲不疲劳啊？疲不疲劳？哦，我已经度1万外个安尼，会先袂？啊，你把它记在心上啊，你做的力道都没有。你把它忘掉了吼，一个嘛无多，哪一个众生是你度的啊？哦，佛在讲都没有众生啊，众生都没有，是众缘积聚啊而显现的生相，那个都虚幻不实在啊，哪一个是你度的？你度了他成佛，他佛性本来就具备啊，哪是你度的？这样了解吗？哦，我们又忘掉了，哦，一个嘛无多，有6个。让生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当前面的看到的这个事情啊，都是我做的，你一定很疲累，你要向后转，后面你一个事也没做，力道来了没？来了对不对？过来走，有力了。啊，你看头前做这只啊，无力了，那个是人之常情啊，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时候，需要向后转。后面你一个事也没做，就要努力了，对不对？所以记在心上，功德就不大。你全部都忘了没有，哪有什么功德？这样才功德大。这个道理很奥妙哦。你拢记条条拢无啦，你若拢甲袂记功德真大，知道吗？像我们住相布施。布施100块帮助人，你拢记条条，你的回报得100块啊！你即马布施100块帮助人，放互虚空，我拢无记伫个脑海内底。你100块甲虚空做伙，已经虚空的果报，互你大不大？就很大虚空的果报给你，让你成仙做佛，大不大？很大，所以不要住相，不住相的布施啊，功德才是大啊。住相以后，你布施偌济，得到偌济，那一定的。那么六祖呢又讲师又曰：汝名什么？问他的名字啊，法达就回答，说我叫做法达。六祖呢就讲，说你的名字法达。何真呢达法？讲你的名好了真好啦，迄法拢达。可是你都没有达到啊，没有达到那个佛法。各位浅显，什么叫佛法？对，成佛的方法。这个回答的很正确啊。什么叫佛法？成佛的方法。简单扼要，我们要记得什么叫佛法，成佛的方法。那么复说句曰：汝今名法达，群众呢未修歇，空诵呢但寻身。所以呢六祖跟法达讲，说你的名字叫做法达，你很努力的
每天都在诵妙法莲华经，群诵，未休息拢无休困10年拢无休困。可是呢，空诵但寻声，你伫咧上经的时阵拢咧听到遐个声上经的声，迄个音嘛，真好听安尼啦。空诵但寻声，我们这个诵的时候都有那个韵，有没有？那个韵也就是着重在那个韵。明心呢好菩萨，所以一定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呢才能够成菩萨。心要明。如今呢有缘故现在呢既然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有缘。五经呢为汝说，就是跟你讲要怎么样去做。但信佛无言，莲花呢从口花。这两句摆在一起真的是很有意思啦。但信佛无言，我们要相信这个佛他呢一句话也没有，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没有所以呢，但信佛无言。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最上圣的佛法，就是没有语言没有语言文字那个才最上圣佛法。那有语言文字呢，是引导我们能够呢接近接近那个轮廓这样呢容易让我们进入。那么底下呢这句莲花从口花我们要做这个莲花咒这个佛菩萨不是都有莲花可以做吗？有没有？像我们看那个不管是雕塑的也好是画也好，底下都是做那个莲花，对不对？这个莲花我们要做就是要努力的来度化众生。那努力的度化众生呢，就是要用嘴巴去讲莲花呢从嘴巴努力讲，然后你才有莲花宝座可以做，就可以成仙做佛。这样了解意思吗？上面一句呢说但信佛无言，没有语言。下面一句呢，莲花从口花，要努力说。一个是没有话，一个要努力说。这样了解意思吗？知不知道？在真理部分就是没有语言。在真理的部分没有语言，所以语言文字那个都是工具，那个都是因缘际会才有不要住全部呢都去掉没有语言。然后呢要成仙做佛，你要努力度化众生，就是需要嘴巴来讲。这样懂意思了吗？所以我们嘴巴来讲，就是要符合真理真理的部分我们就是要了解。所以在呢很多的经典我们都可以看到4个字叫不可思议，有没有？不可思议是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议那我们平常以为说这个不可思议就是不能去解说它。可是我们可以体会呢这个不可思议是什么状态就是离世句解百回。所以各位同学现在来体会不可思议。我们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是什么？是有呢还是没有？是有呢还是没有？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是有还是没有？是有是没有？没有不是着空的吗？是有还是没有？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我们体会那个不可思议是什么样的状态？在这一种状态就是不可思议不着有，不着空，
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着哪里呀？着在哪里？就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安尼怎样不？我们的佛性本体都是安尼啦，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奥不奥妙？就是很奥妙哦，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这样哦，就是不可思议。想得出来吗？想不出来。想得出来吗？讲不出来。哎，这样懂了没？有较亲切不？答文记啊，华答哦，听了六祖讲这个句以后啊，哦，回血曰：而今而后啊，当谦恭一切。哦，所以经六祖一讲以后啊，哦，说而今而后啊，当谦恭一切。哎，这个能够谦卑，然后呢恭敬，谦恭。啊，无伊古安尼上10年的妙法莲花经安尼接得拢比人较悬，拢已经很了不起啊！安尼啊，即马六祖就安尼讲的我一点点都拢无，安尼都爱谦恭啊，迄心拢已经降低啊啦，迄骄傲拢无去啊，那么弟子诵法华经呢，未解经义啊，虽然有诵呢这个法华经，可是呢没有了解经里面的真理，那个经义经里面的真理没有了解，那么心呢常有疑啊，互伊安尼上10年啊，佫3000波，佫心常有疑啊，很矛盾遐尼依赖啊，讲佫心常有疑。和尚呢智慧广大，在称赞六祖，说和尚智慧广大，愿类说啊，经中义理，开列的来讲，那个妙法莲华经经中的那个真理所在。那么六祖讲说法达，华极甚达，汝心不达，这个法本来就很达到呢，最上升。可是你的心呢，就没有办法达到经本无养，经本来没有那个怀疑的地方，汝心呢自疑，你的心啊没有了解自己啊产生怀疑，那么汝念呢此经啊以何为宗？你念的这个妙法莲华经呢，以何啊为宗旨？追求什么？什么呢？以什么为宗旨？那么法达呢就讲，说邪人根性暗钝，从来呢单依文诵念其旨中去。这个他也是蛮能够知道自己的那个斤两，所以说讲依文诵念，按照文字来念，不知道呢那个宗旨啊跟去向。伊的宗旨气象都不知道。那么六祖呢就讲吾不是文字啊，如视取经诵一遍，吾当呢为汝解说。说呢我不认识文字，那你把那个妙法莲华经诵一遍，然后为你解说里面的义理。那么法达极高深念经，一直念到呢比喻品。六祖就讲都词好啊，安尼大家都会使。此经呢，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这个就是这个因缘出世为宗因缘出世呢为宗旨。重说多种的比喻亦无越于此。再讲很多的那一些比喻都不会超过。这一个呢，出世为宗的那个宗旨。何则因缘？什么是因缘？经云：知佛是真呢，唯以一大之因缘，故出现于世都以一大事的因缘出现呢在凡尘。一大事则佛之知见呢，
各位先贤，这个一大事因缘是什么？啊？一大事因缘是什么？我们在凡人啊，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对，就是生死。所以生死啊是最大。我们在凡尘一大事啊，因缘就是生死。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时时刻刻将生死啊挂心头。生死挂在心头，一口气不来就死掉了啦。那我们现在假如说以现在的遭遇、现在的心境，现在一口气不来，甘不甘愿？一定不甘愿的，要不了，我还没做完呢，对不对？还没有领悟啊，还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要时时刻刻呢，将心死生死啊挂在心头，这样呢，我们就会努力呀，朝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去努力，这个方向就正确。所以这边呢，六祖就讲，说一大事啊，这佛的知见，一大事因缘就是生死。那我们要了解要能够处理生死啊，就是要有佛的知见。那佛知佛见啊，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说，万念都放下，我们一念不生，那时候就叫正念。那个正念就是佛知佛见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为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为了那个时时刻刻都把它启发，让那个一大事佛的知见都呈现。那我们了解呢，这个佛知就是三际心不可得。佛知三际心不可得。佛见不执着一，不执着义，不执一义。一而三的一义呢就是一个田在一个风那个义，不一样的那个义。不执着一，不执着义，不一不义这个就是佛的知见。佛知三际心不可得，没有过去心，没有现在心，没有未来心，三际心不可得。那我们三际心都不要，不要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没有不离心，就不会造业。然后呢，我们不执着一，不执着义。像说我们的身体跟佛性呢一不一样？不一，对不对？不一就是义就是义了。可是呢，没有佛性就没有身体，就是义所以不一还有不义，这个就是标准答案，知道吗？深是死啦我记慢慢听到就了解。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说我们呢，这个世间人都外面被形象着迷，外迷就着相，然后呢内迷着空。我们都说免计较啦，迄个拢免计较，迄死的拢无半项拢会当按讲对不？那个就是着空啦。外迷的着相，真正的事情到来的时候，要不要计较？要不要？我们嘴巴会讲说不要，现实呢？要不要？不要，不要的马上吃亏了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凡人呢，这个心口不一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讲的不一样。若能呢，一相离相，最理想的就是一相离相。在形象里面形象有，可是我们不住相，不取相，就能够离相。那么依空离空，在空离空。所以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都是在讲这啦。你有了解不？一相离相的依空离空。所以我们在讲的佛性本体说有形象不对，说它没有形象不对，
哦，说它亦有亦空不对，说它非有非空不对，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这样懂了没？佛性本体就是不可思议，哦，就是这样奥妙，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凡人的那一种想自杀，就是着空了，那个消极呀，什么都没希望啊啦，是不是已经着空了？那我们凡人很烦恼，是不是着相了？我们凡人在凡尘啊，不是着相，就是着空，很明显啊，有没有？那我们现在不着相，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全部不着，最理想的啦，成就。即是呢，内外不迷，一相离相的，一空离空，是内外都不迷了，不迷昧。若悟此法，一念呢心开，是为开佛之见。我们能够领悟这个无生顿法，最上圣的佛法，只要我们一念心开，心已经都能够领悟的，这样呢就是开佛的之见。那么佛有觉也，那佛就是我们的觉，那个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了，就是剩下那个觉了，那个觉就是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时时刻刻做，让它时间久一点，般若妙智慧会产生，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容易领悟真理，真理一领悟，定力就有。定力一有了，真理又更深入了，这样互相帮助互助。那么分为四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所以这个佛这个六祖把它换成觉，这个开佛之见，视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开示悟入，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要开，开呢，我们那个觉，那个知见，使我们的那个知见跟觉性是相合的。然后呢，视佛视觉知见，然后能够悟觉知见，进入觉知见。开示悟入，我们就是要自己开，自己试、自己悟、自己入，都是要自己这个别人帮不得，没有办法帮的。若无开示便能悟入举解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实现，能够呢开示悟入的时候，我们的真性呢就可以出现，显现出来呢，都是我们的真性。如圣悟错解经义，就是不要呢这个错误的来了解经里面的意思，见他道，看到他在讲，开示悟入，自是佛的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呢，乃是呢谤经毁佛也，所以这个。六祖就讲，那个开示悟入是在跟我们讲，不是佛，这不是呢跟佛讲的。认为呢是佛的知见的话，那么这样呢，就已经呢在谤经毁佛。彼既是佛呢，以具知见，既然已经呢证本性了，就叫成佛。那么已经具备了知见，何用呢分开？不用呢再开呢开示悟入。那么汝今呢当信佛之见者执汝之心，所以佛的知见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真心我们自己的心，更无别佛我们自己的心就是佛，已经没有在别的佛，盖为一切众生自必光明。
我们的一切众生呢，自己呀、蒙蔽呀，自己的光明，那个自信的光明都蒙蔽了，贪爱啊，成见，我们对凡尘的景象都产生贪爱，贪爱成见，外缘内扰，外面的那一些成相，内心呢，扰乱不安，就是内心想要。然后外缘在诱惑，那甘受呢驱驰啊，我们就这个甘愿啊接受呢那一种驱驰，受到物质的那个奴役啊。我们本来呢是在使用呢这个物质，可是呢这个我们一追求超过了以后啊，变成当物质的奴隶啊，像不像？我们就变成了工具啊，本来是可以当家做主的，那我们呢一变成这个贪这个物质的享受啊，我们那个佛性啊，就很委屈了。身体要享受啊，佛性都委屈呀，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把主人翁请出来当家，遍劳他世尊呢，从三昧起。种种苦火呢，欠令啊取习，所以这个六祖就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从三昧起来，示现在凡尘，然后呢讲经说法，49年，种种的苦火啊，都欠令我们众生啊，要请习呀。这个所有的妄念啊，那个思想呢，都让他睡觉了。会不会呀？我们人这个需要睡觉也要使我们那个念头啊，都使他睡觉。睡觉休息的寝息啊，那个寝就是呢，这个睡觉的意思啊，就是不要有莫向外求，我们呢不要向外求佛，佛呢要在我们自己啊，身中求。那么以佛无二，跟佛都一样，没有两样的，故以呢开佛自见，所以这样就讲，是我们已经具备了佛的知见。那么无一切呢，一切人，六祖就讲说，我也来见一切人，以自心中呢常开佛的知见，在自己的心中都开佛的知见，不要开众生的知见了。我们都开众生之见。那么世人心邪啊，凡人这个心不正，愚迷造罪，所以说那个呢诈骗电话都是愚迷在造罪啊，对不对？很正确的，愚迷在造罪。然后口上心恶，嘴巴呢都会讲，可是心很恶。嘴巴讲出来都是好听的话，心里面都想要人家的钱，口上呢心恶，贪嗔呢嫉妒，这个呢都具备了贪嗔嫉妒啊，人家有钱嫉妒了就想拐骗人家的钱，因为贪嗔，贪念我慢，这个都是我们凡尘很容易见到的现象，贪念我慢。亲人呢，害物，自开众生的知见，我们自己开众生的知见，没有开佛的知见。若能正心长生智慧，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正心，心要正所以呢，心要正就是要学那个儒家讲的格物致知，把那个心中的物都革除，然后我们的知就良知可以呈现，格物致知，然后这诚意就正心了，心就正，然后心正呢，就会长生智慧，智慧长生，关照呢自心，止恶行善，我们关照呢我们自己的心，把恶呢都停止，能够行善，是自开呢佛之知见。这样就是开佛之见。汝须呢念念开佛之见，勿开呢众生之见。
六祖呢苦口婆心呐，就是跟呢法达讲要开佛之见，开佛之见呢就是出世，开众生之见呢，即是世间，世间就是苦海，然后出世啊，离开苦海。如若呢，但牢牢执念啊，以为功课者，何意呢？理牛爱尾，假如说呢，这个牢牢执念、执着呢，一定要诵经的话，就好像那个理牛爱尾，那个理牛的尾巴很漂亮，他自己呀在欣赏那个理牛啊，都会转过头去欣赏它的尾巴，那个叫理牛爱尾，就是自己爱啦。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吗？这个门一关起来没有人的时候啊，我们都在欣赏自己，有没有？那个就是理牛爱尾啊。那么答曰，法达呢就讲，说然则，那是安呢？若是这样的话，但得解义呀，不劳诵经也。说只有来解说义理、解说真理，不要诵经了吗？六祖就讲说经有何过？经有什么过错？取障汝念，他怎么会障碍啊？你去念他，只为呢迷雾啊在人，迷雾啊都在我们人，我们人迷了，做的事啊不合真理，领悟呢，做的事啊都跟真理相应，审义啊由己，要损害呢还是要利益啊，都是由自己。口诵呢经行，即是呢转经，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这个诵经呢要口诵，要心行，嘴巴念经呢，然后心来做，即是呢转经，把经转到我们身上来，这样呢就可以得到利益。那么口诵呢心不行，嘴巴念呢心不做，那么即是啊被经转，这样一直诵经一直诵经呢，被经啊转。就没有得到利益了，就损害了。那么听吾句曰，六祖讲句语，收心迷啊，法华转。心迷昧的话呢，一直诵经一直诵经呢，被法华经转了10年3000部啊，都心迷。那么心悟啊，转法华，心领悟了以后啊，把那个妙法莲华经转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得到佛法。那个华就是呢莲花了，那个妙华已经呢都呈现了，也可以自己受用，所以心悟啊就转法华。那诵经呢久不明，假如说诵经呢很久都不明了经的义理，以义啊做仇家，跟那个义理结成冤仇家了，无念呢念即正。所以我们都没有起心动念了，那个念头就是正念，一起心动念了就是邪念了，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啊，时时刻刻都无念，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起心动念就已经不正，是邪念，有无记不记常欲白牛驹，这个有跟无全部都不去计较它。那我们呢就已经呢常驾着白牛驹在度化众生，然后度化自己，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么达稳记不结悲气所以我们人这个大事未明如上考辟，大事已明也一样如上考辟就哭泣了，悲泣。所以有声叫哭啦，无声呢叫泣，悲泣就是没有声音。那么言下呢大悟，已经呢领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以来，实未曾呢转法华，乃被呢法华转。说这个10年诵3000部都没有转法华，都是呢被法华转，所以没得到利益。那么再取曰，经营四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推量，共度量，皆尽思呢共度量。
不能测佛智啊。哦，这个法达呢问六祖说呢，知大声闻乃菩萨，哦，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哦，这个今呢令啊凡夫但悟呢这个自心辨明呢佛之见。哦，这个是印没有印好的，还是这个字？今念凡夫但悟自心，还是念？今令哈，今令对哈，今令凡夫呢但悟自心，辨明呢佛之见，智慧呢上根，未免呢愚谤。这个法达呢不了解，会觉得说它里面呢意思啊没有很清楚的写，这样呢会有怀疑跟诽谤。又经说呢三居，羊鹿牛居呢以白牛之居如何区别？愿和尚呢在垂开示，希望六祖呢能够呢再开示。那么六祖讲说经义分明，经义他讲的都很透彻，汝自呢迷悖，你呢自己迷昧违背。知三圣人就是呢下圣、中圣、上圣三圣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老一金师共推，转家学远。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三圣人不能这个测佛智不能了解那个佛的那个智慧，就患在他不对的地方呢，就在度量。就是我们去用这个框去了解佛的智慧，然后让他劳逸尽思共推呢，就是让他们全部能够尽思共推的话，那么转家学远，就是越我们越集思广益越差得很远这样懂意思吗？那一种佛智是不能用我们那个头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讲，就是不可思议啦。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六祖讲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能用那个头脑来想，用论义来论。这个呢尽思共推就是集思广益啦。这样意思吗？佛的智慧不能落入思量，不能落入呢那个嘴巴议论，这样会越来越远。佛本为呢凡夫说，不为呢佛说这个佛都是为凡人来讲，不为佛讲。因为成佛了不用讲。那么此理若不肯信者，这种道理，假如说呢不肯相信的话，从他退席，就是让他离开了，不要听了。殊不知呢，坐却白牛居更以门外觅山居。就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呢就坐白牛居，可以这个载着自己成佛道，又可以载很多的那个众生成佛道，白牛居所以那个羊鹿那个不能自己都载不了，那个羊居鹿居那伤来伤细，载家己就载袂叮当佮载众生佮较无法度所以羊居那个鹿居跟牛居牛居呢是可以的它可以载这个众生能够载得动，可是它缺少那个上乘，白牛居是实以上乘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呢都已经呢做这个白牛居，然后更以门外呢觅山居，咱都已经坐上好的已经可以载自己成佛了，又可以运载众生呢离开苦海，都已经最好了。可是呢要去找那个门外的那个山居这样知道意思吗？就是讲已经足好的，得到足好的已经在真如世界是安那会搁伫咧行倒退
往回走的意思。况呢经文名相如道经文有明确的记载，唯一佛圣无有余身，肉二肉三，就是唯有一佛身。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了解，所有讲的这个下圣、中圣、上圣那个都是循循善诱也是要他们成佛。可是一下子讲得太高，他们做不到。先让他们能够做得到去做，做了以后由下圣呢引到中圣，由中圣呢引到上圣，由上圣呢引到最上圣，这样全部都是一佛圣，这样懂意思了吗？没有说那个肉二肉三，没有说三圣全部呢都是一佛圣，这样懂意思了所有的讲出来都是要众生成佛了。众生的程度不同，所以讲的法就有比较深的，比较浅的。浅的呢是引导出机，深的呢是引导立根者。都是要所有众生成佛，脱离苦海，乃至呢无事方便有非常多的方便法门，都是呢要引导众生呢脱离是法皆为一佛圣，所有的法呢都是一佛圣，都是要众生成佛。如何不行？为什么呢？不自己反省。这个自己反省呢，就会知道三机是假，为习实故。那个三机是假，假名词啦。为了往昔那个迷灭的时候才能讲那个三居。一圣呢是实。一佛圣这个就是实在的，为今时故就是根器已经呢培养到成熟了，可以进入了不生不灭佛系的本体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实，一圣是实，为今时，只教如弃假归实，所有的这一些方便法门都是教我们把假的去掉。然后归入这个实相，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凡所有相呢，都是虚幻不实在啦。把假的去掉，假的去掉呢，就可以回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那个就是实相。那么归实之后实亦无名。我们归到呢我们佛性本体以后这个实实相也没有名称啦，无名。那么应知所有的真财尽实于汝，所有的这一些真财，就是呢我们这个佛性所发挥的那一些功能作用，都是我们的真财，全部呢都实于汝，都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汝受用，我们自己本身受用，更不做互想，亦不做呢执想。这个不做互想执想，就是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的比喻啦。他比喻呢说，长者非常富有，很多呢这个子婿后代很多，可是呢住的那个家宅已经呢着火了。那因为呢所有的这一些眷属都玩得不亦乐乎不想离开了。这个这个富的这个呢富有的这个富做老爸伊就讲我这后代今年拢都爱赶救要救他们可是他们都这个叫不动怎么办？所以他就想出有很多的这珍宝好玩的东西拢伫咧门口恁大家紧出来摕。把迄囝孙拢怪出来，这样懂意思吗？就是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所讲的，所以才有那个互想执想里面的比喻的。那亦无用想也没有用想，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用是从佛性本体发挥的那个功能作用用也不用再另外要呢产生那个思想来这个运用，是名持法华经，
这样的话呢，就叫呢持法华经，从觉至觉啊，就是不管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手不释卷，这个手都没有离开经卷，都是呢在诵法华经，从昼至夜啊，无不念10夜，从白天到晚上，什么时候呢，都是在念法华经啦，就是已经呢，不用那一些呢经文字啊，已经呢都在自己心中了，所以什么时候呢，都是在诵经。那么达蒙启发，踊跃欢喜，以记啊赞曰：经诵呢3000部，潮汐啊一句往，说呢诵经已经诵3000部啊，然后进来这个潮汐见六祖啊，他能既然讲话了以后，一句啊就往，把那个3000部啊，都放下了，那个往啊就是已经放下了，不执着了，不认为啊。他那个依赖的那个3000部是正确的，已经知道了，把它放掉了，所以一句往，心就空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很高兴这个我们一直都依赖我想3000部啊，那个心那个依赖很强，那现在都把它放掉了，心就空了。到达真空，那个呢很理想，所以呢就讲说呢，潮汐啊一句往，未明啊，出世子。假如说没有明了，要脱离苦海的宗旨，宁缺啊，累生狂。假如说不明了，出世的那个宗旨，那么怎么可以呀？让累生的那个狂啊，让他休息。就是没有办法呢，让我们累生的那一种狂，那个狂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的那个起心动念啊，所作所为啊，那个叫累生狂。羊入牛犬舍啊，吃中后善养。这个羊居入居牛居啊，那个是方便，那个犬就是方便，方便施舍，引导众生用方便法门。那么吃中后善养，这个呢就是吃善、中善、后善，发养，那个把它连贯了，吃善、中善、后善，连起来呢，吃中后善养。那么谁知啊？火宅内，说什么人知道呢？我们这个火宅，就是妙法莲华经啊，有讲那个火宅。可是这边它的火宅意思啊，就是我们的身体呀，我们呢那个火宅啊，我在我们身体里面，言是呢法中王，言呢就是本来呢就是法中王，法王，法王呢就是佛啦，那个这个法王子啊就是菩萨，法王就是佛。所以法中王啊，就是讲咱身躯内底有佛啦，有佛的嘞，这样了解是吗？我们身体里面呢就有佛。那么六祖呢，诗曰：如今后呢，方可明念经生也。说从今以后啊，才可以讲说，叫做这个念经生也。答呢从此，这个领贤子。玄妙的宗旨，亦不辍诵经，也没有说中断了那个诵经，竟然超过时间。我们要留给各位问的时间超过2分。各位同学有问题吗？有没有要问的啊？各位学员大家好。好。感谢我老师，感谢同工学习跟讲师。让美国很多州的同学习能够在美国跟大家一样，能够学习信理事宜，能够受益良深。美国有2位同学请后学在这里问你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平常我们研究道理是用理解跟记忆的方式，然后能够了解。但是我们修道是要从心里面去悟，然后去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前几年他的父母亲都已经在世了，那他会用感恩的心去怀念父母。所以我们讲缘起缘灭，当缘尽的时候，我们应该让他去，让他过去，学习忘记放下，一念不生。这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冲突？谢谢。好，第一个问题呀、就是我们呢要了解说，现在的一些科学家呢，他都比较重视有形有相，然后实际去这个实验了以后产生的答案，他才相信那个是我们科学家所采取的那个态度。可是呢，我们这个研究心理心法刚好跟这个相反，我们呢都是从离相没有形象的那个真心佛性这个入手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因为科学家着重的那个形象，不知道那个相的由来，形象的由来是怎么样来，他会认为很多的那一些那个原子电子然后核子然后所产生的。那我们要知道说在心理心法来讲，是一些能够呈现现象的那一些呢物质都是我们的那个性分中所具备的。我们呢那个真心佛性里面具备了这个天地山河大地，所有的万象都在佛性之中所以研究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呢会来的比较能够达到那个根源。那么以现象来说的话，现象呢都是无常在变化，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研究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可以超越，知道呢现象也是由我们的佛性生发出来，它呢是由无然后呈现有了以后呢又归于无，然后呢我们了解整个呢都在我们佛性之中，这个呢没有研究的话就不会了解了，我们研究以后呢就会知道说原来天地之间这么奥妙，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主间跟我们要了解说，能够呢做一家人都是有这个因缘，都是呢互相呢我们台湾话说呢讲互相拢相欠债有欠债有瓜葛才会形成一家人。所以我们呢这个要了解到我们这个形成一家人以后又会产生很多的一些摩擦出现。所以这个最多的大概就是产生一些怨埋怨的。这个跟家人相处会没有埋怨的大概是很少了，除了那个爱你的骨，那已经爱个骨头去那个什么样的那个都已经不计较了以外，大部分都会有很小的事情都会产生一些这一个摩擦。那我们要了解说有那个因缘际会了，我们要能够转，不管他什么缘都一定要转到善缘，不要这个互相之间最亲的家人又有那个埋怨在。那既然说已经都过往了，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在照顾孩子的时候那个投入的那个心都是真心，照顾囡仔要给他大汉，那个都是真心所以我们用这一种心来这个感恩我们的这个祖先上一代，那上一代也是为我们付出因为有上一代的付出才有我们在完成社会的那个立足，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感恩。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
这一个互相之间呢，都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祖先的佛性跟人佛性啊都是一样，都是平等，所以呢祖先也会他呢也会到这个别的世界去受生要出生了。那假如说这一种现象之下，跟我们这个凡人在凡尘那个他的后代祖生呢那个有什么关联？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后代的祖生假如说你能够很孝顺你的那个长辈祖先，那么这个样子的话，会使你的祖先心里面很安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个不孝顺的人那个祖先他会把你压抑，让你不成功，不希望你成功了，因为你都不孝顺了，让你成功的话，那世人凡人会受苦，受到你的牵连，所以他会压制你，让你做事都不顺。那假如说非常孝顺自己的那个这个长辈，自然的你会慈爱你的晚辈，那你这样做人就成功了，就没有亏欠了。所以我们修天道由人道做起，一定要人道齐全，天道才可以到达。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就是要考虑到一定要心存敬畏祖先，然后呢慈爱来教导我们的晚辈，这样的话我们人道才能够没有亏欠。那人道不亏欠了，我们自然修习天道就会很得心应手，就会如意，是这个样子。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老师好，想请问上次课堂中有两次留下的疑问，难道不知道是现在是谁在讲？想出来了想出来了吗？还没啊？因为要给大家印象比较深一点啦。那今嘛咧拜天公拜啥啦？就是啦，就是关圣帝君在管啦。还有吗？还有4分钟。好，请说。拿麦克风。好，谢谢大家好。那个，我们有讲师好，你说。何谓大圣5位大圣有5位5个阶梯那实地菩萨等觉妙觉最上圣，那5位是在菩萨前也是菩萨后，还有那个释迦行位这些。是不是搞清楚一点？我们在研究我们这些都不懂。好，请坐。我们这个修道从实性，然后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样已经有40个位阶了。然后再上去就是释迦行。释迦行它是始于这个软。顶人4第一法，这个是地前地前就是那个菩萨前，在释迦行以后就算这个入地以后，它有10地1地、2地、3地，一直到10地。10地菩萨叫做等觉，等觉再上去叫做妙觉，妙觉才圆满所以它的位阶就是从那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释迦行44位，然后呢在实地54位，再一个妙觉55位刚好圆满，55个位阶啦。
那现在我们研究六祖坛经啊，它是以顿法，顿法就是从凡夫地哦，直接跳到妙觉佛地啊，没有经过中间的这一些位阶，所以那个叫顿法，无生顿法。那我们就是两边都修了，顿法离在顿悟，然后事在渐修。事情呢，我们这个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掉的那一些脾气毛病慢慢改，那个叫顿修渐修，渐渐的修持啊，离一定要顿悟，所以殊胜的在这里，不然那个光前面那个实性啊，就要20-30年，都很久的时间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进入那个佛教啊，那个头发一理袈裟一穿啊，不是说马上研究经典啊，你要开始那个早晚课啊，然后所有那一些僧人要做的一些工作啊，20年都还没办法接近经典，20年很久。那我们就是三道天师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基缘品啊，这个根基缘分啊，我们能够求道，各要了解，都是有根基缘分的，没有根基缘分没有办法求道。根基让我们求到了，缘分啊，就看我们啊要不要修，有修才有份啊，没有修就没有份。所以我们是沾到这个上天大开普度啊，沾到天人师德，能够呢得到了根基呢都好，所以这个能得啊也很不容易的。或许之前有讲过啊，像那个害死叶辉那个勤快啊，他现在转世在台中，在我们台中是个坤道，然后生了4个小孩，先生已经过世了。道亲要去度他求道，他那个佛堂在2楼，要上楼梯的时候啊，我们外人是看他原地踏步啊，可是他一直在讲说你们的楼梯这么高，都爬不到。那我们外人在看，伊也没累啊，都跟他地在踏步呢，那个就是他没有根基，没有缘分。请问认识吗？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在这个转世坤道前他转世牛，从他害死叶辉以后啊，转世牛转世到现在，民国的时候还当牛，在民国以后啊，才转成人的身体啊，你看多久？都那么苦，受那么苦很久的时间了，都一直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根基缘分都很殊胜。下课，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前贤，大家好。或许站到天师的老前贤大德，请感谢各位前贤给或许机会学讲。我们就讲这个六祖坛经。这个65页刚好。那个开始讲智通，对不对？这个生呢智通，寿周呢安丰人，看呢那个楞伽经约1000余遍。这个楞伽经就是达摩祖师呢从印度带到我们中国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这个楞伽经为主要的那个经典，因为它呢比较深，是施以那个菩萨那个修持方法，所以一直呢传到五祖的时候才把它改成呢金刚经。那楞伽经呢，它里面或许就是说有一个一段对我们这个修道人来讲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大卫菩萨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我们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各位姐，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
好像呢，我们听起来这个问题是很普通、很平常，可是呢，大慧菩萨呢，竟然这样问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就回答，用一个句语回答。那现在呢，或许把那个句语这个讲出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观察自心所现，远离生住昧见，善知外法无性，专求自证圣智。就是讲这个句，所以要做到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那或许呢，稍微把那个内容这个详细解说一下。第一句话呢，就是观察自心所现。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就是凡尘的所有一切，这个山河大地万象万事，全部呢都是我们真心那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的自己真心所呈现的所有一切。真正要修道的话，就是要做我们也要知道山河大地都是我们心分之中所呈现的。所以呢，我们一般没有研究的话，会以为跟我没有关系以为说山河大地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我们要了解山河大地也是我们心分之中呈现，所有万象也是我们心分之中呈现，我们真性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所以要观察自心所现。这样听得懂吗？可以了那么第二句呢就是远离生住昧见。我们呢产生我们的念头生了，然后住在我们念头，昧了念头消失了，要远离生住昧见，要远离。因为整个凡尘就是我们真心，所以没有对待，不用生出念头，所以我们生出念头就不对了，所以要远离生住昧见。我们的见解假如说全部都放下，观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就正确了。只要我们起心动念就叫邪念，都不正确。所以不正确的那一些念头引起我们造业，我们造了业才受苦，在凡尘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不产生，没有念头，没有生住昧见，都没有，都远离了，那我们就不会受苦，因为没有造苦因苦因我们不造就不用接受果报，所以要远离生住昧见。所以各位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空闲的时候尽量能够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不要起心动念。我们时常呢这个没事就会胡思乱想。各位钱姐会不会都会这个是我们人的常情想赢嘛加减妄想免拿钱对不对？不用付钱所以就胡思乱想。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落入凡尘，就是一念妄动，就是胡思乱想来的所以我们要回我们本位每一位都是佛，我们都是佛，要回到佛的本位就要先把那个念把它放下，不要起，不要有念，不要有念了，我们就回到本来。很容易是很容易做，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做。愿不愿意做？把念头都放下不要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都是我们感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然后遇到外面的这一些六尘景象，然后才产生念头都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这一些都不真，都是因缘机会才有，都是假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假的念头都不要把它放下，放下了以后我们心就清净，然后一清净就回到本来，它本来我们就是佛了。只要能够长时间都很清净的话，就整个佛性都非常光明，很理想。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了解到真理越努力走就越偏得越远。那我们了解了以后，透彻知道真理，所以有一些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原理。现在知道了吗？业我们要了解念头就是业，我们起心动念就已经造业，这样知道吗？平常我们不会去想说起心念头太容易了我们起心动念是不是很容易？很容易，所以就没去管制都一直让它起心动念，一念接着一念，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六道轮回脱离不了。那现在呢，知道说原来轮回的源头就是在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就不要有不要起心动念。所以那个第二句就是也离生住灭见，这样知道了那第三句呢，就是善知外法无限。我们要善知，善恶的善，知道的知，善知外法，外面的万法，外法无限，它没有佛性，外法都没有佛性，所以看到万象万事它都是虚幻不实在，没有佛性在那我们知道这个外法。外面全部都没有这个佛性在的话，我们就不会住相。那不住相我们就不会产生念头。没有念头呢，我们就恢复清净。所以这个佛也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修道人就是要这个样子。那第四句呢，就是要专求自证圣智。专门的来追求我们自己证悟自己所具备的，我们就是圣人圣人的智慧，我们本身就有只要把凡人所学的都放下，那我们本身所具有的那个智慧它就产生叫做般若。那我们有般若了，就有这个知道凡尘的事要怎么应对。应对呢这个凡尘的事用般若就不会造业。所以真正的修道人呢，就是要做到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句观察自心所现，远离生住灭见，善知外法无限，专求自证圣智。这个是楞伽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在。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楞伽经的那个五无间各位有没有印象？五无间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过河而生，恶心出佛身血，有没有印象？那个也就是那个五无间罪。我们造了五无间罪，要进入阿鼻地狱可是佛在解说的时候竟然把它完全都解说不同，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所以各位要拿那个 DVD 回去看，看得熟一点嘛你家里有那个可以看影集的那个就是可以看这个 DVD 的啦，一样的你一放进去它就开始开始做了不了解呢可以再重复看，一定会懂的啦懂了以后你会很高兴，会充满欢喜不懂的话好像离我很远，一懂了以后好像就这么亲切在我们自身在自身上所以那个无间罪
跟那个无间的修持方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楞伽经》里面才有记载。那没有看过的人他会说，那有安尼那怎么差那么大？还有那个进入阿鼻地狱呢，跟你能够修无间的话，你就可以成仙做佛了，马上成佛了，是不是差别很大？一个要进入那个最苦的地狱一个可以成佛，差别很大。所以完全就是在内容，内容不一样。我们把那个无明杀掉，无明就是父，杀父就是杀掉无明。可是我们凡尘的话，假如说我们杀掉生我们的父母那个知果不如了，比那个禽兽都还不如。我们要了解说生理的来源就是父母亲，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辛辛苦苦把我们抚养长大，这个报恩都来不及了，哪可以杀他？所以那个完全是在讲我们精神方面的一个修持方法，因为我们无明才会造业，造了业才会受苦，所以要把这个无明去掉，也叫做杀父，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研究都是要透彻了，那贪爱就是母，我们把贪爱杀掉就是杀母，所以那个完全都不同了。那个杀阿罗汉就是自私我把自私的心杀掉，都是公心一片，是不是很理想？那个破和合身就是我们不要蕴积五蕴，我们在生活之中都在蕴积色受想行识然后我们现在了解不要蕴，我们在凡尘生活，第一个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怨。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怨很容易产生？有没有发现？可能都不知道了，它产生的时候也不知道。只要不顺我们的心都会怨。有没有？这个印真的是好像跟随得很紧跟着我们很紧。那我们要了解这个业它有毒。不知道清楚的话，那个毒性越来越强，就变恨、怨恨，有没有？恨是不是比较严重了？对不对？那怎么来？就是从怨而来。怨不知道清楚就恨了。怨恨、恼、懊恼、怒、烦，都有毒了。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在酝酿这个毒在我们性分之中，下一生转世的时候就是毒蛇，全身都是毒所以只要我们充满那个怨恨、恼、怒、烦人家敢不敢跟我们接近？是不是敬而远之？那个人最好不要跟他碰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不要不要酝酿这个五蕴，所以那个破和而生就是不酝酿这个蕴。那恶心诸佛生前，就是想害佛，那个就是嫉妒了。祸一生夫，我做众生，然后嫉妒，想要把他害。那佛说我们要把这一生当成是最后生，这一生的身体是最后的生了，我以后不再来了，所以要把它杀掉，杀掉那个佛身血，所以完全真的是要我们成佛的一个修持方法。我们有没有那个决定的心，说我这一生是最后了，以后不再来了？有没有？发愿来可以了不要被业力推来。可是我们大部分这个99.9%都是被业力推来的没有来完成这个还不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业全部都消除。那消除业最好的方法就是万念放下，念不生不产生念头，不起心动念。所以只要我们一直告诉自己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有妄想，我们久而久之
念头一起来，马上会发觉，你起念吗？发觉了以后它就不会延续呀，不会一念接一念。那我们没有发现都会念消失了，又一念新的来，没有停止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佛呢告诉我们说，凡尘真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呐。我们因为落入凡尘被形象诱惑，我们呢去追求形象，不知道所有万象都是我们真心。那我们既然都知道以后就不用分别，都是我的真心。我们没有心就没有万象了，是不是？看万象都是心，对不对？没有心就没有相，看到什么知道什么，那个都是心。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在教我们的他都是从真的角度出发，绝对都不会错。所以呢，或者说这个楞伽经或者记得比较强烈的就是佛的这四句，就是大慧菩萨问什么样才是一个真的修道人？这样各位知道了吗？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真的修道人了吗？知不知道？有办法把它讲出来吗？四句刚才讲的。很不错这个马上就能够记得下来，这个很好，先学了，绝对都可以成佛的。那么这个智通呢，看了楞伽经千余遍了，而不会呢，三生四智，就是楞伽经里面有在讲三生四智。那么李师求解其意就是拜六祖说，希望六可以把那个解说三生四智的那个内容解说。那么师曰六祖就讲说，三生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三生，这个三生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就有那个清净法身就是我们的那个性佛性。那么圆满报身就是我们的智，就是般若妙智慧啦。所以那个圆满报身我们是要了解，也是从我们那个佛性生发的。那千百亿化身就是汝之行，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所作所为就是化身因为所作所为非常多了，所以千百亿化身这个三身都在我们身上。那么若离本性别说三身，离开本性就没有三身了。即名有身无智。离开本性再来讲，那个就只有名称而已啦。那个没有实际的那个真理所在。那么若悟三身无有自性，这个三身的本身它没有本性，三身本性就是佛性。三身我们要了解它是一体的，不是分成三个的意思嘛。不是说我们的那个清净法身有一个性，然后圆满报身有一个性，千百亿化身有一个性，不是是全部是一个性化成三身，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从根源知道，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即名是智菩提。这个三身都没有自性，全部都进入真心佛性了，是一体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到达四智，就是具备了有四智菩提。那个四个智慧底下会说听无具曰六祖就讲具于自性具三身，花名成四智。我们自性具备有三身。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具备了三身。然后从它这个发挥出来，让我们能够明了的成四智。
从呢本性啊，发挥出来，有四智。那么不离呀，见闻缘，它不离开我们的见闻，我们见闻的缘呐，它全部都具备了有三身四智。那么超然佛地，我们了解呢这个三身四智啊，我们把它呢应用到极致的话，可以超然，可以登佛地，直接呢到达佛地。那么五经呢，为汝说地性啊永无迷，这个六祖呢就跟呢智通讲，说现在呢为汝来讲解你要呢第十相信，这样呢就没有迷昧，没有迷惑了。莫学持求者，中路说菩提。不要学那一种这个持求就是向外去追求，向外追求三身四智那个都求不到的，只有呢在嘴巴讲，整天呢在讲菩提，他不知道实质的菩提是什么，不晓得。那么智通呢，在取曰，都在问，说四智之意可得闻乎？三身已经知道。那四智的义理里面的真理可以这个讲解开示吗？师曰，六祖就讲，那么既会呢三身辨明四智，了解了三身，法身、报身、法身，就呢了解四智，这个四智是从我们的那个八识转成来的，何更问也？了解了就不用再问，可是呢他就是不了解，所以问。那么若离三身别体四智，此名呢有智无身，所以三身四智它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体的。他把它分解来讲，应对的角度不同。那么即使有智完成无智，假如说呢把它分开呢，就是没有智慧。复说呢，句曰，又就讲句语，大圆净智性清净。我们呢就是把那个第八的阿赖耶识，或许记得说我们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就有先讲这一段，对不对？5867狗音转因为马上可以做功夫的，就是这一段。这个呢大圆净智性清净，这个大圆净智就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大圆净智，那么平等性智心无病，平等性智就是第七末那识，第七识末那识，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潜意识，那个第八的阿赖耶识是含藏识，含藏善恶的种子，含藏，那第七呢那个平等性智是属于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呢日常生活之中都会用到了，就是我们皱起眉头在想事情呢，那个就是用第七识各位有没有皱起眉头在想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比较深的那个它属于一根第六是意识，第七就是一根。那一根呢，它依赖第八阿赖耶识，依赖那个第八呢是我们的那个主要它就是可以转成阿摩罗识，就是佛的果位了，可以转成佛的果位，转成第七识就变转成众生了，转到阿摩罗识也就转成佛了，所以我们在转的时候我们都转错了。没有转到那个阿摩罗识啦，都转到那个平等性智第七识过来。结果我们转成了平等性智都不平等，心里面都有那个差别，都有分别心各位心里有没有分别心？不但有呢，还强烈。我们那个分别心很强烈。所以才当众生当我们分别消失的时候我们就成佛了。所以那个平等性智是第七识。妙观察智见慧功，妙观察智
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啊，就是妙观察智。然后成所作之啊，同眼界，成所作就是前面的5个啦，眼耳鼻舌身5个，这个5个视啊，眼视，耳视，鼻视，眼耳鼻舌身意这5个啊，全部呢，成为成所作之，成所作之呢，同眼界。然后底下台讲5、8、6、7啊，果因转，那个5啊，就是眼耳鼻舌身5个，第8呢就是阿赖耶识，第6呢就是意识，第7啊是末那识，就是意根，所以我们了解5、8呢就是果，6、7啊就是因，那我们是因才转得动啊。果是要等到一转了以后啊，果才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要从第6啊，先开始做。那么第6呢，意识啊，我们不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意识啊，就是我们这个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个叫意识。根尘相对，这样了解吗？我们6根对6尘产生6识，根尘相对，然后产生的那个就是第6的意识，那个是表面的很粗浅的那个意识。那我们不要用意识，我们用妙观察智，因为妙观察智啊，那个已经是用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来观察。观察什么？就是观察凡尘的所有万象。那么观察的时候啊，可以见非空，见到非有为功用。那非有为功用就是无为，无为就是咱的佛性啊。所以妙观察智啊，就可以见到佛性了。从第6的意识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那用妙观察智啊，观察就可以见到不生不灭的佛性。能够见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叫做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啊，已经开始觉悟了。所以我们能够转意识第6的意识啊，把它转成妙观察智，就已经开始觉悟了。开始觉悟啊，用那个始觉智啊来观照我们佛性本体，就是我们妙观察智见非空，就是见到非有为功用的佛性本体那个叫做本觉，用始觉来观照本觉，然后合以大觉，就是我们那个觉性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广泛很大合以大觉，然后成究竟觉。究竟觉就是佛，这样子是吗？所以我们从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叫始觉智，来观照本觉理，就是佛性本体，然后合以大觉，我们那个觉性很广，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合以大觉，然后成究竟觉，究竟觉就是佛了，这样知道吗？知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有所以我们从第6意识啊，我们日常用的那个意识，我们不要用。各位浅浅，假如说我们用意识，把这一些根尘相对啊，都记得，都讲出来，都在想念，那个就叫戏论，演戏的台词，知道吗？戏论，演戏呀。然后论调，我们去讨论、细论，这样知道吗？都是没用啦，对我们没有利益那一次讲的足够啦的讲到已经都消耗精神了，全部消耗掉了，都没用，对我们没有利益，所以就不要讲也不要想，不要说了，不要想了。把那个意识去掉了，我们就进入实际的妙观察，进入实际的始觉，开始觉悟了。
有这个始觉智，然后关照本觉理，关照佛性本体。刚才讲的啊，观察自心所现，那个都是本觉理呀，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能够呢，这个关照啊，整个我们佛性本体啊，到达一真法界，一真一切真，全部都是真心，都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们本来就是很理想的状态，都是呢，在真理世界。跟先前可以意会吗？跟我们之前啊讲说呢，这个时事古今啊不离当念，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三世嘛，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然后三世各有三世嘛，就九世了。然后加我们一个念头啊，一世，就加起来10世。那10世古今就是古时候跟现在啊，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个念头，就是我们这个念头10000年前啊是这个念头，10000年后啊一样这个念头所以这个念头啊，它具备了千万年。我们只要当下能够呢，这个掌握住在当下的那个念头，我们就已经呢，进入啊千万年。这样了解吗？是不是很理想？不用受苦了啦。我们在你看这个10000年啊，那个受苦啊是几千万生啊，对不对？生生死死啊都是在受苦。落入凡尘有现象啊，都一定要受苦啦，苦不苦啊？凡尘很好玩吗？不好玩都是很苦。假如说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本来这个不用吃饭啊，也不用睡觉，也不用什么都不用，舒不舒服啊？以凡尘的角度来说啦，那个是不可言喻的，说不出来的舒服啦。我们凡尘的舒服都是有对待，这个苦在后面啊，舒服在前面，所以我们了解说，一成就了以后啊，就没有那个常乐我净啊，进入那个最理想的状态。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到达，看我们愿不愿意啊？现在是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啊？是愿意的，但是力道都不强。力道很弱，因为凡尘还蛮好玩的这个在台湾的福报很大生活环境啊都不缺，所以还过得蛮舒服啦，所以没有强烈的想要脱离苦海。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现象变化无常，那我们有这么好的舒适的生活环境啊，也是我们累生累世啊所行善累积而来，才有这个此客观的环境都很理想，不管是遇到环境是直观的身心呐，都很理想，这个是我们累世啊所修起，那我们要把它延续，让它能够成就，让我们的那个佛性真的可以回到就是千百亿化身，永永远远都可以度化众生，而且不局限在娑婆世界啦，所有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度化众生，那个呢是最理想，所以我们呢朝这个方向努力。那现在先度自己要理自己要度先要把心收一收，心收回来，回光返照，完全都在照见自己的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的话呢，我们灵气的才不会神散。我们现在众生最大的毛病就是神散，我们的精神分散，什么都要，什么都想追求，都追求这个享受，所以我们知道呢，是我们自找苦吃的，自己找苦来吃的。假如说能够呢回光返照，时时刻刻都跟佛性在一起，
哦，那这是生活在天堂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第一个，先把意识转成妙观察智，会不会转啊？这个倒是转去观察别人的那个是非比较容易啊。对，我们是不是眼睛睁开以后就在观察别人的是非？有没有？虽然没有嘴巴讲，心里面有在做了啦。那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观察凡尘的万象万事，虚幻不实，都是一直变化。所以看到虚幻这个不实在的这一些景象都不值得我们依赖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回来。所以见非空啊，见到有为功用，无为就呈现了，佛性就出来。所以第一个第六意识一转就很理想。那么底下呢就是第七六七七也是因它就是呢使以恒神思量。第七的莫那识它就是恒神思量，恒是毅力的恒，有恒那个恒审查观察思量，就是皱起眉头，我们在想事情，那个就是恒审思量，是使以那个意根第意识然后第七就意根。那我们要把第七的这个意根呢变成平等性质。所以这个平性质我们看这个修正者他讲话他称呼别人都一定是同等地位讲这个众生的话是讲菩萨摩诃萨他六祖讲真的就讲三知识，三知识呢也就是跟六祖一样的地位，同等地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平等性，他有这个平等性的智慧我们就是要转那个我们一直在思索的那个恒指思量，把它成平等性。不管是人与人间是平等，人与物之平等，物与物之间也平等平等性能够建立，就不用分别，没有分别就可以本来。所以这个六祖就讲平等性质心无变。我们能够平等性的时候，心就没有变了啦。所以从这个方面各位就可以想一想，我们的心有没有变？都有变，对不对？因为有分别心所以分别心呢就是心变，还不清除掉。我们能够呢了解说能够平等智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有钱没钱没关系，我们尊重尊敬他，这样了解吗？咱拢尊重他尊敬他，这个叫做平等性不管是小孩子，他与佛性是一样的，我们也尊重他所以我们在那自己的亲属亲人中我们晚辈你要尊他很不容易，对不对？晚辈当然要教导教导是一个角度，是你要尊重他的佛性，他的佛性跟我们佛性是一样的，不是说他生的我们就把他打，佛性没有，佛性一样所以我们要把那个自己的孩子当朋友，这样才能叫和乐孩子以后在社会他也不会自卑，他会尊重别人从父母的教导他得到那个启发父母孩子他会尊重所有跟他在一起的同学朋友，这样是不是很理想？那个平等性质就会呈现。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说凡人都没有德？因为没有平等没有平等，德就建立起来。那我们有平等了所以就才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平等都是德。我们有平等性的德性就建立了培养那个平等性。我们老师也说，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我们的内涵，就是德性没有建立不是这样吗？是不是？
所以老师呢，佛老师要我们建立德性。那建立德性呢，就要从观念着手。这个尊重所有众生。我不同意你的做法，可是我尊重你的佛，这样会不会？都会啦这个他做怎么样我们不同意，那个是另外一个角度啦。可是我们尊重佛性，佛性呢是相同的，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性质心就没有毛病。然后这个6、7的因已经转了，转了以后用妙观察智跟等性智来指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5个，全部用我们那个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来指挥，这样前面的5个听话。我们现在的毛病就是前5个他不听话，他当家做主了，佛性没有力道可以指挥，所以前面的眼耳鼻身他自己当家，他自己当家的话我们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鼻子喜欢闻，嘴巴喜欢吃身体喜欢摸，都坏事比较多了，要拉我们到地府去那我们不要给他当家，叫他发号施令，请佛性出来当家。那佛性当家都不会说要拉到地府去，不会带我们到天堂，带回无极里天所以我们都可以回去，要启发佛性出来当家，这个很重要的啦。我们生活之中嘛，没有生活生活的时候呢，不要给这个感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不要给它当家，这样会不会？我们生活之中谁在当家？会写说尤其我们昆道这个年轻的一到那个服装店看到那个服装很适合穿那个时候绝对是眼睛当家，所以都走不开的。也无到尾行遐倒在咧想，迄领衫穿足下，有没有是不是然后我们社会人士现在那个炸鸡排，你走过那个那个炸的摊子外面你闻到那个气味，想不想吃不是说我们是社会人士想不想吃？很多人就去买吃了啦，结果吃了很多，越吃就很胖或者不是讲过吗？那个生长激素只在那个鸡排里面，然后我们吃到体内在体内生长，形成就很胖出来所以现在有一些人那个胖得很超，那个心脏的负担很大会较早死那叫加海死那个心脏负荷不了会早死所以我们是最好不贪口腹不会说到那个就喜欢吃，不会给他当家，所以只要或者纵然是吃臭的人，只要他2个礼拜不要吃，卖吃鱼吃吧，卖吃，然后第3个礼拜你进去市场里面去买菜，你看到那一些那个有生命的那个鱼肉，你看了都会不忍心而且不敢吃味道你很怕，只要2个礼拜。吃鱼吃肉人因来卖吃伊迄个慈悲心的显现所以不是很久你2个礼拜不吃你去看很残忍。而且现在那个电动那个屠宰把那个鸡杀就剖成2半，它吊起来，像不像人很像有时候那个南肉北运到北部来，然后用那个大卡车嘛，它用吊的，然后我们坐那个客运车就在它后面，它吊在里面摇晃晃。刚开始做看那是人去吊呀不是人猪吧，吃肉
恐不恐怖？很恐怖。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做的不好才去转世那个畜生的那个壳要还再还。所以我们呢不当那个口腹之欲，不要给那个感官当家。鼻子闻到你要不讲，这个不行，这个杀害生灵不吃。佛性有没有当家？有，马上来把那个压下去了，对不对？嘴巴也不会撑动了，就很理想。所以我们修道是这样，启发我们佛性呢出来家，不给眼睛当家了。这样呢，就很理想。那眼睛呢，我们也是看到一些这个不义之财，我们因当家的时候不想去据为己有。可是你佛性当家的时候你就把那个不义之财全部抛除，这个不应该我拿的，就不会有那种非分之想，对不对？就能够摒除的。所以佛性家不是眼睛在当家，不然你看到这个现场都没一大堆钱，走都没有人知道，那个心就是从眼睛当家来。那我不给感官当家，情力当家。那佛性呢，一定是符合真理，就像我们天之间，春夏秋白天黑夜，都是正常运转，那个就是不造业了。那我们听出来都不造业，就不用受苦了。所以用第六的妙观察智，第七的平等性智来前面眼耳鼻舌身5个都听话，叫成所作智，你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成所作智。然后已经呢前面已经都完成了最后一个第8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是含藏，它含藏所有的种子，含藏山河大地所以都全部含藏在第8阿赖耶识。我们这个一口出来第8的阿赖耶识最后离开，叫做这个气候来先，气候死去的时候，气候最后已经全身都不动了，可是阿赖耶识还在。来先就是他来投胎的时候那个夫妻做爱马上怀孕了，那个投胎第8阿赖耶识。气候来先做主翁，他当主人那个阿赖耶识他是当人。所以我们假如说能够一出生以后就完全凡不沾惹成垢了。我们把那个第8的阿赖耶识转成已经转成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呢，就是我们好像整个就是一面镜子大镜子百折线，雾气不流，那个叫大圆镜。我们有那个智慧大圆镜，所以在平常日常生活万象来的时候来我们就呈现气就不流。可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有一些业会造？因为我们没有启发我们大圆镜智就是来后让它起来，现在已经起要个掉，有没有？景象不见，可是还在脑海里面，有没有？这个是我们这个众生的一个习惯性习性那些景象我们会这个深深的去守，然后从其中我们想得到利益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性。因为这一些生活习惯性促成我们造业，我们造业还知道认为说是正常的，都正常拢安尼正常拢正业，正常造业的不对所以研究真理后才知道，说原来是不对它的源头在哪里？就在我们念头，念头不知道念头不知道那个是错的话就不能去进行，就是我们认为它对了，所以佛才会说我们众生颠倒，把那个重要的都看清了，把那个不重要看得很这样颠倒，众生都颠倒所以我们现在追求
真理就是要该注重的我们重该看清我们要看清。只要是落入形象都会变化，所以形象要看清不生不灭的佛性不会变化，所以我们要看重。看重佛性不让佛性沾了污垢，不要让它背负沉重的负担。那这样的话，时时刻刻使它清净。佛性一清净了，自然发出光明。光明遍照整个宇宙世界，非常理想的。可是我们没有研究不知道，要研究要了解所以呢，这个5867有因转，真的转了因转了，果转了，全部转了，我们呢凡夫到佛去了，都成佛了。又名言无实性，就是这一些这个讲出来的名语言。那么名语言它没有实际的本性，所以我们借着这一形成语言，要实际去做，那个有用，要实际做实行才有用。若以转处不留情，就是我们在转的时候我们那个意识要成妙观察智，不要留情。我们意识用的很习惯它有既得利益那我们要转成妙观察智，那既得利益都没去我们会留情那转的时候就不要留情一定要转过去，凡尘不好玩所以一定呢转世不留情。我们凡情凡心呢永求挪取那个凡法很兴盛就是我们到这个一个地方很繁华兴盛，那么我们永远都处在那个挪取就是龙天上的龙，龙呢就叫挪取。龙定那是大定，龙的定它很大。龙为什么没有成佛龙就是他在修道的时候很努力在修持，可是就是不守戒律所以才变成龙。龙呢他也很肯布施，所以那个兴风化雨那个力量大所以我们可以学那个定，龙的定龙不管在什么嘈杂繁荣的景之中心都不会被影响，都在大定之中。这个凡心永除挪取定这个呢就是六祖讲的这个句语。那么智通呢顿悟性就是领悟了很快就领悟这个性智会成具约。他呢就讲这个句语说呢三身言我体这个三身就是我的本体。智是智本心明，这个是智就是我本来的真心能够实现的光明是智心明。身融无碍三身跟四智融成一体，都没有障碍应物任随喜。我们用这个三身四智这一种来应凡尘的万事万物叫应物任随喜，就随顺着外面的形象起修呢皆忘。假如说我们起心动念要来修道，那个就叫妄动，已经落入生灭所度毁真理。那个毁就是不是我们所住了也不对不是呢真正的我们要做的真经妙词因思想这个奥妙的宗旨因为六词然后才知道周王染污名终于把污的这个名把它消失了不染污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这个智通呢其他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见解这也是很符合你，所以呢也就没有再把这个说了。那么底下呢这个自常信周呢会息人田出家，这个条年就是很少年的时候那个囡有已经出家所以以前呢他们都累世在修所以呢一到凡尘来就是修了。所以有一些我了解这个比较好他吃到这个分食的时候都会吐，有没有遇到过？那个依然脚踏车的头那个就是累世
已经有在修，累世呢已经拢也受下，所以这一生呢，他那个已经性命之中容不得那一些荤食。你荤食把它吃进去了以后，它马上把它推出来。可是我们现在有的人遇到现象，赶快去看医生了。希望医生呢，助他能够留住那一些吃下去的东西那我们从那个理的角度来解说的话，他不知道他根基好累世都有修。所以都讲，我们不管是累世有没有修了，这一生这一世很努力，纵然是三恶道来也没关系。那个1035年那一个修道成佛的，这个叫什么名字？弥勒如巴，他就是三恶道来修道，然后修得很苦，修到全身体吃迄个野菜，吃到拢变青色的，辛苦变青。然后这个众生看到他，无你是人还是鬼啊？伊讲我是人啊，都无吃，没有的吃啦。修的就是很苦修很苦的那一种过程，那个弥勒如巴所以他呢自己讲。所以我是三恶道来转世的，因为有人你有法度修成佛一定是有福骨已经累世拢修来成就。伊讲不是，他开始的时候还杀了很多人。各位有没有看那个弥勒如巴的传记因为以前在那个台北车站有那个上送。或许一看到那个弥勒如巴的那个传记竟然是一大排，我拢感冒，我上德清看，我说这个很值得看，为什么会激励我们那种修道的那个信心人家那么苦都在修了，我们这么舒服怎么不修？所以就把它去搬回来，后来再去无然后我把它等。所以假如说有那机缘可以看一看，它是以那个小说的题材来，不是以经典的那个角度来写，里面很多都可以我们做个参考。他说我们在这个凡的时候多身体这个所局限的话，我们那个佛心永远不能够证悟所以不要在身体上面去追求那个生活的享受。就是借假，然后修正，这个才是容易。然后他会讲说，我们凡人世间的人，每天的生活是一直要钻地狱，说入地狱唯恐不生，受的时间进入地狱受苦的时间唯那个弥勒如巴讲的。我们看一看现在社会真就是这样，生活好的人他都假以其中入地狱唯恐不生。然后受苦的时间唯恐不长，所以多活一天多天的罪。按照那个如巴的说法他倒是期望我们这个凡人早点死早一点死就少造罪看没那呢一失人生万劫难复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呢这个亲人能够马上就出家修道的话。也是都是有根基那么自求见性这个长呢，他呢立志一定也要见到佛心。那么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你从哪里来？要求什么事？那么他就回答处长回答说：这人呢近往弘州呢这个白峰山里大通和尚，蒙示信成佛之意。那么未觉狐疑这个呢远来头里福望呢和尚呢持指示就是呢希望六祖呢给他呢这个开导。那么六祖呢就讲彼有何缘句他怎么说？那个呢弘州的大通和尚怎么讲？汝是
这个看，你把它呢收来我听听看，那个痔疮呢就说痔疮呢到鼻还经呢3月或3个月，未猛释回，没有开示教导，那么为法却故他为心里面很着急，一系呢独入帐子，进入呢那个方的房间。那么请问如何是魔甲本心呢心本性？那个魔甲是他自己就是这个自己。那么大通呢和尚呢就回答说：汝虚空佛，你有看到虚空吗？然后回答有看到。那么比曰大通和尚讲：汝见虚空有相貌有相貌佛，你看到虚空呢有没有相貌？各位同学，虚空有没有相貌？没有相貌那怎么知道虚空？虚空有没有相貌？有没有？还没有你哪知道虚空？虚空有虚空的相貌，从这个角度我们是平常没有去注意。只要说虚空没有相貌我们不知道空所以那个虚空什么都没有，那空的相貌，这样懂意思吗？追求真理就是要这个打破砂锅呢问道，真理才会出来，不能含混那个不行一定要了解到就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就是呢心有形象没有相貌。然后和尚呢就讲说：汝之本性呢犹如虚空，的本性跟虚空一样，了无一物可见不名正见，无一物可知名真知。所以这个呢就已经由似是而非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结言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之见。我们知道说有一些这个语言一讲出来以后，它就会偏我们一听会对讲对，讲对讲对，以为他说对了。其实我们一研究以后他讲的不是这样那后面的这个六祖会有答案看看六祖讲。那么邪人未闻此说这个智常呢听到这样讲，大通和尚说的犹未这个了，就是没有深深的相信这个取和尚呢开示这个希望的六祖呢能这个开示。那么师曰汝师所说由成见知，就是大通和尚所讲的存在的那个见跟知。所以我们自己除了有见有知那已经呢是自相自在形象心里面呢已经呢自在形象，故汝未了他自相所讲出来的话，让你没有办法进入真理。那么今视如一句现在六祖要讲一个句让他了解，说不见法存无见，已经不见一法，可是呢它存在心中里面存在呢这个无见这个无见已经形他的，虽然都没有形象，可是它已经存在意念之中它的意念已经有了无见的这一个观念在。那么大是浮云遮入面，它的大就像那个浮云把那个太阳整个都遮住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讲纯的知见纯这个无见的这一个念头它呢就浮云好像天上的云，把呢整个顶都遮住了。太阳就表示智慧了你有那个存在的什么见解，有见解就是智慧已经不见了，般若没有了没有般若。所以呢这个六祖遮入把那个太阳的光全部呢都遮盖了。不知一法所空之
不知道这个这个不知道呢道的本体呀，不知道呢我们心闻之中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不知一法，然后守空知啊，守着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无界那空知，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说什么都无，认为讲安尼上对啦，这样对不对？不对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不是什么都没有，是真空妙有，空中不空啊，妙有没有形象，真空妙有，所以我们要了解按照他讲出来这样，全部的都是空无形象，凡如呢太息啊生闪电，它这样呢就好像呢在太息之中呢生闪电，闪电一闪就去了。此之知见啊，披然心，这一种知见啊，就是呢，这个就是很短暂的时间看到错认这个已经呢就是错认合成呢解方便，就他不知道方便法门已经错认了把我们平常所讲一些呢用语言来说的那一种法门当成究竟了，所以合成解方便就是不了解法门，我们要知道说方便法有，可是我们要知道真理，方便法门是引导的。汝当一念自知慧，你要知道一念自己知道不对了，自己灵光常显现，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不对了。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就是不肯承认自己不对了，所以灵光就显不出来。那假如说我错了，什么地方错？起心动念，我们不认为起心动念是错了。各位先生，起心动念错不错？错不错？认为它是错吗？所以我们都还不肯承认它是错了，所以因为在生活之中时时都在起心动念那承认起心就是错，那我时时刻刻都错，假如我们肯一念自知慧这错了，灵光就显现了。所以往后要起心动念要记得错，他还来你就告诉他错，念头就不出来了，对不对？念头不出来就不造了，业不造了业，念头出来就造业了。我们念头一个念头一个业，一个念头业，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或者都在讲，一些欧巴桑年岁很大，他会说我又没有做坏事，又没有杀人放火，说我这么坎坷这么不好，所以我们从他的那个遭遇来观那个现象，就是他有空闲的时间太多，然后脑筋胡思乱想。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就讲这个念头它呢跟我们累生累世它有关联性。那我们所业都是在累生累世都有，不能说不造业有业，可是它在空中，我们没有实际的现象到那现在在想，现在想的跟那个以前所造的业也汇合以后就是要接受果报，这样了解是吗？假如说我们不起心动念，没有念头，我们以往六道轮回之中所造的业，虚空之间，它没有缘，没有因缘它不会汇合，不会现象，一定要合好像我们那个剑你若无甲提点伊袂发芽了解意思吗？你甲放喺迄个仓库库嘛是剑，拢袂变化。但是你那个摕来放喺土的各有养各有水分，也发芽所以就是缘因缘汇合伊的现象咱即马你想甲以前迄六道轮回因全部都拉来汇合一起我们要接受果报了。接受果报什么我又没有做坏，为什么这样坎坷？他有没有做坏事？做什么坏事？终于成了起心动念就是坏事
对不对？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念头不起，起心动念就是邪念嘛。万缘放下，一念都不生，叫念。正念进入佛性了，佛性出来，正知正见，就是佛知佛见，是理想。来应对凡尘万事万物，用这个心来来应对，不造业啊，不造受苦了，这样了解？所以自己努力就可以解脱了。就这样就可以解脱。所以这个了解到呢，这个一定呢自知慧啊，自己的灵光啊彰显了确实是这个样子。那么文记呀心意啊豁然来述记，他自己也讲句语说无端呢起之见，这个我们起心动念都是无端的，无端没有原因的。我们起心动念那个因都很小促成我们起心动念那来源都是很微小。那无端起之见着相求菩提。我们应有起之见的着相落入形象呢，要来求菩提。各位想想，菩提有没有？因为这个出来都不讨好，最好拢点点。菩提是觉啦，没有形象，所以我们了解既然呢着相了，已经呢落入形求菩提就不会达到。情存呢一念悟啊，我们已经呢在这个环境里面有那个一念悟的观念在，这个已经就错了已经错误。宁夜习时迷怎么可以夜往昔的迷昧？就是不可以的意思啦，没有办法我们要呢情存一念悟，就没有办法超越往昔的迷昧。自性呢觉也我们自性觉它的本源它的本体随造往牵流。我们随着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随着它按照功能作用呢，就很冤枉在六道轮回牵流不息。不入子思事难呢去两头。假如说呢不进入六子的这个房间的话呢没有六子开，就没有办法呢了解这个真理，就往两头了，两边了。我们凡尘就是两边我们在凡尘呢都是在两边在讨生活。那么自常一路问曰：佛说三圣法，又言真。那么弟子未解因为教授自常呢问六祖说呢佛有讲这个圣法，那么又讲最上圣那自常说他不了解这个里面的意义，他希望六祖呢能够教导授予。那六祖呢就讲说汝观自本心莫外法相。就是我们修道都是观自本心，观自己的真心要着外的法相，外面的万法万相。我们先把这个三圣法跟上圣做一个教。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有的程度很低，有的呢程度高所以呢佛用不同的方法来引导。程度很低呢，把它慢慢引到呢这个圣来，所以下法那个敲打练唱，然后呢引到呢中圣。中圣法呢就是速流动静，你学法观察天文地理，然后打坐，那个叫中圣法。然后呢再把它引导到上圣心理心法，到圣心理研究了解真理，再把你引导让你成佛，那个就是最上。这样知道吗？所以固定说你三圣法就一定是在三圣法，不是这样的啦，不固定。这样的意思吗？说固定一定是三圣，是一个过程把那度不够的慢慢引导过，到过的时候就是要他成佛，所以叫做一佛圣，全部都是要成佛的佛圣，最上圣呢就是一佛。所以六祖呢要这个自常不要着外的法相，
有下圣、中圣、上圣啊，那个有外面的法相啊。像我们中圣不是有参禅打坐吗？我们社会人在学啊，打坐啊能够有功夫啊，那个就叫法相啊。六祖说不要找法相，我们求明心见性，这个性重要，心性重要，那个相啊不重要。那么法无是圣，人心啊自有等差，法没有都是好而已没有固定的，因为人心没有相同，有的呢程度低有的高所以就有那个呢不同的那个教法。见闻转诵是小圣小圣呢就见闻转诵，我们呢一般凡尘在见闻转诵这个地方这个引导众生。那悟法解义是中圣，领悟呢这个佛法，了解真理，这个是中圣。然后依法修行大圣按照佛法，然后真的努力修持的那个呢就是大圣万法尽空，万法备，一切不染离知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圣。所以我们追求呢就是尽通，然后万法都具备在我们的性文之中一切呢都不染，我们凡尘所有一切都不沾染然后又能够呢离知法相，所有的相，所有形象能够离，然后一无所得都无所得，因为无所得就没有所失没有得失就到佛性本体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到达这个状态名呢最上身。那么圣呢是行义不在口真，就是要去做，要实践，不是在嘴巴里面真如是自修呢莫问无也，就是知道了要去做，不要呢再问这个六祖。一切时中性自如这个一切260中呢整天全部都是呢在如，时时刻刻中道自性呢自如，全部呢都是如那个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自常理谢之事，宗师之事一直就在六祖身边到六祖呢归功都呢在旁边这个六祖。那么底下就讲这个僧之道广州呢南海也。那么请谕曰：邪人呢住出家染涅盘经呢19余就是按这个涅盘经已经呢有10几年了未明呢大意，是涅盘经里面的大意还没有明了。那么愿和尚呢垂诲就是能够教导。那么六祖呢就问他说：如何次未明？你哪个地方还没有明了知道呢就讲不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即灭为乐以此呢以后在这个地方以后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叫开空道法，开是空的道理开空真正的是真所在就是这个寂，知行无常是生灭法这呢生灭寂灭就为乐，生灭灭已灭为乐，这个呢是最上的佛法前面呢是讲说诸行常，所有的这个凡尘万象万事那个行就是千流之意千流在流转说我们呢有因有果，然后缺流在三世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那很多，所以叫诸行诸行。然后呢这个无中没有常久，没有常态，一直变化，所以叫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它呢都是生灭的。然后这样呢生灭灭，所有的生灭都灭到已经没有了都已经全部的生灭都没有，就进入寂灭。那寂灭为乐那个寂就是如如不动，灭呢就是灭掉所有现象灭掉所有烦恼，没有现象就没有烦恼，所以那个寂灭为乐所以这个呢是最高的我们要追求法。那么以此以后那个知道呢说在这个地不了解，那么六祖呢就讲师曰：汝众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怀疑？然后知道呢就说
一切众生呢，皆有二身呐。各位浅显，这个说出来合不合理？一切众生啊，皆有二身，但众生拢两个身躯啊，合不合理？合理呀、为什么讲讲？是按照里面讲的吗？色身跟法身两身嘛。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假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呀、没有佛性的话，在不在？这样是一个还是两个？假如说是两个的话，是不是分开？佛是佛性啊，然后色身是色身啊，是两个，两个要分开啊，不能说你佛性不在，色身就不见了啊。这样是一个还是两个？只有一个啊，不要被骗了。所以我们就要先这个认识，我们只有一个，只有一身，佛性不在的话，这个身不见了。假如说我们佛离开身体，色身还在，这样才真的有两个身啦。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所以咱的想法都是佛性，无佛性身躯就是无去啊。离开了我们佛性离开身体啊，处理。不是埋葬就是要烧，因为它是天地的子嘛，还给天地了。所以只有一身，这个一口说众生皆有二身，就已经开口。我们要以后看要能够训练到自己看认知，讲唔对，安尼讲唔对，要蛮知道。他说呢，色身法身就是我们肉身跟那个佛性两个。那色身呢无常，就肉身无常，有生呢有灭，法身有常，这个无知无觉啊，我们法身是无知无觉嘛，又错了对不对？我们的法身的觉才是奥妙很奥妙的，不是无知无觉。那么生灭灭已啊，即灭为乐，这个呢，这个智道呢就讲，说呢，生灭已啊，即灭为乐者，不生何生即灭？何生呢受乐？他自己说，唔知影是这个生即灭哪一生呢受乐？肉呢色身者，色身灭四大分散，他还知道四大分散，显然是苦。那么苦不可言乐，肉法身即灭，即同草木啊，对那个法身的认知认知不同，他认为呢草木一样，跟草木瓦石，那谁当受乐？什么人要接受快乐？又法性呢是生灭之体，五蕴呢是生灭之用，一本无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色用为体，肉听呢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肉不听呢更生。那个不听就是不许的意思啦。不允许呢，它在更生的话，则呢永归即灭，同以无情之物，则一切之法被涅盘之所禁服，那么是不得生何乐之有？所以他的认知已经呢偏得很厉害。那因为那个都负面的，所以我们呢不要长时间在那去钻。那么六祖就讲师曰：如是世子，就像牟尼佛的弟子叫世子。我们是弥勒祖师的孙徒孙所以我们叫慈子，接的那个祖孙。六祖呢跟他讲说：如是世子，习外道断常邪见而意呢做上正法。为什么修道学习的外道？那个断常，断我们就是了解那一了百了，那个断灭。然后呢，我们众生永远都是众生那个叫常见。所以有很多人说福拢有福棍众生的永远拢众生，是不是？不对他那样讲就入断常之见。断灭了跟常见都不合真理真理是中道，断也不常，
不是断灭的，可是也不是常住的。我们呢要了解到这个断常错了，就叫邪见，而来议论呢障圣法。那个已经呢认知错误了，拿来跟呢最上圣法比较，那个有罪过啊。那么既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按照那个他讲的色身外面还有一个法身，离生灭求即灭，离开生灭来求即灭。知道呢，我们这个生灭之中就即灭。具备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它具备极昧的佛性伫咧本来的社会社会伫咧，那么又推呢涅盘常乐言语身受用又那个涅盘常乐有一个身体去受用师乃直令生死师呢就是这样呢是执着你吝啬住在生死里面所以那个完全都不对，不正确单找是乐，已经呢全部呢都在凡尘的这一些快乐上面，一直追求凡尘的快乐跟那个我们进入那个佛的那种领域的快乐没办法去比较所以佛的常乐我净那个常要是不变的话，常住了乐就是没有亏待的那个乐是永远远的。有相对的我们追求对都是生灭，那我们追求呢就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到达常乐我净，那个是佛的果德就是到佛的境界呢才有那一种情形出现。那么如今呢是佛为一假迷人五蕴和合为自体相所以这个六指根这个自道讲说呢，佛为一切的迷人任五蕴和合。现在的身体就是五蕴和合色受想行色呢就是看得见的身体，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精神有身体有精神，这个呢五蕴和合把这个当成是我们是体相就是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是天地的无耻是众眼际会借用的，不是本体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这个呢分别一切的那个法为外尘相不知道呢这所有凡尘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自心所显现。然后呢对这个凡尘的一切这个贪生呢饿死，就是好生呢饿死，就希望呢能够长生不死。然后念念牵流我们生活之中呢一念接一念一直在牵流，不知呢梦幻虚假不知道呢所有都是梦幻虚假，枉受轮回，冤枉接受呢六道轮回。那么以常乐涅盘欢苦相佛已经呢进入那个常我净的那一种状态，把它呢认定是苦相那个是圣的境界我们凡人很难追求得到的，竟然他把它认为。那么终日持求整天呢都向外去追求，不知道呢自身呢就已经是佛，向外呢佛。那么佛此故佛呢很明这样的情形，乃是涅盘真乐就是呢开始能进入涅盘真正的到达呢快乐永远都快乐，没有那个苦相的那一种境界。那么刹那无生相，刹那呢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呢即灭也。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刹那就是很短的时间这个很短的时间之中没有生相，没有灭相没有可以灭那个叫生灭灭矣，所有的生灭都灭到没有了这样的即灭就现前。所以我们要了，不是说外面所有什么生灭都没有了，而是我们的心境已经到达了生灭，没有生没有灭。了解这个意思吗？万象我们要了解佛里面说世间常住我们知道世间相都是变化常，对不对为什么他会说常住？已经呢进入到我们心里面，那凡尘的所有一切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体不生不灭
那个是常。然后呢，了解到万象哦，它是呢这变化哦，变化无常，是呢它变化无常，竟然有一个常轨。像说哦，这个冬天过去了，今年有没有冬天？是不是啊？变而有常，这样了解吗？所以佛在讲，我们常而不变本体能够抓到，变而有常的现象啊，你能够了解。世界常住的，这样懂吗？是有一点深了常而不变是我们活性变而有常是现象，变一直在变，无常的变化，对不对？它一个常就是变而有常。所以在讲世间相常，就是能够了解说它变而有常，现象的本身没有本性，演即则生的现象都虚不实在，都是假的。那我们只要都不住相，相都不住这个呈现山河大地山河大地我们是有这个变化的时候，都会讲说沧海桑海，有没有？就是本来它是一个大海，可是变桑田，我们可以种植是不是经过很大变化，景象都不同？我们要了解这一些景象不同的变化，它有一个常轨，就是这个今天白天过去，明天还会再来。今年的冬天过去明年天还会再来。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变而有常。那我们已经能够掌握常而不变的，又能够了解变而有常的相，体跟相，那个体是重要，我们要先抓得住。然后相变化，我们不被它迷惑。那被它迷惑，我们会不会造业？就不会造业。我们是形象才会造业，才会偏离。偏离我们应该去面对的那个常轨。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一讲那个涅盘讲到呢常乐我净，那个都是已经我们修持一个追求一个目标的那个呈现。涅盘就是不生不灭那我们佛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一追求到最上升的时候就会讲生死跟涅盘是空法。我们有讲过那个张走那个悟道记说生死涅盘等空法，生死涅盘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啦。还记不记得？所以嘛，或者说鼓励现在很多两边很多人会去看，鼓励也看后面还整些的这边有领散的后面还要整的摕回去看摕回去给亲戚朋友看伊来听你等互看，伊免来听完了跟你同款所以不要吝啬唔通讲好就好别人无要紧。我们这个大开普就是广泛的能够让所有众生能够接触到福音能够了解到真理，能够苦海这个是大家所希望的所以这边就讲说极灭现前的时候就已经整个佛呈现了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当现前的时候亦无现前者，我们佛性现前，因为没有形象所以没有现前的那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已经有东西可以悟了，靠领悟的你领悟的时候哥天地之间都是我的真心，那是领悟不是说整个空间都写你的佛心这个写出来不是那个样子。那么哪位常乐，那么此乐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没有进入两边就在这个佛性本体。那么盖有一体有一体无用之名，没有那个一体无用，何况更言涅盘近乎知法令永不生，无迄个代志，没有那个师乃谤佛毁法你安尼都是毁谤佛，把那佛法都坏了那个罪过很大
那么听五呢，这个句曰这个六祖呢讲说无上呢大涅盘，无上呢就是最上，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呢加一个大，各位先涅盘加一个大就跟那个生死涅盘的涅盘不一样。大涅盘都是咱的佛性本体，那个涅盘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不生不灭，涅盘跟生相对，大涅盘就绝对，大涅盘就绝对，就是佛性一个就是无极状态，无极的状态大涅盘，所以这个无上大涅盘严明常道，它也非常的严光明，然后呢常住极就是不变之体，照就是随缘状，然后呢这个照而常极，极而常，极照同时，就是我的大涅盘，就是无上大涅盘，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本是很理想的。那么凡愚谓之死，一进入涅槃我们凡人这个愚昧以为是死掉，涅槃不是死掉了，因为死掉就是死掉不见了，涅槃可以在世现可以在呈现没出来，可以千百亿化，所以不一样的。那么悟道呢，执为断，道呢那个执着这个已经呢就断了，就以为是没有了，死掉一样。求二圣人莫以为无咒，那个求二圣的人，他认为无咒，一涅槃就无所咒。那么尽时以勤守记这个全部呢都是我们凡尘的那个凡情呢这个这个去思守计较的62件本。所以各位浅显或者今天特地呢拿一张那个62件那个见后与思后2件，所以我们把这个彻底就是了解。那彻底了解了以后，我们往知道说，人家的那个观点，他的论点对不错在哪里，比较透彻，不然我们只够不了解意思。本来呢是想说我们讲这一章见后思后那个62件，也请把那个文字打来，然后我们又有讲义可以来去我看到时间已经剩下要给各位发问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留着下来说，可以可以呢带回去看，写就已经很详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再加以解说。那有问题吗？把握15分。国道清好。这个考验他用那么小的字还不用戴眼镜。道德经故常无以观其妙，有以观其假，用常无不生不佛性，以观无的妙，常有以观恰到好处的地方，及以常无常有咒诀，非常容易了解。这边呢或学不明白为何第30馆舍太上道祖降道德经白话注解，台中天比差生以欲望咒解如下。所以我说人的心灵在清净清净连一点欲望也没有的时候，才能观察出一切万物的本来面目。如果在心中充满欲望的时候，所观察到的只是万物的外表而已，所软朗所注思只能当参考。知道然道这不一定，太上老君亲自自解。老师很有意思，这个问的又是蛮深的我们是准备说六祖坛经讲完以后呢，再讲这个道德经，道德讲完以后再讲金刚经，这样可以吗？
或许有带那个讲义过来这边先印啊，那印的讲义要给各位参考，不按照讲义算。我们用经的本文来解说，这样会比较宽广。这边呢，他已经可能有听了或讲了道德经的那个 MP3， 有听过录所以他会把那个问题出来问，说那个第一章道德经有81章，第一章的时候就讲道可道道，名可名常名，就已经在讲那个道的本体，也是都很高超了。只是我们一般呢那个注解会把那个常无欲跟常有欲他把它呢，因为古文都没有逗点记点，要自己加以那个逗点所以把老子在常有常无是天地的真理，那我们把那个欲以观其妙，欲以观其巧，我们连上去意思整个都不一样假如说呢我们说常有欲常有欲以观其巧，常无欲以观其妙。那常有欲跟常无欲变成我们人的情绪了。我们有欲望没有欲望，是不是人的情绪？常有跟常无天地的真理。所以那个逗点差一个字在常无下就逗点，常无的底下逗点亦以观其巧，亦以观其妙这样呢，就是常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跟那个常有欲逗点，常无欲逗点然后观其巧其妙，是不是差很多？差很多了变成老子所说的天地里落入你们的情绪情绪的有欲没欲那个是小事那个常无常有天天的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常有跟两个常有常无我们要了解常无时候没有形象观妙，常有的时候有形象，我们要观巧，就是巧，就是形象有刚好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老子在讲，他是把天地的元素就是常有跟常无，有就是妙那个无就是真空真空妙有就是佛性的本体，讲佛性本体不是在讲情绪了解意思吗？我们还没讲到那里这个已经这个事先问，所以我们会有一点说都都没讲的在这个或许把它念出来说感谢天恩师德，或许在美国学道德，在美国学教道德经美国人要求呢想研究伦理听到你的这个讲解有如呢矛盾开，豁然易解，甚至觉得呢错解其意窃取美国道经胡乱讲解，有美国人的难得学习精神。那么此周或许即使呢向美国道经呢更正讲解非常感谢刘讲师，或许想恳求刘讲师有机会讲解伦理孟子，事实中呢你已讲解大学中庸，何不也讲解伦理及孟子？因为如今事实呢非常重要，更何况呢能够深入浅出，并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系注解，才能契入真机。坊间很多名教授所注解的人更迷惑不解知佛经典不在文字恳请刘讲师再考虑当仁不让，一遇学者万分感激。或许都一感儒家的那个思想，为什么？因为就是没有念书然后现在在讲台上讲那个述书的都是很高那个研究，他有很多那一些典故那个或许没有念典故都不知道那个典故不知道那个精髓就讲不出来所以那个要去学的话，是去找很多那一些资料去看知道那一些典故再说。确实它有一些都是不在文字里面，像我们那个说
那个肾毒啊，肾毒啊，我们都把它解说的时候啊，你要很谨慎那个十手指、十目手势都是这样。可是那个肾毒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佛性啊，不是说人家没有看见的时候啊，那个独处的时候是在讲有一些啊，它确实是那个啊意识在原理以外，不在原理里面。那我们一般都不会这个去想到那个原理外面的还有意思，像说理人篇啊，那个理啊，就是我们那个像理的那个理，一得归理，理它的意思是意思啦，人仁慈，就是讲咱的心都要带伫个仁慈的内底啦。可是若不此人焉得智，他不是这样说嘛讲你若选迄个邻居，要去选迄个好邻居，袂使选迄个歹人的邻居啦。我讲哇糟糕了，那以后不需要搬厝。那个是讲心地啊，所以你的心地啊要做那个仁慈你没有选择仁慈来做，那你怎么有智慧呢？是那个意思啊。是不是跟那个本来世界就有点不同？是深深的进入他为什么这样讲？那个要去考背景，才会了解他讲的意思，那个都要花时间的。我们还是按照道德经以后呢，再讲那个金刚。那往后假如说大家要研究诗诗呢，会努力用功，先呢去了解然后再来说。这边说我们已经呢千口了数十那呢这个生病药啊那个药里面呢，它有那个就有一些动物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这个方便法门啊，就是不故意去杀生来补身不杀生来补身。那成药的里面它不会可能说很多的一些生灵的东西它都是有药引是一两一粒的药引在那种状态之下都可以吃的病要先治好，有身体能够修道所以要把身体这个照顾好所以那个中药西药只要是我们要治病的都可以吃。身体重要啦那个文殊菩萨呢，这个曾经这个问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在涅盘之后要禁止所有的弟子不能吃那个荤食为什么不能吃然后释迦回答说他禁止弟子不能吃的意思就是防止我们那个杀心那个心有那杀好细有没有？我们就是很容易有杀心呈现要防止我们众生就是是一种这个杀心所以规定所有弟子只要是有生灵的东西都不能吃因为在释迦牟尼佛当时他有那个五净肉可以吃就是因为那个地区很潮很热，没办法是五谷没有办法生活生命没有办法延续你命都没办法延续了，怎么修道？所以要先把命照顾好所以佛就讲说五净不为我杀不是讲为我害然后不见杀，你没看的然后呢，它有的是致死掉的那有的是就是已经呢这个残废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重点所在就是不要有那个杀心不可心只要呢我们持着一种那个慈悲心像呢这个以往那个在我们大陆的有那个山贼他到了一个村庄呢跟那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修持者讲，所以我办一道菜给你食，你若甲我食落去我规整个百姓拢无爱甲因伤害，拢当因拢会当生活都不杀害他们。可是你假如你要为了修得很好，你要维持你修得很好不吃的话，规整个人拢要掉了。一种现象就是吃不吃？吃。他就吃，他全部吃，然后吃完了以后，他就教徒弟所以你去外口去迄土挖一卡，我准备要吐啊。然后他功夫很好他吃进去的都是死的东西他吐出来都会跑，比我那个山贼伊讲我做你的徒弟以后拢唔怪事情所以你看要有那个功夫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重点要吃的话不是自己，是为了所有整个村庄的百姓。家我罪过我给你打，可是他只有那种功力可以把那个死的吃进去，活的出来。以后大家可以死的去活的出来就可以吃了。还有1分钟，有没有问题啊？请问一下，刚刚那一段观察自心所现，没有觉明身处内见，胜外法性。专求自证圣智，专求我们专心的来求证悟圣人智慧我们就是圣人，我们本身我们本那个觉就是圣人，专求自证圣智，自己证悟，证一个言字边，然后再一个那个正确那个证悟。好了，下课。各位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元旦，不学三大天使的老千大德，也感谢各位前贤给我的机会讲。那我们呢讲到这个62件，那或许有回去呢有看曾经呢把这个62件写一张讲一下，那我们呢看这一张这个62件的讲义，这个能够打出来那个字一念明落入凡尘，就是呢我们这个在礼天的时候一念无明起心动念，然后呢才落入凡尘落入凡以后还有这个身体，那么由身体产生的这个见跟思，见解呢跟那个思虑，就呢这见相出发，所以我们那个见解思虑从现象里面才产生出来。那么偏离真心佛性本体，已经呢偏离了，我们呢没有研究都不知道因为有偏离本体，所以称为迷惑就已经呢是迷惑。那么见惑呢为见解上，思惑呢为思想上，所以这个见惑跟思惑那个对象呢不同。迷离是这个离也了，事也迷了。那么见道所之理谓之见惑。我们呢要见到这道，那被这个见惑呢断掉，就见不到道。那个见到所断的理谓之见惑。那么以见惑之故呢答以这个四谛，这个四谛呢就是苦集灭道这个真理。那么其种种的这个邪见，其这个生花的那个见解不正确。那么修道断之事谓之惑。所以上面那个见惑是见道，我们呢见到被呢那一种迷惑障碍见不到道。那底下呢那个修道教跟修道要先见才能够修道。那么修道所断的事谓之思惑。所以我们了解是迷以事跟迷以理。
那离呢就是所知障，那么事啊就是烦恼障，不一样的那个内容。那么以思之故啊，作善恶之业啊，而流转于六道。因为我们已经迷惑不合真理，那不合真理呢结果我们有心讨厌，讨厌呢做出来的事就落入善恶。我们造了这个业因，那业因一成啊，我们就接受果报，这样子呢就一直六道轮回。那把这个见思而后断尽，惑跟思后这两个都把它断尽，能够呢证悟真理，出离三界，就是离开这个苦海。所以说呢这个见惑见之后是生死之因啊，见惑跟思惑这是我们生死的原因。那么先断见惑80，这个把它这个见惑能够断掉80，那么这个什么字为见到位能够呢把那个80断掉了，这个叫做见道，已经呢看见了这个道。那么一名呢得出果须陀洹，这个出果呢就已经呢这个第一个修的第一个果位须陀洹，那么称为这个入流，就是已经呢进入圣贤末流，就是我们讲说牛的那个显露的三级位然后已经有了那个呢叫须陀洹。那么次段呢思惑81品，这个见惑80断完以后呢再来断见惑1品，为修到位那个见惑是见到位，那是修到位，已经呢进入了这个修道。那么一名得阿罗汉，所以已经呢是第4果位，这个持果呢是断掉见惑80，那个持果，然后呢81品断完后就是阿罗汉第4果。正呢这个真法忍，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可以安不动。那么谓之无学，就是呢已经无华学了，到达无学的那个地位，是阿罗汉。一名呢就是落，不落入三界，已经不在三界出生了。那么底下呢就是详加研究这个80和81品的那个详细的内容，这个讲那个80跟81品。那么由迷理引起的五力识和迷事引起的五顿识延伸而成，有迷理这个道理引起来的那个五力识有5个，然后迷事引起的五顿识很顿这个延伸而成。五力识就是第一个身见，从我们的色身引起来的那个身见，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边见，边见就是两边之见，有善恶有对待，这个两边之见呢是第二个五力识的第2个那我平常也有那个断常之见，断见就是说一了，我们说一了百了，那个叫断见。当呢这个众生呢永远是当众生那个叫常见。那常见跟都不合真理，所以我也要把那个断常之见去掉。那个呢这个觉己见，就是取不合理的那个境界，那个是苦行方面的那个不合理的境界叫戒起见。那么第4个见起见这个呢就是自以为是还没有领悟所领，还没有证悟本性所证悟的那个叫做见取见，所以我们翻成这种人很多。第5个叫做邪见，邪见呢就会说没有果报应，那个是属于邪，这个五力识。那么此5项呢这个迷惑的那个性质很锐利，这5项这身见、边见、戒起见
见取见呢跟显这五个，那个惑迷惑的镜子啊很锐利，我们见到的时候被这个五个断掉，见不到。我们能够见到就是要把这五个都去掉不要它，因为很利啊，所以称为五利时。这个时就是驱使、区域之意啊，驱使我们去做去行。那么底下呢就讲那个五钝时，钝跟利相反。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始以贪、嗔、痴、慢，慢呢就是骄傲了，跟疑五个呢五钝时我们了解说那个五利时跟五时是害我们凡尘六道轮回。那么五相迷执于世间的事物而起，这五个贪嗔痴慢疑就是呢迷于这个世间的事物，然后引起来的。那么其性呢钝而难断，很钝，很难去断掉它。修道的时候呢被持卡住了，故钝时。上面呢那个五利时是见道的时候被它的障碍，那底下这个是修道的时候被它卡住了。那么五利时、五钝时呢名为本惑，根本的迷惑。我们本迷惑呢就是这五个利时、五个钝时，那么也皆名随惑。剩下的还有很多呢迷惑的那个叫随惑本惑。那么本惑是10个。88时呢是迷以四谛真理而起，是见惑88时，迷以苦集灭道那么苦集灭道那苦下呢具一切就是苦的方面呢这个10个全部都具备。那么集灭各除3，集谛呢跟灭谛除掉3个。那么道谛持2见，道谛呢没有2个那个10个里面没有2个。上界不行嗔，上界没有那个嗔，贪嗔痴慢你那个嗔气上界没有。那么集苦谛具备了五利时跟五钝时的全部。那么集谛者那个苦集灭道的集谛呢，只以业因，我们呢种业的业因。因为有业因呢才会受苦，所以业因呢没有身体故生见，在这个业因的时候没有没有身体，所以没有身见。那么无身见没有边见也没有戒取见，因为没有身体取那个苦行来修所以也没有取见，所以就减掉3个身见、边见跟戒取见。那灭呢和集谛相同。那道谛没有身见跟边见，就持2个。那我们算来呢那个苦有10个时，集有7个，灭呢也有7个，道有8个，总共呢有32时。那么32时是始于意界然后呢还要经过呢那个色界跟无色界所以上界不行嗔，没有那个嗔恨的心苦集道呢各减掉1个，那个嗔就有28时。那意界32，色界呢28，无色界28，总共呢有88。所以断掉这个10以后88时。那么接着讲那个10个81品，一品呢分成3界9谛。每谛有9品，这个3界意界、无色界，意界呢只有1谛，叫做呢五趣杂积谛。五趣就是天道、人道、畜道、道跟地狱道。这个五趣五道杂居在一起，这个叫五趣杂积谛。那色界有4谛，第一个呢叫离生喜乐谛，已经呢离开我们欲界的生死，已经呢进入喜乐，很快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在色界的初地的时候已经没有分段的生死，
断生死已经处理了，所以叫离开生死，喜乐地。那么第二地呢，是定生喜乐地，由定产生喜乐，已经有定力产生喜乐。第三呢，做离喜妙乐地，那个喜乐已经离开，进入妙乐，所以用呢更殊胜的。那么第四个呢，叫做舍念清净地，到这个第四个舍念清净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吃饭，很理想。色界有四地，无色界就是空无边处地，四边处地，无所有地，以及呢非想处地，那个无色界呢有四地。意界呢，这个五顿时，是贪嗔痴慢，四时呢为一品。意界的那个这个诗，我们就了解说，五顿时那个贪嗔痴慢，四时为一品。那么色界和无色界这个贪痴慢，三时为一品，已经没有嗔了。他断意界吃地六品得恶果，所以意界那个比较难断，那个六品比较难断。然后呢这个恶果得到呢叫做狮头含，它的名称呢叫狮头含，第二个归。那么断尽意界九品之后，就是已经呢那个恶果已经断六品，剩下三品再把它断尽了，得三果阿那含。这个阿那含呢，这已经呢是第三个果位。那剩下的八地72品时候，就是呢色界跟无色界，那个因为比较容易断了，所以72品断尽了，就正四果含。所以前面的那个欲界那9是最难。断掉那9品呢有2个果位。断掉色界无色界72品才一阿罗汉的果位。那么以既断尽之后81品，不再受生以三界，就已经不在这个三界受生了。那么另外呢，我说看到还有讲说98水冕，那个有时候在经典里面会出现，那是呢这个见惑88时，再加呢本惑人的迷惑，无力时呢跟五顿时而来，译名呢98时。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名称呢就了说原来是88再加1098时，是烦恼译名，就是烦恼不一样的名里面都是烦恼。因为呢随逐于人，会随着我们的故谓之随其体就是幽隐难知很难知道。好像呢我们睡眠的看谓之冥，随冥。70人入以三恶道，随眠的98时会随着我们人70让我们进入这个三道。那么底下呢就讲这个62经，这个各经论呢所解释的不一样。那么为都用大品的般若经、佛品和人王经天台书。这个大品般若呢，他就讲说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先呢讲这个色蕴。第一个呢就是色为常，第二个色为无常，第三个呢色为常无常，第四个呢色为非常非无常。所以这样就已经有4个。那么受想行识字印也是这样。假如说呢不省略的话，那么就讲说受是常，受为无常，受为常无常，受为非常非无常，然后再讲想，想为常，想为无常，想为常无常，想为常非无常，然后再讲行，再讲识，这样呢加起来刚好有20个，20个这个五蕴起来有这个20个见。
那么只是呢过去的五蕴呐，我们过去的五蕴所记。那么又讲现在的五蕴呐所执着。一个呢是色为有边，第二个呢是无边，第三个呢色为有边无边，第四个呢色为非边非边，然后其他的四蕴呐，也一样，就不用再念了，各位都知道知道吗？知道一样就一样合起来也是20件。那么再加未来的五蕴是首见，过去的五蕴记。现在五蕴所执，未来的五蕴呢所见。第一个色为如去，第二个色为不如去，第三个呢色为如去不如去，第四个色为非如去非不如去。那其他四蕴也一样，合起来就20件。那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加起来有60件，60件，各位知道吗？60件的6件就这样来的那么再加我们的身与神，身体呢跟我们精神为一那么身与神为异，不一样，那个异就是不一样两个见解，这样呢就是62件总共是62件，这样了解意思吗？62件的来源就是这样子。它的来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各有那个里面各有个那个见解，所以我们呢研究的话这个呢都不合于那个真理我们讲那个过去的那个五蕴先讲色是常呢还是无常？我们说色是常，色是无常全部都不对了，不实于常，也不实于无常。那异常、异无常、常非无常也都对了。这个62件全部呢都是实于不正确的不合于真理的。我们这个了解这个62件因每一个这个宗派他所解说的那个内容也都不太一样。那离不开断常有无的范围这个60年离不开断常有无这个范围。而天台宗是解释他是说这是我，离色呢而有我色为大为小我自于色中我为大色为小，色呢自于我中。那么四蕴也那么合起来有20个，立三世呢合为60，加常见跟断见是62件是五历史中的真见边见呢是所熟，他所讲的内容呢范围又比较窄那另外呢还有解说呢本节本末节末见62件呢各随说那个内容呢都不太一样。那么皆离不开呢这4句的那个4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4句，我们之前有讲过4句词还记得吗？记不记得？而且说呢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是什么状态？是有还是没有？都不是不是空，不是亦有亦空，不是非有非空，就是不可思议。之前不是有讲过吗？有没有？我们落入那个不可思议就是佛性本体，佛性的本体就可思议。讲它有不对，没有形象；讲它没有又不对，因为它有，只有含藏。含藏三而大地，含藏三而种子，含藏所以说不对，说没有不对了，说亦有亦无不对，说非有非无不对，全部对不正确。所以进入不可思不可议，不能用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论
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往后我们看到那个经典里头不可思议，就进入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进入佛性本体就是这一种状态，它都不属于我们的思想这个里面，很超然，很玄妙。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至于呢，凡尘所有的名相，名跟相都是假的，不真。我们也不要呢住在名在相之中。那么若论呢这一盘理超呢四句，那一盘的话不生不灭，那么它的真理超过这个四句所谓的一义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有边无边这个体解百回。我们那个佛性本体解回100个都不对，都不对。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让我们能够了解，就是真空妙有。佛性空之中不空有，可是有没有形象，叫真空妙有。这样了解吗？我们的佛性呢，就是真空妙有。这比较容易让我有一个概念。说呢，不是说全部不能说的了，而是说了以后，它已经有稍微偏了。那我们知道说地方所在是在哪因为我们很容易住相，不是找有呢，就是找空。那找有不对，找空也不对了。所以我们刚才中道不有不空。那个中道，所以呢，那个论内盘这个不不灭的真理离超四句。我们说是一呢，一体呢不对，说不同也不对，一义也不对。我们要了解到凡尘的这一些真理都这个又很难用我们文字来描绘。说具不具，有跟无，非有非无，常跟无常，边跟无边全部呢都离开我们佛性本体都离开，叫超过四句，然后以解回没有这个我们讲一些名相。那么四句言有言说呢，皆无实义只有言说虽然有，可是没有实际的意义，没有实际的真理在而上的62件亦实以这个四句这论也是实以那个四句。假如说呢，我们问佛说世界呢有边呢还是无边，世界有尽呢还是无尽，那佛呢都会默然不给予回答。假如说有人问世界是有边呢还是无边，都不懂。所以呢，有尽呢还是无尽也都不对。所以佛就不讲。他说我们心思放在那的话，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对我们没有实际的帮助，所以不要去研究。落入无记不要研究。那么四句子后面的后学班呢特别的写出来说四句子第一个呢就常这个常到呢这个即过去之我，现在之我，相续不实之常即堕以这个常见。那么第二个外道呢，即我今生死这一生才开始出生了，不有过去之因，所以没有过去的因。各位同学，我们这一生是在凡尘有没有过去世的因？有，绝对是有。没有的话我们就不会出生了。有因呢我们现在接受是果报。这个生是果报，所以一定有的因。那么执为无常，即堕以断见。我们呢看到这个外道，各位同学，什么叫外道？什么叫外道？我们心外取法，那个叫外道。心我们的心所以呢心外的东西那个就叫外道，在道之外。
这万象万事啊，这个大地啊，都是我们真所呈现的，都是心。那我们把它当成是外物，外面东西呀，那个就叫外道。这样有印象了吗？有没有？那么第一这个三个亦常亦无常，这个也常也无常。外道呢，以上面两句皆见有过，就是有过错了，有不对的地方。辩记我是常，身呢是无常。若尔，假如说这样的话，则离身呢即无有我。名亦常亦无常。这个是第三个。那么四个呢，非常非无常。外道记身有异故非常。这个呢不同，所以呢非常。那么呢我们这个性无异非无常。所以这个非常非无，这个呢都跟真理不相合。所以非真理之言论皆呢不起考验。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理呢经得起考验，不是真理的话呢一定会有漏洞。那么人生呢很短暂勿以有限的光阴呢，让在无意的那个见地里面稍涉及对待两边，急需呢放手。我们假如说对待了两边，有善恶完全都是对待了。有男女，有老少，有高低都是对。我们呢只要呢落入对待，就赶快放手，保持清醒的那个脑海，关照呢生的实相，返回呢这个本位。所以这一个62或者是特别把它写出来，因为我们不容易这个知道。假如说没有写出来，不容易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62见本六祖讲的，我们回到呢那个六祖坛经的这本人回来这个第71页在第71页这71页的中间，60见本妄力虚假名。那个62件全部都是虚假，是不真实的。所以呢这个六祖就讲妄力虚假名虚幻不实在的假名何为真实义？里面呢没有真实义理。那么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过量就是超过数量，不在数量里面不在呢那个限度的里面。过量已经超过所有限量。通达呢无取舍，可以通达就是呢不在两边不在呢那一种不合真理的那一种名相里面所以呢已经超越了，超越所有一切呢这个现象。所以通达无取舍，不会取舍。了解呢这个取舍就会造业。我们有取有舍就是有喜欢讨厌。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免不了会有喜欢讨厌这个呢就取舍，取舍呢就造业，造业呢就要受苦。那么已知五蕴法以及呢蕴中我能够知道这个五蕴法。先前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五蕴在凡尘都蕴积这个五蕴所以我们才落入现象。那假如说我们在生活之中都不蕴不蕴积色受想行识不蕴那不蕴呢就不会落入这个凡尘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是我们自己造的业因然后才落入凡尘。之前我们有讲说在生活中呢，假如说我们呢充满那个怨，那个已经就是在蕴积而且那个怨时间久了，程度加深了，就变恨了。会不会有？我们生活之中很容易犯到的毛病就是埋怨只要不是我们的心我们就埋怨。埋怨那个事情假如说
这个处很密时常多这种现象产生，我们的厌就会加深，就会变恨厌愤那厌愤呢，恼怒烦很耗脑生气厌愤恼怒烦，这个都有毒素啦。那我们在生活中在酝酿出一些毒素，各位先生以后会变什么？对，就会变毒蛇，好不好？不好不要说以后变毒蛇，不要说我们生活之中呢充满那个厌愤恼怒烦，是不是周遭的人都会赶快避开，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像在避开毒蛇一样，很像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不要有厌愤恼怒烦不要讲这个五蕴法，不要蕴积那我们呢这个心都很开朗很正面的，很快乐的在生活，是不是周遭人都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培养时时刻刻我们都是心地光明心里很清净，这样的话呢生活就已经呢是进天堂，在天堂的那一种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呢，完成了这个五蕴法我们呢就研究真理以后就不要再酝酿让我们落入凡尘，以及呢蕴中我在蕴这个我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蕴中的我，各位先生，蕴中的我是谁？不是有一直在万方下一念不生吗？有没有？那个万年方下一念不生那个就是外面的五这一些五蕴法，我们都把它放下。放下的时候一念不生蕴中我会不会呈现？会，就会呈现，对不对？所以那个呢，知道那个蕴中的我。那么外现呢众色相，外面显现有形有相的很多。那么一生相有多的这个因生相都会呈现因为有我才呈现众色相，然后呢才这个呈现因生相都会有这个呈现出来。那么平等如梦，这一些众色相，这一些呢因相，它是平等，可是呢它都是梦，不实在的是因缘际会才有眼际则生的三九美，平等如梦幻。然后我们不起还圣见就是不起分别大没有凡人，没有圣人，不起那个还圣见。所以就是要透彻的认识真理，才能容易到达。不然我们那个分别心都很强烈，那分别心很强烈害到谁？害到我们自己他因为佛他是证悟平等分别，所以成佛了。那我们众生因为分别的太厉害，所以成为众生。只要我们把这个分别心去掉，所以佛在看我们众生都是佛了。可是我们看是佛，众生是众生，很鲜明对比，对不对？不会是一样那为什么看我们众生佛？因为不管我们在凡尘现象是前有地位，还是没有地位，这一些佛看起来都是我所造的那个业因这个下来的果报所以只要我们把那些果报因果已经用掉了，又恢复到本来，那本来跟佛就没有两样，都是一样的。所以佛看我们都是这个都是平等同体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看得这么透彻。有钱有地位我们就会仰望，然后呢那个街民流浪汉就瞧不起就很难的产生这个现象。那了解说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都是果报。有钱有地位是福报那个当呢街民流浪，就是因为
他这个做一些不善的一些事啊，形成果报，就呈现了那好的那个相出来。那我们了解这个都是接受果报的现象，它都是短的，不是永远。只要我们心境一改变了，做法改变了，自然呢果报呈现了变了，都不固定的。所以我们是要了解到，凡尘一切相均幻不实在。只要都不住相的，能够离相，就进入境。所以离相啊，就叫佛了。不是有4个字吗？离相名佛，有没有？我们把它记得，说呢要离开形象，就已经是进入佛了。离相就进入佛性，一进入佛性了，就跟佛了。离相名佛。那离开形象啊，烦恼。我们烦恼都是住相。不咒呢涅盘解，不起还生也。不咒啊涅盘解，我们呢没有分别心，那也不这个涅盘解，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涅盘啊是针对着这个我们生死来说了，因为有生死，在凡人有生死，所以才要呢涅盘。那说生死没有，涅盘也就不用了。所以那个张轴的道记不是讲生死涅盘等空法，还记得吗？就是生死跟涅都是空中的话，不实的啦，都是呢这个虚幻不实。那么两边呢三际断，两边啊就是就是呢男女，就是呢老少，高低那个两边，我们两边呢要断掉。到三际呀，各位先生，三际是什么？过去、现在、未，叫做三际。然后我们呢不要有去心，也不要有现在心，不要有未来心。我们三心都没有，三世就说我们不具。那我们有三心，被三世摄受，被三世摄受，我们就六道人。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不会认为那个三心是那么严重也不严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是讲起心动念，对不对？起心动念就是造业，就是已经过错了。有没有比较深体会？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很容易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业因已经形成，我们就是要接受果报。那我们不要起心动念业不造。业不造的话，我们每世的那个因果它不会这个让我们去接受果报。所以不起心动念很重要。那这一边呢就是要有三心很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了解到有三心，有过去心，有现在心，有未来心。过去心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怎么拉都拉不回来。未来心呢还没到，我们怎么策划都没有呈现。现在心不住，说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不住。那我们了解说原来呢我们心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时时刻刻呈现因为我们都是用，所以才被三世摄受。听得懂吗？摄受把它起三世感起。那三世既然都把我们摄受了，我们就有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三世摄受我们不住，居然没掉，居然没丢不着，我们吸不到，那我们就可以超出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途中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有心。尤其呢我们年岁大了这个过去心很强烈。年岁大了以后就会一直生活在那一种年轻时候那一种时光里面。年轻的时候有比较呢回忆值得回忆的那一些过程
它都会住在那个界，所以那个气心就很浓厚了，所以已经被过去世了，已经摄受了，已走入轮回。我们研究真理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不起心动念，可以做到的，不生三心，可不做到？是比较一点心是不是要很清醒的头脑？很清醒的头脑的时候啊，不起心动念，然后没有三心，都能够懂，对不对？这个不是很困难，看我们有没有那个坚定要去做。只要有坚定的心呢，一定就可以做到。然后我们做到了以后就可以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它一进入到以后就很容易可以回本位都是我们到理天的，都回到故家乡。那假如说我们不肯努力做，那我们就流浪在凡尘，就要受苦了。苦不苦啊？这些人对苦还体验得不深了。这个年岁大的对那个苦会体验深刻。尤其经过物质很缺乏的年代，那个才真的是很苦。现在物质都很富裕了，所以不会觉得什么。两边三际断，吃跟用，我们没有两边，没有三际，然后呢，常应着吃跟用，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让它用，让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产生功能用，而不起用想，已经呢都应用了，可是不起用想，这个呢就是了解到已经呢是该如何就如何，没有呢说我可以怎么样，那个我可以怎么样有能手了。之前我们讲四相的时候不是讲得很透彻吗？有没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然后呢说我眼睛我能看，能看的就是相然后一定手看，手看的就是人相。那手看的差别重就是很多，不是只有看一眼就好，很多那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看叫寿者相。这样呢有手就有四相那我们那个呢起用想的时候就是有四相，了解吗？然后我们不起用想，没有用想没有说在应用我能够用，这样的话没有能手能手双泯的就是佛性来应对，这样的意思吗？分别一切法不起别想，这个分别一切法就是了分别我们对什么样的不管是形象或是事情，我们都了分别，了分别那个叫分别一切法。我们凡尘的一切都了分别，不是这边的分别分别一切法不是分别心，而是了解那个相跟事的内容，那个叫分别，只要了分别会比较我们会比较分得开，跟分别心会分得开。可是呢不讲分别想，分别想呢就落入我们喜欢讨厌这样懂意思吗？没关系，这个录下以后呢各位反复可以听，不是一次就能够解了，这个一定都是要学一段时间呢我们才会懂这个时候不懂是些话，当以后我们懂了还是知一些话一样的话，可是要等到一段时间不懂是不懂，各看那都不懂等到懂的时候为了拢赶快都一样的话没有说讲不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你能够反复的一直在熏习听这样的话呢会促成
你那个本性之中的那个般若妙智慧，啊，般若妙智慧真了以后啊，拢怎样？都已经透彻了，都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分别一切不起别想，没有那个分别想。劫佛到海底啊，风虎三相急，这个是说世界末日了。这个灾难啊，一到达了，整个天地啊要毁灭的时候，这种状态，劫佛烧海底，劫那个灾难灾劫，把呢凡尘所有万象已经烧坏了，烧到海水，海水散了，烧到海底，灾难大不大？很大，所以是世界末日。那风山相急啊，那个风啊，怎么看呢？它可以把整座山吹动，吹两座山互相挤啊，大不大？不可想象啊！两座山被风吹得相撞，风骨山崖，是不是大灾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人类都不在了，天地已经混沌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言会啊，它有开天辟地，然后降人，然后经过呢万年的那个延续啊，现在要收人、收天、收地，混沌，再重开天地，下一个言会。那我们没有修正说有啊，有求道，可是都没修，这个叫种子不灭，种子啊。那下一个言会的时候啊，谁要来完成？花宴再来是最理想，可是那个时候啊，因为都还没有众生啊都还没有，所以这一些有求道的就被推到凡尘来，到凡尘来受生啊，在凡尘经过呢，我们要了解说七佛来治理凡尘，然后后面三佛就来收业。那经过那个七佛治成的时候啊，只要你能够领悟啊，回到本位，你就可以回去了。可是到达三佛收业那就不行了，一定要祖师受记。一代的祖师啊，领了天祖师受记，我才可以回到本位。这样了解意思吗？想不想这个有成就回去啊？还是等到我们不是都听那个南极老先生时常介绍的时候都讲，是我造以来，这个地球已经混沌几次了？7次了。我们看几次？我们连1次也没看到那我们是可以站在那个南极老仙翁的边，说老仙翁，我要看第1次，看不看啊？看的话要努力，使自己的佛性呢恢复光明，这样呢又能够超越呢这现象，就可以可以来扶持整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到这个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平稳？就是很多已经证的在扶持以及在保护让居住的环境，所以会过得很。各位就了解宇宙之间一个星球的那一种这个晃动是不是很厉害？有看过天文我们地球也是一颗星球对不对？天文那么多居住在上面，要不要有人在扶持？都是修正者在扶持，修正者要我们都能够平平安。所以只要一点点你看那个1点几的地震我们是不是快受不了？咱看到别一个星球它不是7点几的那个地震，它是整个星球都在，整个星球都在晃动人怎么住？坏掉了。甚至会星球跟星球相挤就粉碎了，对不对？所以我看那个天文我们真的是要很庆幸，这么安稳住在星球上面，感不感恩啊？所以我们研究以后就知道说不容易呈现这么稳定的现象都很不容易，要把握时机出生去不修，真可惜各
可不可惜？很多人都要贪那个凡尘的一些享受，那个都很短暂的，不要去贪那一些享受，都会造业。苦呢无量无边，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缘会它也会有过去的时候，有那个呢结火烧海底，风鼓山像那时候绝对没办法住了，都没掉。灾难已经呢呈现，连海水都烧干了，大地烧得都什么都没有，就已经呢混沌。真常极灭乐，大的灾难我们走入真常，可以走入极灭，真就是不假，那凡尘现象都是假，只要落入现象都不真都是假，所以我们走入真，真呢就是佛性本体才叫真我们要了解真，然后常住真常，我们佛性是常住的，没有来去没有生死佛性没有，身体有，佛性没有。可以想想，佛性有没有生死它没有，它是常，是真的不变，它是常住的。那我这个身体的现象是自己一念妄，然后呢才落入这个凡尘。一落入凡尘以后我们又迷惑。本来落入凡尘的因一念妄动而已，一念妄动那个业好像我们现在讲说都欠人1块啦，这也少，是不是很？然后我们要还，对不对？既然有欠人，就要还那我们来还的1块是还去不过这声还大条还1块欠差不多1万1万要过来还咧，要即摆来还1万的时阵这声袂得了，已经1000万爱还咧，这1000万过来还我那个还了，不过这声欠几来亿越来越去还咧。不是爱害啦，赖皮不爱干。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凡尘本来是一点那个过错，点点的还好嘛，就可以恢复了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所造下来的已经100倍在我们原来的那么一点。一次100倍，一次100倍到坏，已经还不起了还不起看吗？是不是变赖皮了？一之间容不得你赖皮所以我们还有那一句话这个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然自受，有没有？只要因缘的会意你都要接受果报，所以赖不掉的，那我们就不用赖。在心里面告诉自己，我欠多少，我欠不还，没有那个决心我们要了解，假如没有这个决心那一些债主会很紧张，他会赶快来讨，讨的时候我们会受不了了。你看规工拢直接给你讨钱是不是厉害？就会受不了，对不对？所以你跟他表明，你跟债主，我欠你多少，绝对还。债主是不是放心了？绝对还你，再怎么辛苦我都绝对还你。这样债主他就放心了，他不会急着。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只要你有这个经的这个心那个遭遇就很缓和。缓和的时候是还起来就很容易的。越还就越少越轻的，对不对？就晚了就可以还完的。所以都是在心只要心决定是坚性的，绝对还。所以我们了解到在我们性问之中全部都是光，没有黑暗是我落入凡尘有身体后才黑暗呈现。我们那个念头一来不好的念头，负面的那个就是黑暗。我们要了解到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认识不够哦，以为呢说哦不用这个努力呀，可以有代价，那个心呢就下流，结果造下来的业呀，自己要去承受，所以不要说再凡尘人家的钱，然后呢高兴的再走，那不用高兴了，一定呢要还。还之前还要先到受苦，纵然没有受到凡尘劳役的那一种辛苦啊，地府一定要去受，地府受完了以后出来再还债，拿人家多少就是要还多少，没那个侥幸的啦，没那个绝对因果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人怎么会每况愈下？就是不仅不研究真理，然后呢，孤安解脱过日子，就想说那骗都没敢骗，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害苦自己啦。本来那都不用去三恶道，你看那些要不要去？要不要去？绝对要去。骗人的钱，害人这个家破人亡，没有罪过吗？绝对有，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会转世当畜生？畜生的那个灵跟我们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畜生也是众生众缘积聚而见的生，它也是众生。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外壳那么不理想？就是因为它背离违背，所以我们看那个众生是不是都是的？人头顶天脚地的，你看人精生有法度头顶天脚地的，都有那个畜生都是横的，背朝着天，背天违背天理，当畜生的都是违天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形象一出来也是要去了掉你把那个手造一些违生理的，全部呢都了掉了，你又可以恢复人的身体了。所以我们有人的身体就是要好好把握，让我们那个人格那个性很清高，才可以进入圣贤的行列。一定要自我要求了，这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呢，自我要求，就是人品要提高，要跟佛一样，不能跟畜生一样。所以以前这个老一辈的，或许那个朝代在骂人那个最严话，什么话？你在精神有没有？那个就是最严重的话，已经没有人的人格了，就已经是畜生。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我们人是很可贵的，顶天立地天地人才之一，本来跟天地是一样大的，要代替天的不足。天生地养，未讲为很难讲，靠我们人来讲要代天宣化。可是我们现在人在讲的话，就觉得说，10句内底9句教都免讲，为什么？多个真理所以那个都不用讲都没用。有没有感觉？我们现在凡人讲的真的是不用讲了。所以有时候你这个坐车坐久一点的车，旁边在讲手机，你所以去注意它的内容这10句内有11句都免讲，有还未讲出来，在底下闹电时，咱嘛已经看到讲迄句要讲啥，迄句嘛免讲，都没用啦，浪费精神，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迄都要拿钱所以都是浪费。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走入真理世界，要求自己走入真理世界，那个无关紧要事就不要自己的性命大事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呢，宁可生前往死路，莫待死时后为止。对，我们生前往死路。各位先生，我们一口气不来，要给他倒，都不知我们不是要回礼天吗？回真理的
那个世界，到都不想回去啊。凡尘不要贪恋，这个凡尘这个都是让我们受苦的。从自己本身呢，先走入真理世界，引导所有我们亲朋好友也一样走入呢真理世界。所以呢，珍藏极乐，那个极就是如如不动，极则无声没有声音，佛性本体没有如如。所以或者都一直在讲，说我们那个这个佛性它是很宽广的。充满整个一个空间，然后呢，如如不动，不是用那个照相机来比喻嘛，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时候玩过那个相机你在按快门的那个一刹那镜头一晃动洗出来相片是不是模糊不清？都模糊不清嘛那假如说我们用这个原理拿到我们身上来，佛性也是在玄关，那我们整个人都时时刻刻在动。他看到的景象是不是一样模糊不清？对不对？以那个原理来讲可是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为什么能够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佛性是如如不动，动的是身体佛性没有动，所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够回光返照。说原来我的佛性是这么的宽广，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如如不动，所以那个叫极。珍藏极灭乐，灭就是灭所有的烦恼，灭掉所有形象，灭掉所有一切不如意的，回到本体回来，极灭。所以所有生灭都已经没有了，才能够进入极灭。所以珍藏极灭乐，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有没有印象的所以或许因为剩太多了这个礼拜没有再烧200套，因为后面还剩下很多，所以导致把那个 MP3多烧一点，就是会听的听的 MP3多烧一点，从第1到第9，然后呢第10到第20才被烧第2片。那我们今年是讲到17嘛这一次15嘛对不对？第15我们已经上15次了，再2次我们就要过年了，对不对？所以要等到明年再3次20的时候才烧第2片，那个量很大那个 MP3 的容大，你一片就可以听很久，所以只要有空就可以听，有时间可以看看那个 DVD 因为北部现在这个时间比较是我们这边在讲，可是听的人北部比我们这边热烈。他那个一拿 DVD 说一下子要5套，我要10套，这样呢看看这边怎么还在反复看反复听，绝对会了解那个不是很深最怕就是我们不肯用心，不肯用心就进不去，佛性就进不去。我们只要能够进得去了，那个欢喜充满，整个天地都是我，就是整体，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呢，我们要自己这个发心追求，涅盘相如是。六祖呢就讲说涅盘不生不灭那一种字就是这样涅盘相如是。五经呢强言说，六祖说勉强讲的所以要了解说呢，因为这个道本无言，它非言呢不显没有用语这个道出来，所以呢要讲那借着这一些讲，我们就可以进入最理想的爱。那么炼炉邪见这个意思跟那个自道讲说例如邪见那个不正确的见解呢，都把它掉。那么如物随缘解，不要呢随这个语言
我们要记真理啊，不要住在语言相，语言也是相哈，不要住。如物呢随缘觉，习如啊少，不随缘来这个住在缘里的话，走入真理，它真的就是已经可以进入了已经可以进入佛性了。那么知道呢闻记啊大悟，踊跃咒理啊对这个是讲知道部分。那么底下呢就讲这行思禅师，生呢吉安这个吉州安城刘氏，闻呢潮汐啊法性化，就是六祖这边呢很多人啊都在这个六祖讲经所来这边呢学到法性生化。这个呢近来参礼都持戒来断六祖。那么顺曰：当何守物即不落这个阶级？要怎么样来行持才不会落入阶级？要怎么样行持才没有分别心啊？这样了解意思吗？他的那个根器很好直接呢就讲到那个重所在说要怎么样才可以不落入分别心没有那个阶级。那么六祖就问他说：曾呢做什么来？你曾经呢做什么？然后呢行思禅师呢就回答：说亦不为最高的那个圣地他也不有为去做的，是不落入那一种的分别心里面去行持所以呢说圣为。这个很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呢，都会有那一种我学的一定高，有没有？没有啊。那么学了要做什么？学了不会比别人强的话，那我们要学。我们学了以后会不会比别人强？不会啊。那学的拢会比人较强就免学啊，对不？一定会只是在那一种我们学了以后是知道呢是恢复到本来而已啦，不骄傲就可以那一定是别人强，别人没有学我学，是不是可以比别人强？是一定的这个是一定的道理。然后我们可以引导别人也跟我们一样学，对不对？这样就是正确的方法。不会说学了拢无比人较高，那就努力学就是要进入我们真不昧的佛性。要进入就是想成佛，想成佛就想度化众生，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使自己那个认识那个知见能够正确。那正确以后呢，我们的行为正确。行为正确的话，我们可以引导众生呢一样都跟我们呢走同样的道都可以成就道可以成仙做佛。那么诗曰：落何极说是亦不为全部都没有分别心。那么落入什么阶级？这个反问六祖就反问就说：圣地呢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就是都没有那个分别心，都没有阶级的那六祖生气之，就是呢他已经平常都是在学他已经到目标了，这样懂意思吗？他已经可以在生活之中呢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都呈现，这个到达了那个行为已经到达。所以六祖呢就很看重他，生气之令师所重，就是呢要这个禅师当呢那个众人的那个头啦，就是教导众人，这样了解吗？不知道意思？所以那个令呢这个行师呢所重是引导大家、教导大家啦这个师谓曰：有一天主就跟行师讲，说汝当呢分化一方，无令断绝说你要这个担当教化一方一个地方所在
是要到一个没有开发没有很兴盛的那个修道的地方啊，你去那边去分教法，悟令呢断绝，不要这个顿教法门啊断绝了。那么失去得法，遂回呢衢州啊青岩山弘法烧，他就呢回去烧这个把那个法能够呢让它呢宽广的推广开来。这个行思禅师这一段是比较因为他因太格所以比较不容易得到我们呢学到。那么接下来这个怀让禅师啊，荆州杜氏职业嵩山呢国师，是去呢拜这个惠安国师啊，一个坦然两个人去拜这个惠安国师。然后呢，这个坦然就问惠安国师，什么是祖师的心意呀？然后惠安国师跟他说，何不问自己意？他说什么是自己意？自己的意不要去问那个祖师的西来意。他跟他讲他的那个就是秘，我们那个佛性里面那个秘密，那个秘密的所在。所以这个坦然还可以就是在那个惠安国师那边的学习。可是那个怀让禅师他就简不契合因为坦然他有办法接受惠安国师那个教导方法，那个呢怀让没办法接受，惠安国师呢就这个怀让禅师去呢抄西去拜六祖。怀让呢到的时候就礼拜，六祖呢问他生出来你哪地方来？然后呢怀让就回答嵩山。六祖我要问这个问里面这个什么物怎么来这个就是禅机的语言就是佛性是什么样的东西佛性怎么样到这里来？什么物人来？懂意思吗？各位浅显懂不懂意思？佛性是什么东西怎么到这里？假如说这个有这个善知识问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回答？什么物怎么来？回答。各位浅显，怀让禅师听到六祖这样问他他没有办法回答，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佛性怎么到这里来，所以他就回去了。这边写的是马上有答案，可是那个武慧眼跟那个景德传灯录里面的记载不是这样。他回去很努力的把所有万象都来跟佛性相较，说佛性是不是这个？不是，不是的，再拿别的再拿来这个也不是。经过多久？8年他把所有凡尘万物都拿来跟佛性比之，所以底下才有说是一物即不中我们一看好像说马上回答，可是不那样，是经过8年。不会你各位浅显讲，说我们对个答案了解，追求的时间可以延续多久？8天，8个小时。我们大概经过8个小时8天大概就放弃了，对不对？他延续到8年，把所有东西都拿来跟佛性比，不对，所以那个说是一物不中是经过8年的时间体会出来。我们有心吗？分开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古时候的这个做学问真的很专注，很专注。经过8年，他已经体会出来后就来见主，说我已经有一个体会的地方所在。六祖说好，你看，他说是一物即不中，您说有那么一点味道了
就问他还可修正否？哦，那个怀让禅师说：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六祖一听说啊，可就是已经这个答案出来了，就跟他讲说：即此不染污啊，是知佛是守护念，如意如是呢，无亦如。讲安尼我嘛安尼啦，我拢跟你赶快，所以那个叫应可。了解说，收是一物不中，是经过8年的那个时间啊，一个一个体会。哦，看看你说我佛性多啊，唔是，我佛性像你讲点，唔是。哦，什么物件拢甲摕来比8年，都不懂。真的万物啊，都被他比了，都不是。收是一物不中，所以最近很有力道。哦。所以只问他说还可修正否？哦，然后怀讲修正啊即不无，污啊即不得。好，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呢佛性啊把它染污染不得，你袂污。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形象，你染不得了，你袂丢，是吗？所以染污即不得。所以佛性呢就是要认识。然后我们修正呢，就是习惯性那个习性跟佛已经不同了，溜得太久很多佛性没有的东西啊，我们性都呈现了。那个修正即不无啊，就把那一些佛性本来没有的东西啊去掉不要有那个佛性本来没有的东西啊，那就不要有去掉它。然后呢，佛性所有的让它全部呢都回来这样呢就正确。所以呢说呢，修正啊即不无，染污啊即不得。然后六祖就跟他讲，执此不染污啊，是知佛之守护念。这个呢佛性本体没有办法把它染污的。所有佛呢，他守护念呢就是这个既如是呢，无亦如是你安尼要赶快。所以就应可然后底下呢就讲说西天般若多罗刹如直下呢是一马驹啊，踏煞呢天下人应在汝心不惜呢述说。西天般若多罗刹就是西方第27的那个祖师啦，就是那个大祖师在第27代那个祖师。他呢有讲这个句语啊，说呢那个怀让的那个徒弟啊，有一个姓马，叫七祖啦，马道一啊。各个那个典故没有？就是这个主啊在打坐了，然后这个怀让都拿一砖头去那个那个马道一那个前面打坐的前去磨，然后呢那个这个马祖就问怀南师说：“大师你做你磨那要做啥？”他讲我要做镜，磨砖镜，故就是这里啊，就从这里出来的砖啊磨做镜然后马祖就说：“砖啊哪有法度镜？”然后怀让就讲说：“我磨砖没有办法成镜，你打坐够成佛吗？”就是这样啦，就是说他打坐呢不能够成佛，所以道在心，在坐也，不在坐，就是呢，讲这个。那么怀让呢，豁然气慧，岁子啊，左右15载，在呢六祖旁边，15年，日臻呢，这个玄奥，后往呢，南岳大禅禅宗。这个怀让力也很多，在那个时候很兴盛啊。那么接着这个永嘉学这个禅师，这个玄觉禅师，温州呢代是指少习经论，是呢很轻的时候就已经学经跟论。经呢天台止观法门，很精通呢天台的那个止观法门。因看呢这个维摩经这个花明心地，看呢这个维摩经，了解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花明心地，
那么我师呢，弟子啊，玄策相仿，我然之间，那个六祖的徒弟啊，玄策啊，来这个访道。那么以其这个祭坛讲得很投机啊，讲得很激烈。我一句你一句安尼安尼讲个足投机的，叫做祭坛。有没有遇到这一种朋友啊？很谈得来啊，拢袂讲安尼有一番种个心口不一的地方啊，都是能够从心里面这个讲出来都是这个叫做慧甘蓝相照，心肝相会相讲的拢是个话啊，讲两个拢做投机。有没有遇到这一种朋友啊？好像都没有。这个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人有那一种味道所以我们就了解那个谈就是能够谈得很投机。那么痴言呢，暗合知足，讲出来的话呢，都跟这赖祖说在讲的都一样。策云这个玄策呢就讲，仁者得法师谁？得到佛法，然后老师是谁呢？这个永嘉呢玄解说，我听呢等经论各有神，就是他看的那个方等经论，就是大乘佛法。那么或以维摩经悟佛心中，后来呢在维摩经呢领悟佛的那个以心传的那个宗旨，未有证明者，没有这个证还没有印可，那么这个玄策呢就讲说，威音王以前即得，就是呢积佛自己完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得到这个道了，领悟了，就可以归本位了。那么威音以后就是三佛开始收言，无师自悟尽是天然道。那个呢，你没有那个受记那个都不承认上天都不承认。然后呢，这个玄觉就讲，都验的为我证据，无你搞印可啦。然后玄策就讲，说我言亲就是讲到那个身份地位啦。我言亲潮汐有六大师，在潮汐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呢这个受法者，就是呢一个祖师做呢那个上天那个天命要呢度化众生。若欲则与学习，你若提我跟你来，这个都是很好的那一种朋友。玄觉遂同玄策来参，是来拜六祖。那么老师三杂正席而，因为这个玄觉永嘉大师他长得很高大，他又很英俊，然后修得好，他看到六祖的那个形象，他都一粒仔囝然后又外表看起来又不怎么样，所以他就瞧不起那个六所以呢，这个老师三杂正席而立禅堂，他就徛了。六祖就说话了说服沙门者就在讲那个这个玄觉沙门者，沙门就是勤习勤修戒定慧习昧贪痴做沙门勤习翻成中文叫做勤就是真骨力习就是习昧勤修戒定慧习昧贪痴勤习。记呢3000威仪8细行就是呢玄觉已经呢有3000威仪8万细行。那个3000威仪就是穿一头理光了，一穿袈裟就是要接那个戒律250个戒，能850个那个戒就是你在礼法的袈裟就要遵守。然后呢行至奏行至奏250乘以奏这样多少？1000对不对？1000。然后呢，我们那个持戒里面
有舍利界、摄善界、饶益众生界，对吧？好，再乘以3，乘多少？3000。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3000威仪啊，就是这样来的。然后那个8万细行啊，就是呢从这个3000威仪，然后呢来乘以啊我们的身口意。身跟口，身呢就是杀盗淫，口呢恶旷言绮语两舌，就有7个了。3、7、21啊，就2万1。2万1。然后呢，对那个贪嗔痴它是很重的，所以各有2万1啊。这样加起来就8万4。8万4把那个8万剩下那个谁就不讲，就讲8万。3000威仪8万细行。经啊、言觉啊都具备，业有3威仪8万细行。然后六祖就讲说大自何方而来？六祖称呢那个贤者是大德。六下来为何生傲慢？就是骄傲了，傲慢就是我相很强，有那个骄傲。这个玄觉啊，回答说无法度跟你讲这啦，迄拢小事啦，我的生死无常性，这较重要啦。所以那个这个生大我慢不大我慢，那可以撇在一边啦，我的生死大事重要。无常性数啊，加紧，有一天呢，一口气就不来了。无常会抓我了，这个才是重要的。然后六祖呢，就跟他讲说：何不体其无生，了无是夫？你为什么不这个来这个体会到无生？体呀，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呀，本来就是没有生，没有生。你接受，你去取的本体，你取这个本体了以后啊，就可以脱离那个生死四大，不会再落入生死。然后呢，了就无数。现在呢，无常很迅速嘛，我们落入凡尘生活很快啊，一转眼一生就过去了。这个无常很快，这个是住在相了这些相，就没有快不快，就无数，了就无数，这样懂意思吗？懂意思？所以我们体其无生，了即无数。我们呢，万年放下，一念不死的时候啊，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就呈现，然后我们就认取这一个我们本来面目，我们认取这一个本来面目，把它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啊，它会有般若妙智慧，是从佛性体啊生发的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啊，我们来完成的万事万物都不会造业，所以那个是最理想。所以那个体取无生，这样会不会体取无生啊？会不会？要自己努力呀。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呢去吸取，去取那个本体。那我们本体一进入了，它是无生，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生灭那个性无常啊，就离我远去了，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没有启发佛性啊，我们呢会被业把我们推，咱有业把咱业把咱塞的现象，那我们在受苦。那我们已经够呢体会到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把整个佛性呢能够呢扩充整个宇宙虚空，这样状态之下我们就不接受那一种无常，那个无常的机制给咱了。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去启发佛性，把它培养，然后我们一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就被业业把咱杀，把咱杀去倒，咱就去倒了。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业力会推着我们，所以只要在生活之中呢，各位体会什么叫业？业力是什么
什么样的情形啊？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体会，就是我们不喜欢去遇到的事情，偏偏呢就遇到了，有没有这个现象？很不喜欢去处理的事情，偏偏都是遇到，有没有？那个叫业力现前了，业力已经呈现在眼前，要不要处理？就是要处理，你不处理一定要处理，那个叫做业力。那我们已经在生活之中已经启发佛性了，佛性已经两根虚空合成一体了。这个时候我们不用接受那个业力的推促，一个人上袂行了，这样知道吗？一方面呢，我们不造业，一方面我们了业，所以那个业力它不会推促的我们，这个才重点所在。不然我们说业力一推了，推你到哪里，你就在哪里现象。推去天道了，在天在那个天堂，然后推你到那个乐道去在地狱里面，都被业力这个在无形的那个背后在推，所以我们要启发佛性，然后把佛性能够跟虚空合成一体，这样的话就很理想了。然后贤觉问那个六祖说：体即无生，了无数。体不生不灭的佛本体即无生，然后了了已经了掉所有的这个凡尘的一项了，就本无数了本无数。那我们刚好讲到这边了，剩下15分钟，15分钟是要给这个各位这个问题的所以底下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因为玄觉有写这个正歌所以我们在讲玄觉这一段就要讲他的那个正道歌。我们还没花还没，那下个礼拜再花，还是要先带回去看。要带回看的话我们可以请这边的那个讲师把它发给大家。这个已经印了蛮久了我们本来说很早会讲到，结果这一个礼拜都没有说。有问题吗？好，请说。就是他重听我来听我们这个课。重听这个重点所在是他的心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重听，当然的那个背景原因那重听的比较注重他能够听得到的那一些话。那我们使他所听到的都是正面的，都是好的，鼓励他向上的那一些话让他能够就是知道的不要多了，要很专注。很专注他心只要是都专一的状态之下，会进入比较殊胜的那个境界。那有那个殊胜的境界他自己会体会。他体会以后有一些是不用语不用听的所以我们中国的禅宗他也不重视语言文字他重视就是实际的去行持。所以实际的行持都不用讲话，这样才符合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就有规范了。像将经的第1分的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那个就是我们持的最高程度了。我们能够做在日常生活之中，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就已经成就了。所以那个重听起啦。就是要他能够体会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能够全心全意集中在佛性，这样那个修快。好，请说。化学这边有美国浅显要问的3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说，做深呼吸脑袋除了做几下
即很专心的听刘讲师讲课，或磕头或唱上歌，没有思维杂念，是否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呢？那脑袋老是跑出来万缘放，一念不生这几字或声音，便是一念，不算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是吗？好，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一念来止万念，所以有时候在我们体会的时候，说万都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自己会有那个万念放下，一念真的那一种念头的，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正确的。你这一个念来除掉所有的念，你的念只有这一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只有这一个。这个呢，你要让它的时间久了以后是不是这一个也要放下了？就不用自然而然就有了，对不对？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要保持说，我现在要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然后真正的一直实际去做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了，连这个念头也不要有了，很熟悉就不用有，对不对？那个就已经到达目标了。那第二个问题山河大地皆是精佛性的呈现，是不是因为能觉加所觉之故？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它整个这个大地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呈现的，而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佛性里面我们都有讲说呢，这个本身就是如来，然后呢，如来含藏，如来本身性分之中它含藏万事万物都在我们佛性之中。那个不能落入说能觉跟所觉能觉所觉是我们完成有现象以后来呈现的。那我们现在呢是要把能所全部泯灭，没有能所，没有能所进入我们如来性分。那如来性分里面它就讲说虚空无相，我们那个如来好像虚空一样无相，不拒绝诸相非。他不去遏制所有的万象生花。那我们要了解说，万象的生花是从如来藏本身生花出来，然后万象是假象，它不久又会还灭呢回到那个性分如来藏回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没有能觉也没有所觉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呢，我们就是要心跟境一读得懂吗？就是心跟境合在一起，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境，心境读，不换思维，我们不要去想不换思维，然后积岁月，我们累积那个岁月就是心要久一点我们要累积积之岁月而不息哀谓之有也，懂意思吗？心境一读，不换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全部一定心开，一开就会了解到万象万事都是我的真心佛性。那第三个问题请刘讲师举实例说如何解六劫。六劫这各位对六劫有印象吗？我们本来是极昧，可是我们把极昧变成生昧这个第一个劫就是我起心动念把极昧生昧。第二个劫就是把真空变完空第二个劫。然后第三个劫本来我们那个是很灵敏的，没有能手了很灵敏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一落入现象以后一落入现象结果我们有能觉所觉就不忘。第三个劫。第四个劫是我们的六根本来都现本体生花了。我们现在一落入凡尘，六根有六根的自见，他自己想当家，所以那个是第四个劫。第五个劫就是我们的对凡尘的所有这样
和万象哎都会它呢当成是外面我们心外面，所以那个地的第六就始于动静，动静两个结就是我们最后升起的，所以从那个极昧到达这个动静，所以在讲那个耳根圆通的时候就会讲说我们要恢复把那个六个解除就是要了解真理，真理了解以后，所有凡尘的动静那一些都是我们佛性的呈现。可是我们现在把外面的动静认为是佛性之物，不是我佛性里面的事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打开那个动静的结。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打开呢？我们做耳根圆通所以那个我们开始讲那个讲义的时候听不懂后来就不讲讲义了，直接就讲了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修持法。没有讲的时候就教我们怎么做了，有没有？没有的话拿回去看 DVD 里讲得很详细里面都有交代怎么做。所以呢，我们从我们那个耳根圆解开这6个结解开6个结就是开始出于稳中入流就是把那个能手全去掉，能手去掉以后我可以这个进入到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然呢就很透彻的知道了了不明，可是呢心中不产生动静所以那个解开这2个结那个很重要的，因为这2个假如说解开以后那个根觉空昧那到达那个极昧的状态是一个就可以恢复所以我们先呢就是要从圆通做，因为平常每一根都可以可是不容易有功效呈现。那用根的话，因为我们可以就是最粗浅的听，然后闻性，一定要把它分得很清楚第一个听是耳朵，第二个闻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心意识那个不要用第三个叫性。闻性就是佛性不是佛性。有没有听？有没有？那个能够听到声音的那个就是我们闻性平常我们是日用而不知道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居家环境现在都是虚囊就是弄吵练的没有声，不像我们这边很清净找声音不容易找声音不容易拿来比例那我们了解说原来有声音在哪边，我们听到的声音在哪边？现在咱听到声里头是不是在这边？对不对？那我们在家生活环境之下，我们就了解说听到声都在这边所以这边有咱的佛性在那假如说周遭呢声音都让我们听到，然后我们都去了解说它是哪一个方向，是不是每一个方向我们都可以知道？对不对？一多一个方向出来的声我们都会知道，然后呢就把我们心已经伸展了伸展呢已经宽广了。那伸展宽广以后就是了解到说最不容易的就是把它局限在玄关局限在身体里面不容易让它出来。然后我们呢一让它佛性一出来又进入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之中，然后你这个时间让它持久持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熟悉，然后到达这个状态之下，对完成所有的动跟静是不是很难？就是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心中里面已经可以超越那个动，就是不被动静影响。声音有了，声音有生有灭，可是我们的闻性没有生没有灭声音有生灭闻性没有灭所以我们一启发出来以后
它声音灭了以后，我们还在，闻性还在然后呢，我们呢对那个声音的有动，声音的没有见，已经可以了进入到呢我们那个佛性不生不灭的状态之下，这个就先打开这两个结了，这两个很重要就已经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修道的轨道。我们都会被这个声音的动气，有声去有扭去无声咧，无声讲无听，无听的时阵唔是讲咱无听，咱若准无听，咱会知影无声，就是有听到无声音，是属于正觉正的觉，有声音是动的觉，无声音正的觉，对吗？所以我们从闻性之中，闻性没有生灭，声音有生灭声音的声叫动，声音灭叫静，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这个倒是蛮重要的这个关卡能够进入，我们进入以后已经佛性被声音已经引发出来了，以后我们要把那个生灭的声音就是不要这个了了不明不要去住在心中，知影心中卖大之后我们就把那个定这两个结先解开，这样了解意思吗？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千大，谢谢各位贤贤给后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这个回答6节还没有讲完，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下课。那佛学把那个6节稍微要的再这个解说一下。我在研究的都是在解开这个6节。那我们用这个原理来把这个6节稍微叫做说。第一个就是幻境昧，幻境环境的境幻境昧故，欢心亦昧欢心昧故，欢智亦昧，智慧的智，欢智昧故，欢昧昧，欢昧昧故，非欢不昧。这个第一个是境，第二个是心，第三个是智慧的智，第四个是幻昧。所以第一个幻境昧就是解开两个结动这两个结把它解开所以我们了解最困难大概就是开始的时候自起头难，要把那个幻境要灭掉的话比较要用点心。所以这个幻境昧故跟我们以往有听过那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拈花示众典故都有过嘛那个拈花示众那一朵花就代表完所有境环境就是看得见的现象以那一朵花来代表那我们看到这个现象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只要我们都不降可以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这个时候就已经幻境都没了。那幻境灭了以后我们有心，那个有心的心是因缘际会，因为有根尘相对才有，所以幻心一样灭。那幻心灭了以后就变智慧我们有智慧来了解这一些现象，这也使以也即也使以幻智。那幻智灭了我们最后一个那个所有细的生灭幻灭幻灭全部都灭尽了，叫生灭灭已即灭就现前所以我说幻境就解开动静两个结，幻心就解开根那个幻智就解开觉那个幻灭就解开最后两个，一个空一个灭生灭，生灭都灭尽因为有学一章那个观菩萨修除法耳根连通
那个里面哦，把那个解六解啊讲得非常细啊。可是我们哦那个时候听了以后啊，最强烈的反应啊，就是说听不懂，一句也听不懂，是这样。那或者是说我们往后啊有计划可以把那一章再拿出来看，我讲那一章里面很详细的解说要怎么样解开六解，详细说了。因为我们讲到六祖坛经刚好讲到玄觉禅师，那玄觉禅师呢去见六祖了以后，被六祖这个话说这个体其无声了即无住。那点化了以后他这个做一首正道歌，学禅师正道歌。因为他住地方呢，那个地方所在永嘉，所以我们又称为永大师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那永嘉的年岁可以说不长，39岁就已经归空了。六祖还76岁，他只有39岁归空，所以很早。我们来研究呢这个玄觉讲的那个正道的。各位手上有吗？这个呢今不见绝学无为贤道人。这个今不见就是鼓励我们都要见到了。说难道你没有看到吗？这个意思就是鼓励我们一定要追求看到。看到呢绝学无为贤道人。要进入绝绝对之学，就是不要相对绝学绝对的，而且没有法可以，有法可以学就有止有固执法执。所以我们修呢，第一个就去掉那个我相。我们呢最大造业那个业就是我相形成促成我们造业。我们平常认为这个我都是从身体从我们的身体产生。那身体的我是天地的物质水火土众缘借我们用的是假的。那我们都在这个身上产生念头。念头一产生以后我们就有行为，行为了业就形成。那业因形成，果就在后面。那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我们凡尘认为的这个我，它虚幻不实在。那真正的我就是如来，就是佛，每位都是佛，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有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一定要勉励自己，说呢认识的我不是从身上产生的，而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不生不灭的真佛性就是如来就是佛。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我，能够认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的我们的作为就不一样我们呢以身体的我呢都很狭隘，我们的心都很小。我们谈的话跟我说给等教斗，就是都是没有容忍之量。那假如我们进入佛性的我很宽广整个虚空呢就是一个我，就是如来，就是佛，就是只有一个，没有分别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容量很大，可以容纳呢天下呢万象万事。这个是很强，还要勉励自己朝这个真理的这个方向努力真正的做到能够呢到达我相的，没有这个身体的我相那身体的我相有以后在第二个就是法法相，凡尘的所有万象万事都称为法相。那我们在法相方面呢了解了解它是因缘际会然后才产生的有形象有事情都是一际会，缘际则生缘散就灭，所以当下都是空。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万事万象万事都是空的
那既然都是空的，我们就不要想，不都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呢，我们生活呢，就很逍遥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的所有一切都虚幻不实，不实在的，我们不执了，不固执了以后啊，执也没有了。那我们没有我执，没有执，它就回到本体回来。那回到回来就本位了，就成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啊，就是去掉我相，努力的去掉法相，把这两个去掉了，回到根本了。这个要我们呢，先到觉学，这样懂了吗？觉学不为。无所作为，因为我们有所作为啊，有气有目的啊，那有气目的呢，会形成业因。那我们呢无为，无为是从无所作为佛性啊生发。那佛性该怎么做，我们就去做。这个是率道而行，按照佛性啊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这样呢，我们就了解说，业因都没有，成业因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了，就可以走了。所以我们呢是从无为生发，然后呢这个贤道人，这个贤道人呢，我们看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天下本无事啊，庸人扰之。天下本来都没事，我们庸人自扰。自己找事啊，自己找麻烦，自找吃啊，所以我了解说，都是无事，所以呢，我们做一个贤，做一个呢觉学无为的学道的人，那个贤它有学习的意思在，学习啊，也叫做贤，所以境界呢觉学无为贤道人，就是鼓励我们一定要见到觉学，要见到无为，要到。这个玄道，真正的做一个我们本位都是佛的人，不持妄想呢，不求真，这个呢一到这个真理世界，不除妄想，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妄想啊，是我们不熟昧的真佛性啊所生发。那我们要除掉妄想的话，就是把我们的佛性作用把它除掉，不除妄想而进入内坛，那个是佛所认可，就是已经呢都在不生不灭境之中，了解这个意思吗？讲，因为妄想啊是佛性的功能中，所以各位贤贤，我们在生活之中啊，这个妄想很重要，为什么要？都是我们用力去想，用力去想的妄想啊，这个是我们造业的主因啊，主要原因。可是我们呢，佛性本体啊会生发念头，那佛性本体生发的念头啊，它是功能作用，我们佛性呢自然产生功能作用，不要用力去妄想，这样能够分别吗？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遇到事情，这个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然后以后啊，我们用强力的念头去想，就是把我们心里面的事啊，要让它成型。这样的话呢，是我们自己啊已经熬夜了。那个跟呢，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啊，是功能作用拿来当本体呀，是已经这样。所以玄觉禅师呢，他就讲说，不除妄想，因为呢不除掉呢佛性的功能作用，跟我们日常在用的妄想那个是不同调，懂意思吗？不同所以我们呢不除掉呢我们佛性的功能用，让它自然呈现，可是我们不强力的去使用它，强力的使用它呢，变成了我们把妄想当成本体，当成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这个贤觉禅师啊讲说不除妄想，不求真。为什么不求真？因为啊，已经下就是真。我们在求真的时候啊，就已经头上安头。有这个研究那个
张轴的悟道记呀、张轴的悟道记有没有？其中有一个趋向真如意识邪，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各位浅显笔记哦，背背看，把张轴悟道记背出来。光明遍和还圣灵共一家，一念不生前体现，因财动被云遮，如烦恼从真变，七相真如自邪，随顺誓言无碍，生死涅盘等空华。可能都看哦，有背了，还没有很懂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张轴啊，那个一个秀才，他秀才呢，他接受那个十双禅师的那个教化以后啊，他悟到了，悟到就讲这个句，讲这个句啊，那内容真的是很好，那个光明即照，即是佛性啊体，照呢是佛性的功用，那光明的那个从呢本体发挥光明的光明，把它摆在这边了，因为它秀才它会押韵这样那个文词啊都比较看起来有力道又漂亮光明即照，遍和沙，我们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非常广泛它呢一粒沙是一个国土啦，它所以遍整个3000大千世界，佛性那个光明遍照整个3000大千世界，这么宽广，所以我们说光明即照遍和沙已经讲的殊胜了。然后呢，还圣还人跟圣还圣含灵，我们那个境还圣含灵共一家是一样的还人的灵跟圣人的灵没有分别，一体的还圣含灵共一家然后我们只要呢一念不生，我都不产生念头，一念不生全体现，全部的佛性本体都呈现。所以只要我们不生整个都是佛性本体。只要我们产生念头，起心动念，就把那个心缩小了就不宽广了。所以只要我们一念不生全体都呈现。然后六根才动，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用我们六根来对六尘，六根才动就被云遮了整个佛性般若妙智慧不见了，被云遮住了那个太阳光呢在云层的上面，那我们底下都是浓雾就是迷昧了所以六根才就被云遮。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就不要动六根，六根不要动，不要用我们用我们的直心，直心就是道场用直心然后呢就讲说欲断恼从真变，我们烦恼产生烦恼佛性那个功能作用，我们要断恼还要产生念头来断，所以从真变，从增加又呢重新增加我们的新的毛病，所以不要断烦恼不断烦，因为烦恼是佛性功能作用，这样了解吗？刚才我们有把它开说了功能作用是我们的妄，可是我们用力去讲是要达到自己自私的目的，那个会造业那个把佛性的功能作用当成体了，这样了解吗？文字是没有分别啦，可是意识有分别那个修持者讲的不断烦恼，或是讲烦恼即是菩提那个都是在讲本体不是在讲相。那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烦恼的内容，那烦恼的内容不是菩提，它是善恶的恶法，它会促成我们造业，这样对吗？了不了解？因为呢这个历代都会讲说呢烦恼即是菩提，那他站的角度是站在能够生发烦恼的那一个角度上说的。那能够生发烦恼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佛性已经是给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是站的角度说。
那假如说已经进入烦恼的内容，我们在凡尘1到4前生烦恼已经入那个实质的内容，进入实质的内容的时候啊，那个就已经不是了，不是佛性本体，而是已进入法，而且那个法又是恶法，会促成我造业，要受苦的，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妄想的方面，就是要了解佛性本体的功作用，我们不断它。那讲我们自己自私产生里头那个要把它去掉，不要那一个。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说不实不求真了。那这个张总就有讲说趋向真如啊，亦是邪。我们求真啊，就是要求真，要求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我们要求真呢，就变成了我们头上又安一个头，已经是真的，我们还要再求真啊。已经是真心，我们还要求真心啊。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不用求真，当下就是。所以这边我们用那个张斗那个相真如啊，亦是邪。那一种来解释说不求真的那个意思，已经当下就是真。无明实性佛性，我们的无明实性，我们要了解无明为什么会有作用，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无明，就是因为有佛性在啊。佛性呢这个当动力，都没有佛性啊，那个无明啊没有作用，这样子吗？那无明就是不觉啦，不觉就是从我们的佛性觉产生的。那我们在凡尘所以事实都落入不觉。那我们修道就是要把那个觉让能够呈现长远的时间，假如是26时中整天24个小时都在觉性之中，全部呢都是觉，没有觉的时候了。所以前人在日常生活呢，是觉的时间还是不觉的时间长？那为什么会不觉呢？有没有去探讨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觉？这个做着，然后不觉就来了，不知不觉我们很容易呢进入不知不觉。那不知不觉呢会有作用，就因为佛性本体，所以不觉也是我们要了解，不觉也是佛性佛性那个不觉没有作用，所以我们是一个觉就好了，不觉就消失了，所以不觉昧，那觉不生不昧，所以我们保持觉的时候没有变化，可是没有变化各位觉醒。我们在没有变化之中很容易朦胧，很容易模糊我们看那个广告你看那个会动会变的广告我们特别会注意那都全部不动的广告我们都不会去注意它所以我们要了不生不灭不容易引起我们注意，那个生很容易引起我们注意，那个不觉就生灭。那个觉就是不生不灭。那我们修道就是要追求不生不灭，进入觉，进入觉性之中时时刻刻都会显，这样就叫修成。容不容易？好像很容易可是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在做的时候不是很困难，只是看我们有没有那一种恒心毅力。只要有这个恒心意，我们就可以做到，可以时时刻刻都是觉。所以会写呢，这个这一节呢，在北部都在推广，说呢我们修禅，就是呢着力摆脱客观环境对精神世界的支配，就是我们的精神要来支配环境，不要环境来支配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有时候是被动。那我们才主动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说这个地一肮脏的，等到人家叫的时候再来扫，那个叫被动。
那假如说我们看到自己呀，萨巴拿好，那个叫主动，了解意思吗？主动好呢，还是被动好？可是主动的人会吃亏啊，对不对？做代志做做拢无人学咯。所以我们就是积极的生活啊，那个觉啊就容易呈现啦。所以我们呢就是当主动不要被呢客观环境呢这个支配，然后呢要超越我们这个身体呀那个生理对于那个情感欲望的追求，我们超越。我们身体都会产生一种欲望，那个是生理需求，就是吃了很多营养品它产生的。我们不要被它这个影响，一定要超越它。然后信念一种不受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走的心理状态。这个很理解。不接受客观环境，然后也不接受主观意识摆布，都全部不接受。那已经整个就是佛性本体的呈现，整个全部都是要面对凡尘不逃避，又被凡尘束缚，要面对万象又不相，能够这样我们那个性就前进了，头头是道。在日常之中呢，一举一动都能够体会呈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的力，这个就叫禅修了。很短或者呢这一阵子在鼓励说或者看了非常多的禅修方法。那印度的禅修呢它是修持里面的一种，它只有到色界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及到最高的灭想定是9点，这个是最高。可是呢我们在讲的这个它是属于我们中国修的那个禅。那中国在修的禅，它是只用我们那个涅槃妙心，涅槃妙心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讲禅就已经叫佛性本体了。跟那个印度佛修的禅又不一样的内容。那或许以前也有这边不知道有没有讲过那个孔老夫子那个耳根圆通那个一次无听之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有没有讲过？没有是呢，孔老夫子在讲耳根圆通，他说听止于耳，心止于หู，气也者虚而不则也。就是我们的听只有到为止了，那我们用心的只有复合现象，心只能够复合现象，那气它就虚而待物。也没有形象，可以容纳万事万物。为道即虚，虚则心哉。这个是孔老夫子的心哉他着重我们心里面清净，他就是讲出来。那或许把它讲说是孔老夫子的耳根圆通。从这个耳根来修持，一进入到那个气孔老夫子的气就已经讲到那个道的体，就是讲到佛性的本体的。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就像如来藏，含藏万象万事，毕竟全部呢都含藏，是很理想。可是呢，那个毕竟还是一种方法，有法子所以把它列为是一个修持那个禅宗的一个修持方法，不像说后面讲的直接修佛本体。它不很困难就在我们自己心中转念，就是不要当客观我们要管强烈一点，该怎么样做我们遇到现象的事来则应，怎么做马上做，这样会不一样很积极就很快乐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那个无明的实性实性呢就是不生不灭了。那无明它是生的变化的无明的实性呢就是佛，无明的那个根源就是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我们这个身体叫做幻化空身这个百年没有我，100年后也没有我，是不是幻？它是不是变化？有没有变化？
所以幻化。空是空的，从空而来又空，所以叫幻化空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身体不要执着，是天地的物质啊，所有众缘际会，借我用，要给天地。所以身体不是我，我就是如来，就是那个觉啊，才是真我。身体不是，身体的本身啊没有性，我们佛性不在了，身体呀就没有办法力完成，就一定呢会腐烂的。所以呢，我们身体在是佛性来，佛性的身体才能在。所以我们的幻化空身呢，就是法身，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这个身体佛性的话，一口气那没来，一口气没来，佛性就不在身上了。这个身体会怎么样？要烧掉、埋葬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是幻化空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现在看到能够视听言动，能够看、能够听、能够讲话、能够动，全部是法身，全部都是佛性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在佛之中就已经应用法身，这样了解吗？不了解的时候，我们身体呀住相很多烦恼，产生呢很多的都无谓的不关紧要的一些事也都呈现，他们都很努力啊去做那些无所谓的事情啊，做得很疲倦，黑龙边走龙给啦。所以在那个经典里面呢，佛就会讲说我们都是戏论，都是演戏的台词啊，在烦所生活的那个过程啊，虚幻不实，不实在啊。我们能够进入觉性那个生活，那个才叫实在，实在。就是没有不觉的时候，整个都是觉。所以我们呢追求的方向啊，就是使自己能够整个都进入觉的状态。所以幻化的空身，幻化的空身呢就是法身。法身觉了无一物啊，我们能够呢进入法身，以法为身，就是整个虚空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法身啊。所以非常宽广。我们法身能够觉了，能够觉悟了，觉法身呢无一物啊，没有形象。我们的身没有形象，可是现在身呢在身上可以指挥我们身体的一切动作，对。了解这个意思吗？不了解。所以这个玄觉禅师呢，1到6组演化以后他马上呢就能够了解这么深的道理，整个道理真理都呈现。我们呢这个时常要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培养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整个呈现在凡，然后呈现了以后，慢慢的把它呢能够推广延伸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呢不生灭的真心佛性。这样来呢就一直很理想的。所以凡人我们社会人士他不修道，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他就没有路可以走。为什么？因为他佛性极限呢在身上，一口气不来这个佛性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家属就赶快请那个诵经来诵经那个经里面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告诉他要怎么走。那我们现在在生的时候我们就来先认识我们怎么走这一些道路。我们佛性呢一启发了，经过呢升到整个空间，这整个空就是佛性的要走的道路，非常宽广，尽虚空法界，所有虚空都是佛性的道路，宽不宽？很宽广所以叫做理天，以理为天理，我们已经到达理天了。那所以呢，不要局限在身上，一定呢要使它能够宽广。当然我们求到的时候，等下是一点钱，就把我们内心的那个佛跟外面的佛能够相交接，已经成一体了。一体了以后我们就一定呢要先认识本体，然后再把它呢延伸整个空，整个呢都全部呈现了以后，就很理想。以后呢一口气来
全部都是我们要走的道路，没有说忘行不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别了无一物，那所有的也都是从法身呈现。那我们了解说，因为它是真空妙有没有形象，因为没有形象能够长存，能够呢不生不灭很奥妙。那我们一定要认识本源自性呢，天真佛的本源根本源头那个自性。那根本源头是自性，那我们的根本源头自性就是天真佛，就已经呢就是天真佛，已经是佛了本来就是是呢这个本位，只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才凡尘受苦。五阴浮云空去来，这个五阴就是五蕴各位先贤，五蕴是对，就是色受想识色呢就是形象，受想行识就是神。那这个五蕴我们在凡尘要了解，就是这个五蕴我们身体呢就是蕴居五蕴而来才呈现在凡尘。所以呢，这个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不要再蕴居这一些呈现现象的那个原因我们蕴居的，各位先贤，在生活之中印记最多的是什么？我们在生活之中印最多的，在负面的来讲印记最多的大概就是怨、埋怨、负面的方面来讲，各位有没有产生那个怨？好像还没的很容易产生这个怨。比如说我要看一个目标，刚好被人挡住了，他挡住的那一个要不赶快这个刷亏，不怨？这个怨是很小了，对不对？可是也是产生了是不是这样？很容易很容易产生那个怨。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产生那一种我们生活之中的那一种念头。那么这个念头一产生以后我们怕它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然后呢又会加深它的程度。我们刚开始是那个怨，久了会变什么？对，久了就变成恨尤其呢这个跟人相处的时候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那这个意见不合是一点怨到后来就恨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得说呢，在生活里面就是不要蕴积不要有五蕴，不要蕴不蕴色，要蕴受想行识都不蕴。那我们不五蕴就没有生的因我们蕴那个生的因就有，那生的有了，我们就要接受出生，生在凡尘。所以这边呢，这个玄觉禅师呢就讲说五蕴浮云，这个五蕴就好像天上的浮云这个呢空气来为什么讲空气？就是讲我们蕴了很多的五蕴，然后出现在凡尘，出现在凡尘没办法常住又呢又不见了，又归空了，然后又应机了，又来了，是不是空气来？气就来就出生了。我们五蕴都是这样这个在凡尘呈现了有身体了你又不见得气了然后呢又应机又来了又出生了就是这样了解我们六道轮回太久，就是因为我们都蕴积五蕴，有五蕴蕴积了因在就会生了。他出生以后，我们来凡尘是来了债可是我们在了当下又造了很多业又要来，这样懂吗？所以轮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禅师就讲说我们这个五蕴浮云空去来，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造了五蕴呢，然后来了来凡尘出生了各位先贤，我们有才的能力说我不爱出息，有没有？
哇，都来啊，对吧？不能挡所以我只要研究说为什么会哇出别还蛋，就是因为我们运机五蕴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要运，保持清净清净的佛性没有五蕴，没有五蕴要生的因没有，生的因没有上来出息除非我们发愿。我们发愿说要来还度众生，才会有这个现在完成，不然没有因来，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所以呢，我们印记的五蕴就会完成出现，出现以后我们又不明理，就造了业，造了业又被业推完成又出现，像空气来，三毒水泡须出没，这个三毒会成什么？这个倒明确了，三毒就是贪嗔痴。佛就讲凡尘最毒的就是这三个贪痴我们就是因为贪嗔痴我们在凡尘努力的把这个贪嗔痴去掉我们也说佛性里面没有，佛性里面没有贪，也没有嗔，也没有痴都没有贪嗔痴。那之所以会有嗔痴是落入现象不明理。不明理以后，这个色身打算，贪嗔痴才越来越浓厚。越浓厚，造的业也就越大越多，做的苦就越凄惨，还很轻，是不是这样？我们凡人倒是很聪明的，还是很笨，真的要骂很笨自己造了业，自己还高兴得不得了真的是很笨。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贪嗔痴佛性里面没有，是落入现象住相以后才产。那我们要知道说相都是假的不用贪，也不用嗔，不用痴不贪嗔痴了，三毒没有我们恢复了恢复本位都是佛。正实相无人法，能够证悟实相就是不生不灭的真性它是实相，实在的不会变化的实相那会变化就不能称为实了那个实就是生不灭所以实相就是我们佛性本体，能够证悟我们佛本体就是那个觉觉我们能够证悟了无人法，那个无人，那个人就是我相法就法相没有我相法相所以证悟实相以后没有人因为人这个天地物质所有风土众忌讳有用的，所以这个人没有然后也没有法，法是我们要达到目才用的。那既然已经归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目标已经到了，所以法都不用也没有法执没有我，没有法没有我，没有法执，这样就已经能够归我们本来所以正实就无人法，刹那灭却阿比月，证悟实相后已经没有我相，也没有法相。刹那就是非常短的时间非常短的时间灭却就灭掉所有的阿比月这个阿比就是无间地狱阿比地狱就是受苦无间，受的苦没有间断我们受苦都还间断受一下苦然后可以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受苦，有间断。可是进入阿比里那个最深的最惨的地狱受苦都没有间断，一直受苦一直受苦时间都没有间断，也没有间断所有的空间都要让你受苦，所有的时间都要让你受苦，这苦是最凄惨的阿比就是在凡人造的罪很重，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而生，出佛身血忤逆罪就要入阿比地狱那个在凡尘造的罪很重进入阿比地狱。可是只要我们正实下这个无人法，这个时候那个所有的阿比罪业都灭却，都已经灭掉了，因为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没有形象都已经非常入圣了。没有形象有罪业吗？罪业能够依赖没有形象，
所以没有形象，罪业你就。所以我们了解说，回到清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证悟了以后啊，所有的罪业都消灭了，这样懂意思吗？那有的会说，那进前有欠了那业爱还啊咧，都有人会这样那我们也有讲过，说呢，只要你证悟到本性以后，那个因为众生就是我们性分之身。那所以没有亲戚朋友的众生的度化，他们成佛。那跟自己有瓜葛有那一种这个债务这个互相这个往来的，你会还吗？绝对不会，对不对？一定呢都会还清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真理来讲，只要你证悟实相，那个都不是问题的。因为证悟实相那个时间已经是千千万万年1万年了。那1万年的时候咱欠搁较济的罪，搁欠搁较济的债务，遐尼过时间还了。你运还一仙运还，一定拢还了对不？所以了解到说只要你进入真理世界，就没有这一些冤情，绝对是还得清楚楚，不但还得清楚，还还过头。拢欠甲真济，你快乐把你的苦拢赔掉，一定都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呢，时间又没有限制，空间呢也没有限，宽广，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进入呢不生正实相了以后，那个不可思议那一种情景时常呢会呈现，都是不可思议所以我有研讨过时事古今不离当念，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最高的法门这个时事各位都还会记得内容吗？什么样的内容？时事就是三世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三世各有三世过去世有过去世，过去世有现在世，过去有未来世三世都一样有世的高世。跟我们现前一念一世加起来都10世。10世。古时候跟现在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个念头，所以我们当下这个念头，那就亿万年了。亿万年前是这个念头，1万年后又是这个念头。我们修持就是要把握当下这个念头，就已经1万年。要修的就是要修这，把握我们当下，活在当下这个念头1万年，不是说我们老子56亿万年以后才下生嘛，对不对？56亿万年就在当下这个念头出生了没？在真理来讲已经出生了啦，在现象讲还没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以真理来说，释迦牟尼佛世界完成，然后呢示现进涅盘，不是讲经说法49年吗？对不对？80岁入昧。那么在这来讲，它示现在凡尘跟示现涅盘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时间没有移动1毫念，好不奥妙？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这样。因为是如如不动，那动的呢，就不是真理了。真理动，所以它示现在凡尘，示现进入涅盘，就同时一个时间。那我们的现象就不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研究真理就是要了解到那个理进入了以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或许不是又给各位记得那个状态嘛？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四际值不着有，也不着空，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那请问是有还是没有？进入不可思议，你想都不能想，都先着有没就着空，
哦，意有意无，非有非无，拢唔对，全部都唔对，这叫不思议，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嘴巴来论议。哦，这个已经是我们佛性的本体了。所以佛性本体就是这样。哦，以后有人问的话，咱本体生做啥款？你该按你讲，空找有，也不找空，不找亦有亦有，也不找非有，哦，非空。啊，这样就是佛性本体。啊，你问我下面看，就是哦，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想，不能用我们人的嘴巴来讲，哦，很奥妙。我们呢，就具备，就具备那个不可思议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身就具备，哦，并不用呢再去追求，哦，我们本身就已经有了，所以这边呢，等到我们证实起来无人法以后，刹那呢就可以灭却阿比月，阿比罪消失了，所以那个都是很小事情啦。我们那个不可思议的佛性才是大事。若将妄语狂众生呢，自招拔舌成傻。所以这边呢，这个有永嘉大师学师他就讲说呢，若将妄语，就是将不实的话来诳骗众呢，会自己招惹那个拔舌欲要经过呢成傻觉。就是要经过会有的时间呐，所以我们要入地狱自己去就好，不要拉了一大堆人去至少最好自己去地狱自己去就好，不要呢拉一大堆人做伴。我们人都会这样的自己走的话会孤单，会拉了一个人陪伴着去，所以这边呢这个玄觉就讲说呢，这个讲的都不骗人的话会自己招惹拔舌地狱，要经过呢那个尘沙劫，一劫一粒沙一劫，一劫很长。我们这边有讲过嘛一劫外长，劫大部分是，可是以时间来算的话，我们这边没有说过吗？有没有？一劫有吧？就是我们人的平均寿命10岁了。为什么只有10岁？因为人心很恶劣，很坏，所以生长的那个万物会养生，可是也会害生。是给挖埋好了中毒死，结果10岁就死亡了。然后换几点以后心就转善，要多一点好事啦。然后心转善也不是说变得很快，100年才增加1岁。由10岁，然后11岁，100年又增加1岁2岁，一直增加到84000。我们人类寿命的顶点84000岁，到84000岁糟糕，人心就失坏，又想坏了，又做坏事了，做坏事每100年又减1岁，减1岁，减从84000又减到10岁。所以这样从10岁增加到8万，从84000又减下来到10岁，叫做一劫。你话久，回去的时候算看，看他要经过多久，一劫的时间多久。你一粒沙一劫看看长劫。我们那个河里面的沙，那个沙真的多了，一粒沙就一劫，经过多久的时间，我会了解那太久了，真的是非常久。所以呢一方面是玄觉禅师说他不骗人，一方面说我们在凡尘也不要骗人。我们在凡尘骗人若将妄语众生，我们自己也会招致进入拔舌地狱，也会经过很久。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骗人越多了，我们受的苦越长。那骗受的苦较低啦。影响很大那个受的苦就要很久所以呢，我们就是不要讲不实在话不实在话呢不说这个训练在生活之中呢养成习惯，都不说谎言不说假话也会习惯你要讲出你的规面那讲习惯，讲到刚才在食饭呢
就看吧。把谎言当成他生活之中的一环，他就真的糟糕了，他人格就没有了啦。虽然是姓人，但是都没人格，没有人格，那个已经跟起手是没有两样，所以我们要自己修持啊，我们的人格要清高，要跟天一样，天地人嘛，人为三才之一啊，跟天地齐间，跟天地平大，要勉励自己。顿觉了如来禅，入万行啊，体中远。顿啊，就是很短间，很短的时间呢，能够呢觉了，已经觉悟了，对真理呢都透，这个觉悟了，叫顿觉了，如来禅，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啊，那个体啊，都已经能够体会，能够进入了顿觉如来禅。然后六度行啊，通远，这个六度万行，六度啊，就是持戒、忍辱、静、禅定跟般若，六度。那六度呢，万行，因为呢，它开出来，那个布施的话，它有财施、法施、无施，那个持戒有这个舍利戒，然后呢，摄善法戒、劳逸有情戒。所以要了解说，每一度里面呢，各有3个，然后各有3个底下又有细目，就很多了，所以呢，这个六度呢，万行啊，六度呢，我们行持了以后啊，就有万行，它都在我们呢，那个佛性本体之中，它满都具备了，六度万行呢，通远。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呢，进入佛性了以后啊。有一些是我们佛具备要有的，像说四无量心呐、慈悲喜舍，是我们佛性里面就具备。慈啊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把苦众生的苦啊拔掉。然后就是随喜，不嫉妒啦，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内心里面都有那一种看不见的嫉妒心。会促成我们造了很大的业，就是嫉妒心形成的。各位心中有嫉妒心啊？不但我还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要嫉妒，就是要随喜。仙佛每一次来都跟我们讲，随喜功德是无边，有没有？都是这样讲，说我们要随喜，人家得到好处了要高兴，不要嫉妒。就好像得到一样，随喜。然后舍啊，这个舍就不好懂了，舍就是全部都给人，他到佛的那个果位啊，像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了，他连果位也把它舍掉，不要。可是不会因为他不要，我们就不称他佛啊，还是称他佛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的内心重要，不要住。就是我们有什么都不要住，都把它舍，全部都能够舍，全部都能够舍，才能够成就，能够呢能够很究竟很高很大。它不能够舍，成就就有限度了。所以我们在生中实际那领域里面我们全部都能够舍。所以六度万行体中远，我们身里面，我们佛性之中呢，都具备圆满。梦里明明有六趣，也就是在讲说我们现在在凡尘呢，就好像呢在梦里一样。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是六度轮回。我们那个天道、阿修道、人道、畜生地道、恶鬼道、六道。这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呢，就是六趣，趣就是往，往天道的往，人道的往，阿修罗道，那个往，所以我们梦明明有六趣，所以先生，我们要了解说晚上我们是躺着做梦，对不对？醒过来才知道说假的。那我们白天是站着做梦，站着做梦。什么时候才能够清醒？一口的时候了，
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才说啊，也都是假的。所以这个站着做比较久了，久不久？很久。我们站着做梦呢，都把那个现象当成真的，应对的时候都斤斤计较，对不对？等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啊，要计较，不要了拢给有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呢，晚上觉是躺着做梦，白天睡白天呢做梦啊是站着做梦，都是做梦，所以梦里明明有趣。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是不是在梦里？就是在梦里面。所以晚上做梦啊，我们把梦境呢当成真还是当作假？假。做梦的时候都把它当成真了，所以都一定会计较，跟我们生活一样。没嘛来没跑嘛来跑，对不？尤其那个脚假如说没有伸直啊，那个被人家追的时候还跑不动。所以你困卡骨村钉金凹照，那个梦境里面还会跑。你假如说脚是弯曲的话那个在做梦里面要跑都跑不动，走回去走回身个肝不走回去，一醒过来会很累。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梦境啊，我们都把它当成真了。那现在在生活之中呢，所有一切都虚幻不实，也是做梦一样，我们都把它当成真。所以这个已经呢证悟者讲啊，说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是在讲这个意思。那往后各位要不要站着做梦？心要很宽广的，对不对？要跟真理相合。心都很宽广的，不计较了，不做梦了。各位就要了解说，我一落入计较，我就都在做梦。会改善的那么结果呢？空空无大千。结就是我们清醒过来了，了解真理了。晚上呢醒过来了，白天也了解了。劫后然后空空无大千，没有大千世界了，没有3000大千世界了，连这个3000大千世界都虚幻不实在。佛都讲哪有世界？世界呢是微尘寂寂而呈现的。微尘寂就是世界，世界粉碎了就变微尘，那微尘本来都是空。所以没有大千世界没有，所以劫后空空无大千，全部都没有。我们能够领悟真理了以后什么现象呢都没有。没有3000大千世界，无罪福无审议。一进入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里面呢，它没有罪福，没有罪也没有福，没有审也没有义。就是已经进入到真正的平等了。所以我们在凡尘这个六祖就讲说，见性是空平等是德，有没有？因为我们有分别心所以不平等。不平等呢，我们德性都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了解说，从那个本体来讲，从佛性的本体来讲，都是平等。大家都是平等，没有那个分别的。只要我们进入都是平等，没有罪福，没有审议。寂昧性中呢，莫悟密。这个在我们寂昧一样，就是如如不动。灭呢就是没有形象，灭掉所有烦恼都没有形象，寂昧。寂昧呢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所以我们呢已经呢到达呢那个寂昧。在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当中寂昧性中莫问密，就是不能落入问密就是两边啦，懂意思吗？就是不了解才要问，对不对？不了解是一边，了解是一边，这是两边。莫问密因为它是一个绝对体，是一个一体。一体无两边，没有两边，所以就不要问密。了不了解这个意思？
很有意思啊。我们咧问你咧问，唔知影一边，知影一边，两边有没有两边？我们极昧性是一个绝对体，没有两边。所以为什么能够不用分别心？因为是绝对体，没有两边。那既然没有两边你看我们在凡尘啊，我们生活之中是不是很鲜明的两边呈现？很鲜明两边呈现。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两边要把它呢要把它合起来，然后让它两边都消失。两边都消失以后就是中道。中道呢就是极昧性中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把那个两边有跟无把它拉来合在一起，有跟无跟合作会，有无去无无去有无去无无去安尼啦，安尼就是极昧性中了。这样了解吗？不落入有，也不落入空，那个呢叫极昧性。所以极昧性中是一个绝对体。最前面讲的绝学。彼来曾经未曾谋。这个彼来就是从来的意思。从来呢的曾经未曾谋。各位有没有这个把那个曾经磨磨掉？所以这个贤觉禅师呢就是讲说呢从来我们对凡尘的那个追求没有停止过了，很努力的在追求。那凡尘所有的万象就好像在镜里面显现出来一样，都是虚幻不实在那这边呢这个贤觉禅师就讲说，我们没有把那个能够照出纯净显现纯净的那个镜子我们把它磨得很亮，能够显现让我们知道它所有都是假的，没有让我们了解看不清楚。所以以往没有像说现在我们科技发达那个镜子很容易照。以前呢要照镜子就是要去磨那个铜把那个铜一直磨到可以反射捌看过铜镜人会行要爱行爱家己磨拢无迄个成果拢无凹凸不平才可以照出呢完成的这一些景象所以都是要磨。跟那个神秀讲身如菩提寺心是明镜台，要时时勤拂拭，不时的尘埃我们也要把那个心境都不要沾了尘垢。各位有没有沾尘垢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尘垢沾得多了，佛性一定呈现不出来所以呢不要沾得尘垢所以讲说彼来曾经未曾谋都没有呈现让我们了解说凡尘都是假的。那么今日呢分明悉剖析，现在已经了解真理了分明了，了分明了那要呢来剖析就是分析里面的内容，说我们着凡尘的是什么样的现象，然后我们不着凡尘的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着凡尘的会怎么样？都到轮回。我们已经都全部呢凡尘不着了，会怎么样？恢复本位都成就佛这样很鲜明嘛分明不分明？所以今日分明已经了分明悉呢剖析。那么谁无念谁无生？什么人没有念头？
什么人没有念头？什么人没有生？我们今天第几次了？第16次了哦。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就是在讲这个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没有念头；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没有生。这样谁无生？就是我们佛性啊。我们佛性没有生。有生的是我们身体，身体是众缘际会才现象，也不能够常住了。100年就不见了，100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还在不在啊？大概没有人敢说我还在。假如说现在是20岁的话，那100年后已经120岁了，他还在的话会很苦恼，不知行未他们在耳孔都有听无，目睭都有看无，所以我们都追求要长寿，到那个年岁也不怎么好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追求佛性能够证悟以后千般发生，看到我们希望要什么现象就可以现什么相，所以我们得说我们佛性没有念头，佛性也没有生灭。这个水无念水无生都是佛性本体，它没有念头。可是呢，它可以给我们的念头依赖我们可以生花，可以生花念头，是从佛性本体出来，它本身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观照的时候，就要给我们一个意念，说本体没有念头，有念头是我生的。是我这个后天把它出来的，先天它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就好修了。有一个呢，指导原则的，肉食无生呢，无不生，因为我们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实在呢，不会生，因为没有形象。可是呢，无不生，所有的生呢，都是从佛性出来，连山河大地。都是从佛性生发出来，奥不奥妙？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说山河大地从佛性生出来，一定会很大的疑惑。可是我们研究到透彻以后，就是这样，含藏所有山河大地整个世界都含藏在我们的性分之中，是从性分生发。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才有山河大地，才有众生，才有业果。假如说我们都不一念妄动，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如来含藏之中。所以所有的生都是从佛性生发。若是无生呢，就无不生。唤起机关呢，目人问求佛施功呢，早晚成。我们现在这个唤取机关，我们做那个机关那个牧人来问说你这么努力的在求佛，这么努力的在施功，你什么时阵会成佛啦？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这个唤起机关牧人问就是咱的贤窟啦，咱的贤窟就是机关牧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业力推来的，它本身没有佛性身体的本身虽有风土，虽有风土它有知觉性吗？有没有？身体的本身最会风土。智慧风土也有那个地感，是不是机关牧人？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说它是机关牧人？因为我们是被业力推来，对不对？那个机关牧人是不是有一个操纵的那个绳索？有没有？操纵的绳索，你把它拉手，它手就动；拉脚，脚就动，对不对？
是不是机关木人？我们身体是不是机关木人？我们身体一直很努力施工，要成佛，要求佛，成不成啊？是有意思吗？这个讲得很好就是我们用错心了，我们在身体呀在身体方面在用心，所以呢身体方面就是机关木人那我们呢唤起机关木人来问，说你这么努力的求佛施工你什么时候会成佛啊？什么时候会成？机关木人什么时候会成佛啊？是不是没有机会成佛？所以我们在身上做功夫就是没有机会成佛啦。那个六祖不是有讲吗？这个生来做不恶，死去就恶做，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就是在讲这个啦，讲机关木人那个施工早晚成，这样有意思吗？所以我们做功夫一定要在心性，不是在身体呀。身体是工具，是心性的工具不要放在身体上面，放在身体上面呢，就像玄觉禅师讲的唤起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工早晚成，就是不会成啦。这样懂了没？这个我们以往假如说都一直放在身上在做功夫的，听到这规个拢是懵去，那也没行，知道意思了吗？所以这样才会接着讲，说放四大，莫把捉。放四大就是把我们身体所有风土把它放。我们一放四大了以后是不是进入佛心？进入佛心就对了啦。就是心性我们朝心性来修持就是正确的。所以放四大，莫把捉我们对身体把不把捉？把不把捉？各位都有买化妆品来化妆吗？有没有啊？都没有可以省下很多钱我们凡人对身体的把捉都很严重都用很多的心思在身上要他这个穿好，要他吃好要他好看，好不好看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要放四大，莫把捉不要在身体方面去做功夫。我们这个投入在身体方面那个都用心多余的。尤其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白天的时候化妆的还蛮漂亮的，睡觉要不要洗掉？迄拢明明钱买安尼微甲洗掉，真的要偷贼这个老一辈都会讲有够偷贼遐贵的安尼，你困拢都把洗掉，不要洗可以吗？会变怎么样？会皮肤病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要找罪受，花钱的找罪受。极昧性中随隐罗所以这个学姐禅师一直推广这个极昧性中，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心之中我们就随隐着就是那个张卓那个悟道记里面随顺誓言无挂碍，会不会随顺誓言？这个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我们就随顺的誓言，我们欢喜心甘愿受了。这个遭遇到不合理的，我们也不要起心动念，要欢喜心甘愿受。这个真的要很大的那一种那一种就把它想
慈悲喜舍，舍就叫舍了，你就不会那个心里面冲击很大，不然那个横逆不合理的来我们一定都不接受了。不接受的时候那个事情也要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因为我们心里面不甘愿，所以那个没有了，那个业障没有了，还在过了一段时间换一个城市又来一样是不合理要不要接受？还要处理还不甘愿，没完没了。所以就慈悲喜舍，就真把它舍好了。欢喜心甘愿受了，不合理的完了不合理，就是以往我也是不合理带的，现在才不会那个不合理的回过来带我，这样一想心就开了，心开了呢，欢喜心甘愿受，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就没了啦，就陌生的了，他走他的路过我们的桥，不相关的。业障就了掉了，所以一定要研究真理，不研究不知道了，一研究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为什么坎坷的人他每一个遭遇都那么坎坷？就是在心里心里不甘愿，所以每一件事都是很坎坷，都是一样的，性质都一样的，不合理的性质。只要你转变心念的，整个改变，对不对？何乐不为？完成事嘛，都是假的，不真，过了就好。诸行无常一切空，这个行就是牵流的意思我们要了解说有因有果，然后牵流在三世。有因有果，然后牵流在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叫做行。行就是牵流的意思它有因有果，然后呢牵流在三世。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无明就有行它这个行很多，所以叫知行。知行呢都是无常，都没有常态一直在变化。知行无常一切空，一切呢都是空的。没有办法我们实际得到了，都是空的。知行无常。那么即是如来大圆觉。所以这个学解禅师呢就讲说，知行无常一切空呢，即是如来的大圆觉。懂意思吗？万象皆空空性即是佛性。知行无常一切空，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是不是如来大圆觉？这样懂了吗？相都是假的啦，性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呢从这边那个玄解讲的说知行无常一切都是空的，可是呢就是如来的大圆觉，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真佛性。那么决定说表真身，决定说就是讲出来都符合真理的，叫决定说了。不像我们在凡尘那个都是犹豫的说，跟他安利不是的，跟他安利是不是？我们凡尘在说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很犹豫？讲一讲以后，不对，更正，不是那样，是这样，那个是不是犹豫说？那我们呢就是要决定说，决定说呢说出来都符合真理。符合真理的叫决定说，说出来都跟真理相应，决定说，然后呢表真身，真正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真身就是佛，佛就是真身，佛法身佛法身是一体的，真正的身就是佛，
真生，所以身修法可以成佛，成佛了以后说法给身修，懂这个意思吗？佛法身一体的啦，没有分别，佛法身在我们身上，佛呢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身呢就是我们行为，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叫做身，是不是一体？我们佛性决定做什么？般若妙智慧告诉我们要做，这个身呢真的行持是法身，所以佛法身是一体的，一体，没有分别的，所以一定说真身。有人不肯令成令情真直觉本源应，所以这边贤觉禅师讲，所有人不肯认情，不肯认那个，所以这边那个贤觉讲的那个角度有时候就会很广，不肯认情，就是不被我们私情征兆。我们会不会被私情征兆？不但会，还很严重因为那个有利益那个私情对我们来说呢都有利益假如说有人不肯认情生的时候，那个是不是要坚定？要不要坚定？就像那个5867狗音转转世不留情，因为转世我们都会既有利益都没去都会留情转世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就变凡夫了，转得过来就可以成就了，所以我们说呢不肯认情真，不被呢私情征兆，那就呢都符合真理，符合真理的话就能够直觉本源佛所欲，直接到达本源，这个佛是认可的，就是可以成佛了。你认情真被私情征召了以后，就是落入那个六道轮回，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肯认情真，不要被私情征召，所以这个讲的叫蛮理想。斋业呢这个行之我不能。这个斋业行之呢，就是在小的那一些法里面去修持，很多的法了解说，在修持的过程我们进的话有很多的法门，有84000法门。那呢，贤觉禅师说那一些这个斋业这个行止就是点点滴滴的那一些我做了，我不去做。比较久的时间花费很多精神，成就不大，所以他要直接进入不生不灭本体，所以就不要业呢行之。这个呢我们自己衡量，说自己适合慢慢这个累积修持的话，那这个就不要排斥。自己假如说性够很锐利一下子可以到佛地那这个就可以把它撇开。摩尼支人不是摩尼宝支，这个摩尼宝支就是讲佛性本体，这个摩尼宝支我们都有，每一个人都是摩尼宝支。可是我认识自己的摩尼宝支嘛？都不认识不知讲自己有这个宝珠的身躯不晓得这么宝珠呢都在我身上，我们都不知道。如来常里亲说得，这个如来常含藏在如面性分里面这个摩尼支在我们的性分里面如来常里亲说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摩尼宝支，我们可以呢亲自来获得这个摩尼支。一般神通呢空不空？我们都有这个6般的神通就是要有天通、天耳通，然后他心通，然后宿命通，然后呢神足通，还有一个最后那个最难通的就是肉尽通，肉尽通就成佛了。
所以外道就只有5个，那个漏尽通没有，外有办法漏尽通，漏通呢就已经成佛，所以6般通都是我们佛性那个功能作用，它本来就有，本体就，只要我们努力去培养万年放下一念不生。时间呢有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呈现久了以后，这个六神通慢慢都会呈现，它不用追求，追求的话它会消失，那自然呈现的它都永远在，就是功能我们佛性功能作用那我们呢这个一讲到神通人都来了，我很希望有了可是只要我们按照真理来吃那个都会现我们万年一念不生呢，最早呈现的就是我们那个明度增加，就是那个第六感那个敏感度会增加，增以后会有一些比较学那个事会呈现比如说很久没有见人你有征兆说我今天也录得像，会事先知道那还没有到的事你也会事先有预兆，这个就是敏感度增加。然后出门的时候，尤其在北部时常下雨，结果一出门大太阳，可是那个般若妙智慧会跟你讲多好爽，然后你看见玻璃高多好爽被红球，然后出去没多久下大雨，真的我跟你讲多好爽，你唔大你有南湖，很奥妙然后走路也是很奇怪这条不能走，这条走就有代志。这样这个都是或许听前人跟或许讲的，有事呈现了。讲我刚刚不是，真是拄到代志，到灾难所以那个都是我们那个性本身发挥的一点它的功能。那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也不用想该你怎样的喝。所以那个6般的神通6般神通呢空，可是真正的有就是不空。一颗呢眼光色灰色，我们一颗眼光，我们佛性呢就好像一颗眼光一样，色眼光是色嘛，可是没有形象，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心不露思维，妄心本无处所，三际求心心不有，心不有是妄言空，妄言空是即菩提，无相光中常自在。你之前有没有讲过？一定有啦，只是忘了而已所以那个无相光中那个这边讲的就是那个色灰色就是没有色，就是无相，没有形象的光常自在。所以把这个句语我们也可以把它记下来。真心不落入思维，所以思维时候就不是真心。然后妄心呢无处所，就是我们的妄心没有地方所在。之前不是用茶杯来比嘛我们说茶杯我很喜欢，结果把它打破了，他喜欢的心去哪里？找不到，他没有地方所在，所以妄心本无处所。三际心心不有，三际过去现在未来要求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求不到。三际求心，心不有没有，心不有处妄言空心既然没有过去心，没有现在心，没有未来心，我们要攀岩的那个攀岩都没有地方攀岩了所以三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妄言已经空了，妄言空处即菩提，妄言的空处就是菩提，然后无相光中常自在，没有形象的光常自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边呢因为他讲到呢那个一颗眼光色灰色，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来解说比较详细因为那个无相之光就是眼光，
就是我们那个佛性之光，它没有形象，可是它非常亮。佛曾经讲过我们那个佛性发挥的那个光明啊，100,000个日夜。我们一个日夜一对日夜已经很亮了，它是1,000个日夜那么亮，我们的佛性那个光啊，可是我们都没看到啊，多快所以要讲说无相之光，没有形象的那个光看到什么时候看到？各位先生，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做鬼的时阵就看得到。做鬼就看到讲我这光可是我们是要做那个几根那个人去做鬼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有对待了以后那个就会呈现的那个现象。净无言而无力这个净清净我们无言这个无言各位知道，肉眼天眼，然后呢眼、法眼、佛眼无眼，这个无眼我们呢都有了不是有五对眼睛呢，而是一对眼睛里面具备有5种功能作用我们呢一般都有肉眼，然后我们从修持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天眼然后呢我们修持方面我们从我们佛性之中可以得到慧眼，慧眼是因行，然后我们努力修持可以得到华眼，华眼很就是后来得到智慧，这个华眼最难的这一个众生的根基如何，你有华眼你就能够看得出来，那他要用什么法来修你也会知道，那个叫华眼然后最后呢具备前面的4眼都有了，就有佛眼就是无眼，那无眼呢都净净无眼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要努力学导的是蛮多了，还要正确的方向这个净无眼得无力这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有那个信静念定慧，有这个5个能够得无力信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精努力修持然后念就是正念，没有念头那个正念，定从佛性发现，慧智慧，信静念定慧无力能够呢净无眼呢得无力，为正乃知难可测，就是一定要自己实行以后有正业所以为正呢乃知正才会知道难可测不能用我们那一种心来测来测量。成理看现不难，境理看形见不难。我们在呢这个镜子里面看到形象那个到形象的不困难。水中舟夜真的我们呢水中舟夜，所以这边就讲我们要了解水中的月亮那个意思在地上，水中的月亮是虚幻是呈现，那个真的呈在虚的境里面，那我都在虚幻的境里面要去抓那个，抓得到吗？抓不到，对不对？这个学我是在认知的方出问题，把那个假象都当成真的来追求，结果真的都遗失掉了，都是水中呢要去呢这个抓月亮。还剩下15分钟，要给各位发问。问题吗？要问才会进步得快我们北部也都是这样，一问进步越快，了解呢就越多，
生活呢就越快乐，就好像在天堂一样。好，请问，请说。或者是那个第二波的或者啊，第一次比较，请说。上一次那个有讲师有提到业力现前啊。好，业力现前。对，请问说到底如何来看待这个业力现前？那当业力现前之后，有的一下子就解脱了，像上一次有报车祸，他有的还要有机会去面对承受啊，有的要受尽折磨啊。他有的还可以写病房日志啊、日记啊，他有的要不会手带走哦，他那请回来就带回去说一下。好，请说，请说。这个我们呢，修道人哦，对业力现前呢，就是一样要欢喜心、甘愿受。哦，既然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欠的都有一个限度了，我们还的哈，就越来就越轻松了。所以面对业力现前的时候，不要逃避，我们就要有那个勇气去面对，诚实的去面对，该如何都如何，爱海就是爱海啦，跟他讲说，不管多久的时间，我一定会把我欠的全部还清。那我们有这么的坚定的心啊，那个债主他就会放心，所以债主不会急着要。那只要他不急着要，我们的遭遇就不会很激烈，不会很坎坷，做起来就会很顺心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同样的这个遭遇到说一起遭遇到一件蛮大的那个时候那个业力现前，可是里面的每一个人的那个接下来的现象都不同，不会一样啊。因为每一个人的他所里面内心所想的跟所做的都有程度上的差别。有的呢，在造业的时候是造得很重，所以那个接受都会比较严重。那有的呢，只是心念而已啊，没有实际的行为，只有心在想，那个业就比较轻了。可是也毕竟有了，也是要去接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在凡尘都没有固定的形式啦，重点都是在我们心，看我们用什么心来看待这件事。只要是正心诚意的去面对，绝对都是可以解决。一解决就没了，没了以后又清净了，又恢复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都是虚幻实在的。那我们用真心来对待每一件因缘，不是新年这样唱吗？那个老师做的词曲啊，就是用了真心来对待每一个因缘，这样都会解决的。这样可以吗？还有吗？好，请说。拿麦克风大家才会知道你要问什么。刘法师好。好。我想问说，执心所行所想所做的事情，能够超脱六根所行所做的事情？好。我们要了解到执心是从佛性发挥。那我们六根从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才产生的，它的来源不同。我们执心没有经过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没有没有经过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是了解它已经脱离那个因缘际会才产生的。它不是因缘际会，执心是从佛性直接发挥，是怕我们从执心发挥以后落入第六的意识，那个会变化。所以只要我们不变化，是执心的就坚持按照执心的来应对，这样都不错，没有业因的形成，不同的。
绝对不同。好，请说。或许在一位姐姐问哈，请问有讲师何谓一呼则百脉皆开，一吸则百脉皆闭？那个大概一窍通嘛，是不是问这个意思？问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是呼吸的嘛？对。哦，是讲我们修持功夫的一呼一吸嘛？哦，这个何谓一呼啊，则百脉皆开；一吸呢，则百脉皆闭。这个开闭啊，一呼一吸啊，这个开闭。所以我们了解在凡尘啊，都是生灭对待啊，我们也是在一阴一阳之中，互合于天地的那个一阴一阳。也是符合我们生成之道。那所以这个一呼啊，百脉皆开。我们的身体方面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假如说这个鼻孔不呼吸呀，我们的那个毛细孔一样会呼吸呀。它毛细孔的呼吸呀，也是一样。这个我们呢，这个一呼的时候啊，它呢这个所有的毛细孔都打开了。那当我们一吸的时候啊，全部的毛细孔都收缩，这个一呼一吸呢，那个是一种自然动作。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些啊，都是始于的生理状态，我们身体的生理状态。所以那个舞台的表演者啊，把身体都磨那个银魂。全身啊都是磨那个银色的那个粉末，他把那个整个毛细孔都把它遮住了，那个要赶快洗掉了。表演完了不赶快洗掉，它会窒息，会死掉的。所以这个是始于生理状态，我们身体的生理状态。我们那个生理它有生住意昧，始于生理状态。所以我们了解说，努力来修持的话，我们现在很粗的都是在鼻孔。那假如说我们这个时时刻刻有运动，然后有进入比较禅定方面我们鼻孔的呼吸已经很和缓，都是很慢，它很细。它到哪会鼻孔会没有呼吸就是全身的毛孔在呼吸。然后那个真人呼吸一种，就是我们脚底这个全身都没有，从脚底在呼吸那个是真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人是一个真一个假，人死不是有两个人吗？一个真一个假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修持的重点是在心性那有一些生理部分我们就让它自然就好。纵然我们能够呢在身体方面修的能够有这个1000岁的话，那还是会死只是慢死而已啦。真的可以修到那么久的那个岁可到84000岁。可是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实社会你活得还老的创啥？没有那个鲜明的那个目标让我们追求。我们追求鲜明的目标，是从心境，然后修成呢，跟天地宇宙呢融成一体，那个才是重要了，才是就近。那这一些这个从身体产生这方面几百岁、几千岁或者大部分都不愿意讲。一讲的话，我们去修已经重点转移了。它转移无菜，一样过生活一样过日子可是结果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以生理状态。
它自然现象，是身体方面自然现象。还有吗？好，请说。小师，请问我们在会场有上期在道场吸食很久，因为诚心他时常去道庙帮忙是亲做事，帮忙道场做事。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方面的事情呢，7个人前出游了，全部都上去了生意。我说，你这个人这么诚心，他怎么而且他全部都融汉中，他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好，请坐。我们用一个好的角度来看待，因为他很努力的在了他的成缘，完成的因缘，他很努力在还债，他刚好这些债都已经还清了，成缘已经了了，所以成缘了了，他就归位了，就登去了。所以我们看待就是说好事啊，伊里面个地方顶咧受苦啊，安尼好事啊坏事？好事啊还有吗？还有3分钟。好，请问。比方说教一下，像一般佛经里面不都是些咒语嘛？对。然后他说为什么要咒语？他讲过念这些咒语有很大的功效，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一些咒语都是那个佛菩萨那个修持心法的结晶体它一句咒里面包含的意思非常多它包含非常多它只要持这个咒，这个虚空之间可以说它可以发号施令，这一个总司令。所以要了解它那个咒语里面它包含所有的非常宽广，什么山神的头、海神的头、雷神的头、鬼神的头，全部他们那一些头都包含在那个咒语里面。那他一敷这个咒语所有那个部下没有人不听话，全部要听话，所以那个变成为功效很大，不可思议那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就一定要虔诚。要心跟那个真理相应，跟那个佛菩萨的修持跟那个真理相应。不要去了解那个咒里面的含义，因为你要去了解含义你分心就不专注了，不专注功效就打折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你很虔诚的去诵咒，它的功效会呈现，会让你很惊讶。就是心法结晶结晶，那个修持的那个心法已经灵气了，所以有它的功效非常大。还有印宗，好，请。其他的话，其他报纸都会说，像刚刚车祸为什么圆了的那么凄惨？那个凄惨是现象在真理方面真理方面不会轻看，我们佛性没有形象，所以他在凡尘的缘都已经可以了了，当然还可以往后可以行持啦，可是他有那个关卡就过不去了，过不去那个时候就可以走入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努力修持没有成就的话。所有的修持都在我们性分之中，那性分之中它会延续看我们有现什么相出来，就会把它接下来就修持。那假如说都已经没有在这个完整在现象，可是他那一些这个努力在行持的，毕竟也都在不管再怎么久都在。众人到下一个缘会他也在。所以我们就不用烦恼，祝福他就好了。下课，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每各位天贤给佛学界学讲。
我们呢就接着上个礼拜的那个玄觉禅师呢正道歌。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水中呢周月增年德，对不对？对。那么底下呢就常独行呢，常独步。这个常就是珍藏常住。那独呢就是独一无二这个行跟步独行独步就是我们这个等于是呢一性指挥我们的身体，然后呢每一个邪词每一步都从性海里面呢这个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完全都是率着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在这个凡尘坚持整个呈现的都是真理常独行呢，常独步。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尘都是相对都是呢有两边，可是呢我们这个真心佛性它是一个绝对体独一无二，没有相对的。所以我们能够领悟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可以知道说它呢是一个绝对的绝对体，没有两边所以这个独行独步行持是从佛性呢整个呈现。那我们能够呢了解到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以后就叫达者达到那个底下呢达者同游涅盘路，达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已经呢可以进入了那个叫达者。那么达到的人叫达者，达者呢同游涅盘路，都可以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道路就已经呢回到我们的本位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呢要自己努力才能够达到。调骨神清呢风至高，这个调骨神就是骨神调。那我们骨神调四神就没有那个前病，了解意思吗？骨神就是我们不生不灭那个这些佛性叫做骨神我们能够呢就是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拿出来在日常生活之中运用。我们已经呢在运用我们的那个佛性，所以四神它就没有那个发号施令的余地了解这个四神吗？就是我们生活之中呢那个认识那个四神。我们在日常生活呢用四神，不是用我们的佛性那假如说我们用佛性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不会有业，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因为我们都用四神认识就是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都用这个心用这个四心在应对凡事，所以会造业。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能够呢调骨那个神清，能够呢我们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都已经呢能够启发了，能够运用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回到清净的本来。所以那个呢风至高调骨神清风至高，等于是说表现出来，从佛性表现出来呢都有德所以那一种德性等于是说可以说整个呈现出来，让人看到的呢都是属于这个德性。那么我们要了解说那一种风气
社会的风气啊，假如说有这个大德者有很多的这一些都在呢推广真理的然后来这个领导整个我们这个凡尘的潮流，那么这个样子的话，那一种风自告，就是那一种风气非常理想，大家呢都会很这个和拢，就是很快乐的可以过生活，所以那个能够调鼓神清呢风自高。可是我们这个社会现象呢，大部分呢都是会追求名利啦，会比较自私自利，所以导致一种调鼓神清风自高的这一个距离还有一段，就是我们本身呢要投入努力影响到呢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这样呢让整个社会风气都非常的理想。那么底下茂翠古刚人不顾，这个茂翠就是形容我们这修道人的这一种容貌非常的纯粹，就是非常专一让人一看了以后都不会有那一种负面的那一种情绪出现，很纯粹，茂翠。然后呢，这个骨刚就是呢非常的正气人非常有这个正气，能够呢把这个社会整个正气都呈现出来，所以骨刚。那人不顾就是这个凡人的所有一些讲话讲的不好听的话呢，全部呢都不会在意，都不去呢这注意他们讲什么话，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只要我们呢这个把定自己的主意，从呢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发挥出来，所作所为都符合真理，那人家讲什么负面的话呢都不要在意，所以人不顾，是别人所说的话一不顾，不去呢这个在意他讲什么，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做到呢那个茂翠骨刚人不顾，穷世子口称平，那个穷世子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口称平就是嘴巴里面都称平道，那个是手的戒律都是这个努力的修道，所以这个制定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那个修道人除了3衣1钵以外不能有东西在身边，就是身边呢不能有财产。那个意思就是要甜心修道，所以要了解说，这个修道人要把所有身边的物都已经拼除了，身边已经没有依赖的东西了，就会很专心的修道。那假如说我们身边有很多可以依赖，我们那个专一的程度都不够，没有专一修道就修不成，很难成就了。那我们呢把身外物全部都拼除了，身外物都没有。那没有身外物以后很专心，因为一无所有了，要追求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一定要成佛，没有别的路，那样很专注的就一定会成就。那我们凡人呢，大部分身边都有很多东西而且又想拥有更多，所以我们以拥有为快乐。那修道人就是要空无空无了为快乐，因为到达空无都没有挂碍，那没有挂碍佛性很
很专一、很清净啊，就已经呢可以进入那个佛性本体了。所以这个是很理想，一定要自己努力呀。那我们身边东西太多了，那个呢挂碍就太多，依赖也太多，出的力道就不强。因为有依赖所以成就就不容易，不容易成就。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要依赖身外物，那个呢都咱未可的我们靠了那一些这个身外物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有骄傲。那内心有骄傲是修道人最大的障碍，所以修道人呢不能骄傲，不能嫉妒，内心呢要清净，所以要时时刻刻呢都把握，了解说，那个为什么修道人都会那频道，就是要去掉所有的一些那个阻碍、障碍、阻碍全部都去除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达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那个佛性。那么虽然口贫是呢身贫道贫，虽然我们称呢这个贫道就是在身上这个现象讲，那我们呢道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身就已经很坚强，对他的认识也已经呢比较透彻。各位先生，我们对佛性有没有比较认识的透彻我们回想一下还没有上课之前，跟我们上了第17次，今天第17次的，有什么差别？对佛性认识的比较深刻，有没有？也知道我们该怎么追求，对不对？方向比较确定。所以呢，我们修道就是要明心见性。心性呢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我们了解说，在生活之中就是要整个心性都呈现，然后让它清净。这样呢就一天一天呢，我们呢就会越能够进入，能够呢心性能够把握，那成就就一定我们心里面可以产生信心，一定成就。自古以来所有的佛菩萨是从心性修成的，他一定从心性努力。所以我们那个道在身上，这个身呢虽然说这个是很这个贫道身虽然是没有什么这个物质，可是呢就是整个那个佛性本体就在我们这个掌握之中。贫则身材披履合，就是呢穿那个袈裟，礼盒呢就是袈裟，贫就是我们在讲贫道呢，身呢都穿的那个袈裟，所以在佛制定的袈裟，它是很多的那一些人家不要的布把它拼凑成的，不是像现在的那个做得很好的那一种。那个已经都丧失那精神。那么道者呢，心藏无价珍，我们道就是能够呢藏着无价珍，无价的珍宝都在我们的这个心中，所以是最富有的，最富有的就是呢我们有我们的真心佛性，那个呢是无价的珍宝。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每个都有有无价的珍，那这一颗呢无价珍用无尽这个无价珍我们用都得这个不管几生几世都不会用完，它是呢这个长存的，所以就是呢用这个无价珍。利物应机终不利。我们那个无价珍呢，可以利物可以应机，
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凡尘，那个利物啊，我们要知道说凡尘的这些所有这个东西呀，是经过我们人，然后改良，经过我们人去种植，像那个稻米啊，我们一经过改良以后越种就越好吃啊。水果是一样，经过改良以后，那个水果就不一样的那个吃的那个味道啊就完全都不同。那个呢叫做利物，这个所有的东西，让我们人来用那个利物，然后应着那基呀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应着凡尘众生的根基。中呢不吝啬，绝对呢会把那个最好的、最上圣的都呢给它呈现让众生呢得到利益。那么三身四智体中缘，这个三身呢就是法身报身以及化身三身。那三身呢在我们身上都全部具备我们的佛性呢是法身，然后我们般若妙智慧就是报身，我们的行为就是化身，所以三身都在我们身上。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不了解？我们佛性本体法身，然后我们呢产生的般若妙智慧，有智慧来处理事情这叫报身。那我们的行为叫做化身，因为呢行为很多，所以有千百亿化身一个行为一个化身，所以这个三就在我们身上。那四智各位浅浅还记得四智是什么吗？记不记得？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八识变成四智。第一个呢，就是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智。第二个呢是第七的摩那识变成平等性智。第三个呢就是把眼耳鼻舌身然后我们变成成所作智。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阿赖耶识变成大圆界智。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身上都全部具备这个四智。那么第一个那个第六个意识转成妙观察智，那个最重要。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用的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我们马上现象，马上生出念头那个呢已经在日常在用。我们用意识会落入取舍。有取舍会造业，然后我们呢用妙观察智，因为妙观察智会见非功，见到呢非有为功用，非有为功用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也称作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所以那个把第六意识变成始觉智。那因为观照是观照我们佛性本体，叫本觉理，本觉就是佛性本体。用我们佛性发挥的那个观察智始觉智来观照佛性本体，然后合以大觉，因为我们的觉性尽虚空遍法界，非常宽广，合以大觉，然后成究竟觉。究竟觉就是佛的果位所以我们从觉智观照本觉理，合以大觉，成究竟觉，整个修持构成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了解说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始觉智，已开始觉悟了不再凡尘流浪。我们在凡尘流浪就是没有觉悟了。那么已经觉悟了，就不在凡尘流浪在凡尘要受苦。那我们可以脱离这个苦海所以用第一个妙观察智能够见到那个佛性本体，所以见非功，然后把那个第七的摩那识就变成平等性智。
所以我们佛老师说要我们培德，培养德性啊。那我们德性之所以建立不起来，就是分别心太浓厚。那分别心太浓厚德性就培养不出来。那我们能够平等见智，就是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那平等了以后分别心就没有那么浓厚。人与人平等，人与物平等，物与物平等，整个都是平等。那平等了以后分别心淡薄。那分别心淡薄以后，我们就容易建立那个德。所以我们对所有众生都尊重，叫供养之佛。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已经在供养之佛，就已经在培养德性。这个是很重要。把那个第七摩那识转成平等性智。平等性智的时候心无病，心没有病了，就是分别心心就没有病。那第六跟第七两个转了以后我们就转前面的5个眼耳鼻舌身。那眼耳鼻舌身因为它没有常意的地方。所以眼耳鼻舌身眼睛所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嘴巴吃的，身体触摸的，它都归入欲地，都是归到异地来。所以第六个异地我们就已经前面转了。然后呢用那个妙观察智跟平等智来指挥前面的眼耳鼻舌身。要他听话，叫做成手作之，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完成妙察智跟平等性之命令，然后眼耳鼻舌身去做了，叫成手作，成手作的智慧，所以成手作同圆镜，跟圆镜一样，然后最后他的阿赖耶识就转成大圆镜智。所以我们这个普通就是没有这一种大圆镜的智慧。那假如说我们把我们整个这个面孔当成一面镜子，那事来就折现事气就不留，对不对？我们整个孔就变成镜子，事情到了整个形象都呈现在我们眼前。然后事情一去了我们全部脑海都不留。事来则现事去则静。事来就现，事呢就静下来了，那个叫大圆镜智。那我们有这个大圆镜的智慧就没有取舍，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了。所以我们能够把那个第八的阿耶识修成阿摩罗识。阿摩罗识叫做无垢，没有无垢了，完成的无垢都没有，无垢识已经恢复了。所以这三身四智体中远，三身四智就全部具备在我们这个身体上。身体全部具备三身四智在我们这个佛性之中全部都有体中圆，非常的圆满在我们这个身上。六节八节六通心地印。那或许为了这个八节今天特地就带一张来，各位手上有没有一张新的？那个就是八解，八解脱。那八解脱也叫做八倍舍，就是我们把它放到背后，把它舍掉，就是成了一些障碍我们都把它这个放到背后，把它舍掉，不要它了，这样就可以成就所以或者又把因为只有光讲不太容易了解，所以又把它因为之前很久之前就有写这个讲义下来，所以把它带下来印给大家看
所以我了解呢这个八解脱啊，以前有没有听过？都没有听过哈。这个是一个教的基础修持功夫啦，基础的、基本的要修的基本的功夫啦，基本的那一些功夫所以呢，我们了解到一般呢我们呢都没有详细的记录要怎么样来修持。那么这个八倍舍也叫做解脱所以开始修的时候呢，就是修内有这个色想，然后观外色解脱就是呢不破坏内外色，内外这个色都不破坏，不昧呢色相我们色相呢都不昧，以这个不净观内身，就是呢我们来观呢我们自己的内身都充满那个不净，就是误会加垃圾，我们的身体肉身呢非常的这个说不干净不清净。那么以这个净来观外色以不净来观我们身，以净呢来观外色。那么先呢观外色净，把这个外面的形象都能够观清净，先把心呢能够调柔调得很柔和那么观这功夫还没有增长的时候那个色就不要观得很多，就观一点点那个形象观少一点观少一点的话心就比较容易收摄回来所以要先观少色。等到呢我们那个观已经呢成熟了以后观多的外色也无妨也就没有关系了那么又观我们内色，就是我们内身里面自身呢是种种不净。那么细心就是把绑住来观我们内心这个时候看到我们这个身体这时时刻刻都产生那个九孔常流我们脸部有7孔，大小便2孔就9孔都是种种不干净。那么观了以后就会生，就是对自己的那一种身体不会迷恋。所以各位先生，为什么他们印度那菩萨可以对这个外色都那么容易的就是呢透得能够呢知道那个不净，就是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人死了以后有一个地方叫做那个尸体的就是把那个死掉的人没有埋拖到野外给那个野兽吃，就是布施给那个野兽吃人的身体那因为有这一个地方所以在修菩萨道的人就去那个地方来观看呢我们人死亡了以后，然后经过1个礼拜怎么变化，到第2个礼拜又怎么变化，第3个礼拜又怎么化，有实际的去观看，而且就是很多了这个人死掉都会把尸体拖到那里去给野兽吃，所以他们看机会很多1个礼拜我们大概都会开始膨胀，我们那个死掉后尸体开始膨胀，到第2个礼拜就会整个崩破了，血流出来第2个礼拜就已经拢肉拢经到碰多团裂破肺水拢流出来，然后到第3个礼拜开始生虫，我们那个肉生糖第4个礼拜糖拢在吃吃我们身上的肉到6个礼拜肉拢就吃了剩骨头
因为又在野外风吹有露晒，有雨淋，所以很快那个骨头啊又风化，风化后啊，风一吹啊，它就散了，它就不见了，它去哪里了？因为实际的这样去观察，不像我们在东方要观这个白骨观啊，不是很多这个年轻的这个修道人都很对女色还是很迷恋的时候啊，就叫他观那个白骨观，就是这个带粉骷髅，要观那个女性就是带粉，磨了一层粉，然后就是骷髅，那个是用想的啦，不像印度他们是实际啊去观，是观各位前人，假如说我们去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是不是印象都很强烈？印象强烈之后啊，对人体啊会不会迷恋？会不会？我们不要去看了，我们光听就已经就产生厌恶了，对不对？龙塘的甲，那5礼拜的时阵啊，万虫窝，都是虫在吃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人体啊，就是这么的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动员忌讳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借假补真，把那个不生不灭的性啊，修正出来，这个才是重要，身体都要还给天地的。这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呢，对身体啊已经产生了那个厌恶的时候啊，那个饮怒吃啊，就很饱了啦，加饱啊，拢无啊啦，饮怒吃拢无呀，极致啊，这个惊悟，这个我为无认为自己啊，没有眼睛，那么此生如此啊。如何允而会生着？为什么会练了这个身体？所以啊，那个收摄我们的心啊，会识观然后我们就可以啊，让脑筋啊清醒，此这个皮肉血髓这一些呢，都全部去掉了，然后底下呢，这个底下这个修持方法。是在那个大藏经里面呢，把它摘录出来，就是呢，我们皮肉血髓掉以后，就剩下白骨，然后这个时候又细心呢来关照这个骨人，今呢，假如说持善了以后啊，又把它收摄回来，要来一直啊关照这个骨人，身摄心，把那心都摄回来，收摄回来，那个见到呢。这个白骨啊，会流光，白骨啊会发光，那么能照啊，内外的这个之物，内外物呢，都可以照，那个白骨的光可以照内外之物，然后呢，古人啊，三昧，这个呢，但这个光，这个见到呢骨的光，那么其外呢，这个净洁色相，这个肉金刚真知，金银的宝啊，肉这个清定，肉水，肉无烟的心，净洁火，肉清风无尘，没有这个灰尘。所以呢，我们今天坐着下来啊，整个这个外面都会蒙蒙一片，都是那个灰尘啊。冲晒啊，整个空间，或者说下一阵雨把那一些灰尘啊都沉淀到地上以后啊，天就会清。可是好像久没有下雨了，我们南部很久没有下雨了不像或者在基隆跟这边是相反的，要见到好天气是很难，我们是要见到雨天很难是两个极端啊，把那雨刷一刮来家就好啊。我们那边雨太多了，时常在下雨。所以呢，我们在关照青色呢如山，
黄色呢如金，然后红色如火，白色呢如血。我们这样观的话呢，黄色就进了。那么启示呢这个相呢静观。所以这样心呢随时在姿色，看起来拢个看它拢真清净。那么各有清净光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修行的人，观照的人这个受喜的会遍满整个呢的身中。这是第一个呢，就是内有色想，然后呢观外色解脱。因为是第一个，所以会讲详细点。那么底下呢，第二个就是呢那个内已经没有色想，然后观外色解脱。内没有色相，然后观外面的相。大致的那个所观的方法跟上面所讲的都有一点相似。那么第三呢，就是已经净解脱身作证即止住。就是已经呢有效呈现了，然后我们身体呢自己本身有经历过。那么再下来接着呢就是空无边处解脱。第二个呢事无边处解脱。第六个呢无所有处解脱。第七个呢想非想处解脱。第八个呢内受想定身作证即止住。这个都是已经呈现。所以这个叫八解脱。那因为呢要了解说这个是一个修持的一个过程，修持功夫这个过程，所以特地呢把这个八解脱这个所以让我们这个了解。不然呢那个永嘉大师玄觉禅师呢，他只有讲那个八解六通第一。就因为字八解八解脱，那或者说我们假如说没有写下这一章的，那么对两个字八解脱可以说很陌生啦。那现在呢虽然不是很透彻，不过已经有一点概念的，没有？就是有一点概念说，这个是修错程，我们呢要这样做，才呢容易进入清净的境地。所以那个解。那么六通呢？这六通我们倒是比较常听到了。那个天眼、天耳、神足，宿命、他心，然后呢，那个漏尽，最后一个那个漏尽就是最困难。这个外只有五通啦，要六通呢，就是成佛了。漏尽通就是成佛了。所以八解六通，心地印。我们的心地来印证，能够印证八解脱跟六神通，我们全部都有。所以各位学员只要肯用心能够呢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然后断实讲，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会产生。那般若妙智慧产生以后，我们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它会很灵敏。那很灵敏呈现在我们手之中就是第六感特敏锐会呢还没有到的事情会预先知道。甚至于我们在走路要走哪一边遇到那个分岔路的时候要走哪一边，佛性的会告诉我们。我们佛性的话呢就很顺遂了。不听的话就会有挫折。那个就是已经呈现了佛性功能作用。那我们到达最后都会有具备那个六种神通。我们不要去追求神通我们目标会变成不正确。正确追求来的神通它会消失。我们追求不生不灭佛性本养，它会具备六种神通长远都在。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八解脱六种神通从我心地印证，全部呢都有。那么底下上士一切了这个上士
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只有讲这个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各位有没有这个以前有没有听过？这个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呢，肉成肉往；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止以为道，有没有？就是呢，上士上等的根器的人一听到道以后勤努力来行持，勤而行之。然后中士闻道呢，就肉成肉往，好像有，好像没有，因为他的善根不够，所以那个信心不足，就肉成肉往。那下士闻道因为下士没有善根，所以他闻道以后大孝之真公会笑说臣不会享受了，去修道吃苦，真公老子说不孝不止以为道，伊若无笑这个道就无价值，跟伊的善根就一样，就没有价值了。因为他孝，这个价值才会呈现。所以这边呢，就讲上士一觉，就是一旦觉悟了，我们上士的人一旦觉悟了，一切都不会再有迷惑了，不迷惑呢，不起惑造业就不会受苦。所以一旦觉悟了，就一切了，一切都已经有答案出来，要怎么做自己都知道了。各位浅显要做上士、中士还是下士？所以上士要勤而行之要一觉一切了，就是呢一旦领悟了以后要一切都领悟，再产生迷惑，因为我们迷惑会造业，造业要受苦，所以一切都已经了了。各位浅显，一切了了没有还没有有没有解了有没有这个上士一解，有没有一解了？一旦觉悟了，有没有？觉悟是有，不敢肯定他也有这个深浅，领悟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可以领悟很深的，有的人是比较粗浅的。那我们一定要自己努力自己呢朝着这个真理的方向一直努力，所以呢我们这个后面有很多现在又增加要做那个CD 片，因为 CD 片做出来要很多，我们呢从第一次到第9次有做一片的MP3。那要做那个 CD 那个一片就要变18片，就是要变8片。现在呢，因为我们这一次讲了以后，过年了要休息1个月，所以被把第10到17就做成第2片 MP3 第2片，所以各位大概礼拜4可以来这边拿，会寄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拿，也会把那个 CD 片因为有的有旧的机器就是 CD 可以听 CD， 不能听 MP3，所以准备做那个CD 片给各位，可以反复的去听这样进步会很快，所以这个下个礼拜4大概就来了，来这边拿就有。我们那个CD 就是现在寄前面的，那个第1次到第5次有10片，先寄过来，然后以后过年之后再把后面的又寄过来。各位想不想要要。CD 片要不要？要。很想要吗？很想要会多少点？会多一点多点够了，像我们第16次的上个礼拜的
已经有500片，在这边有500片，所以希望各位都拿。那上一次的我们又多200片，因为上一次的可能有的还没有拿到。上第15，先送过来是第16，我们这个17要下个礼拜4来拿，会一起寄过来，第17的，还有那个第3第10到第17一片，那个只有一片，那个 AP 只有一片，可是我们做西的话这个1集就要2片，然后我们有8集的话就要16片，因为就是各位已经有旧的机器CD 就可以听了，所以我们也准备呢把那个 CD 片也烧过来给大家听，给大家方便。中下文呢都不信，那个上士一觉一切了，上士呢一旦那个领悟了以后一切都没有迷惑了，所以一觉就一切了。那么中多文都不信，我们有讲过，这个中士呢跟下士中士的善根不足，那下士有善根，所以呢他们听了都不相信。然后我们要了解说，这上乘佛法呢，都是要自己累积善根，善根已经成熟了，就可以接受呢这个上乘佛法，都是要自己努力才能够接近。但是呢，怀中解垢衣，我们要自己从自己的胸怀之中来解下那个污垢的那个外表。要自己这个努力，把自己心中呢所有那个污垢都呢把它去除掉，这个怀中呢解垢衣，把那个所有污垢去除，谁能呢向外夸精进，这个呢希望呢我们就是要能够呢自己去掉自己的污垢，然后呢也鼓励我们周遭的亲戚朋友一样呢向着这个追求回到呢我们每一位佛的本位那一种方向前进，所以那个向外去夸精进就是鼓励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全部呢都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底下说众他谤认回，这个别人外面的人讲什么话诽谤我们，讲我们不好，我们也都不要在意，就是呢这个众他谤任他挥，他讲的那个我们那个不好的地方呢，我们都不要起心动念，把火烧天图自彼，那诽谤我们的人，我们跟真理相应做的事情都跟你相应，可是呢有人在讲我们坏话，那个就不要呢去在意，就众他谤，他诽谤让他诽谤，他讲我们不是也让他去说，他呢就好像他的火把在烧天，那个火把烧天他天呢烧不着了，那个烧不着，图自己他自己拿火把烧天的人自己很疲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真理在就是真理，只要我们符合真理了，那别人怎么说呢就不要在意。我呢恰是饮甘露，听到别人在这个诽谤在讲坏话的时候我们听到就好像在饮甘露。所以这个要有领悟才有办法做到这一个状态，不然呢我们听到在讲我们坏话呢一定会生气，生不生气？一定会生气，那个人是长情。那能够呢人家诽谤我们好像在饮甘露表示说进入真理世界，那别人在诽谤就是在
去除掉我们那个累世累生的那一些罪业。咱累世累生啊，拢有种一寡业，伊咧甲咱下掉，这样不好？好，很好，对不对？要不要高兴？要。所以人家在回的时候，我们自己反省一下，我做的拢符合真理，哪会伫咧甲我讲歹话？安尼一定是咧甲我下罪，就是去掉我那一些以往不知道所造下来的一些罪业。要帮我去掉，这样很好，对不对？所以就是要高兴，就应该了，所以这个是了解真理所呈现出来的态度，不是那个讲空话的，是真正的能够实际的去做到。消融呢，顿入不思议，我们把那个所有的有那个容，我们有了容量。就是度大能容，有那个容量，能够消融，消融以后就可以进入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弥勒慈显现给我们看，各位先生，就是满腔欢喜跟度大能容。我们老子是要我们学这两个，满腔欢喜跟度大能容，我们一满腔欢喜，笑开呢天下古今愁，然后我们能够呢度大能容了却人间呢多少事所有的事都了却了，对不对？都不用计较，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现在凡尘跟老子师所表现刚好都相反。你看都穿得很这个端庄，穿得很齐嘛，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有没有？然后这个满腔欢喜我们有没有？度大能容我们有没有？好像都没有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老子是要我们不要住在外表形象，一定要实际的内容要实际的内容说我们内心很端，然后内心满腔喜度大能容，这个才是我们所要真正的去追求的那外表形象那个不要在意不要离谱了就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让我们了解说这个已经呢进入消融进入不可思议的境界。各位，不可思议的境界是什么？我们之前不是时常讲出来，有没有？不可思议就是不要找有，也不要找空，也不要找亦有亦空，也不要找非非空，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什么？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啦，这样懂吗？我们佛性本体就是不可思议是不是不可思议？你怎么想你都想不出所以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这边了解到能够消融就顿入，很快的时间就进入不可思议。那么底下呢观二言功德，这个我们本来是要听二言可是这边是用观观言，就是表示我们听到以后又加入我们心意识观二言是功德。往后人家在讲不好听的话我们要用观二言，然后呢就建立功，心都不会起对待，心没有起心动念所以那个二言是功德，可以做得到试试看，不容易这个导师要一点时间这个观二言呢是功德我们一听到坏话大概都脸红脖子吃马上就呈现
此即成五啊善知，就是那个讲坏话的那个讲恶言的人啊，他会变成我的善知识，会因为他促成我努力呀。像那个释迦牟尼佛啊，他也说因为有那个旁边有人一直在刺激他，他呢很努力呀，这个修持就提早成佛。本来呢这个掌天盘是在我们弥勒祖师之后，结果它变成在我们弥勒祖师之前，就掌天盘了。所以我们了解坏人有时候促成我们努力，就变成我们的善知识让我们能够快成就了。所以台湾的话讲，极力行力，有没有？极在。我们人都会有这样平常不急的都没力，没有力道去做不容易成功。有人在急就是做你看，就有那一股气呀，那个力道就来了。不因呢善谤取厌亲，不因为人家的善笑给谤了，然后呢起心动念。有那一种讨厌，有那个比呀，那个厌亲有对比。假如说呢会起厌亲的话，何表无身持忍力，怎么样表现那个无身，就是没有身我要了解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无身，那我们呢得到生法忍，就可以。不在三界受生所以呢能够了解到不生不灭的佛本体我们就可以进入无生法忍。那么到达无生法忍，我们就是要有那一种慈悲。我们佛性之中具备了慈悲喜舍，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把苦拔掉。然后这个喜就是不会能够随喜。然后舍就是可以给众生利益，就是无条件的可以给众生利益，都可以舍掉。慈悲喜舍是我们呢这个经里面那个四无量心本来就具备的是我们都进入还心以后，才把四无量心去掉，没有把它发挥出来。那现在我们呢回到佛性本体回来，就要把它发挥，就要有慈悲喜舍，自然就把它呢应用出来。那么应用之后那个慈忍力那个人我们要了解说，人是安住不动。我们说忍耐那个是的一个角度一个别名。那它的总名叫做安忍，安忍叫做安住不动。所以我们就是要安住动不动在哪里？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上面，我们安住不动。这样呢你就已经呢到达我们这个本位了。那么底下呢这个中义通周义通，这个中义通收义通我们前面都有很详细那个收通即心通，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我们那个也收了很久，对不对？2个字收通就讲大概2个小时没有。那个心通就是禅宗那个收通呢就是教这个教化，显教的教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宗就是禅宗，然后收就是显教的教化所以呢这中义通收义通，不管是从禅宗的来迟，或是呢从佛这个显教的来迟这个修持，都可以到达不生不灭的那个心佛性体回来所以呢这个中义通呢收义通，定慧严明不自空我们呢这个定慧严明都是从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呢的生发出来有定，然后有慧
定慧呢均等，都圆满的光，然后呢不阻塞在蓝空，所以这个蛮重要的。我们一般呢不知相就是不着有，那不着有以后很容易就着空。那现在这边连空也不着，不知呢就是不着空那个定慧圆明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一定呢我们在日常之中自己的心中一定要有一些这个戒律戒我们自己守着，不能做的就不要做，不能想的就不要想这一些戒律我们去遵守时间那个定就会产生，而定是从佛性本体发出来，是我们从外面学的。外面这个定很容易破坏，可是我们佛性生发的定是自然呈现。还有定了以后那个智慧智慧一有了那个定又增加，互相助了定慧均等都能够定慧呢进入到圆明圆光明不自空不着空了我们众生着有一有脱离这个有了以后，结果着了，很容易住在两边。是呢我们呢一了解到了以后不有也不着空，不着空我们平常是比较少说了，因为我们众生都着有，是呢在去那个有。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很用力的把有去掉以后就走入空了。这空我们了解到，我们修道的空是真，是妙有它空中不空是色空不二的空，是虚空无相不拒绝之相为那个空一样，不一样跟我们人所认识的空是完全不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空间里面它有水有风，水有风土就是色那跟空合一起叫做色空不二所以这个空呢它有形象在所以我们要了解是真空，空中不空，有形象叫妙有，真空不空，妙有没有形象是我们要有了解所以我们在凡要知道我们佛性呢真的就是不可思议不能用头脑来想用嘴巴呢来论议。非但我今呢独达了那个玄觉师呢说呢不是只有我这个独达了独自呢达恒沙之佛体统。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这个十方之佛，恒沙一粒沙就是一位佛，那么恒沙之佛这个体皆同，所有这个体都是相同的，都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无言词同体大悲有没有过那个无言大慈就是说跟我们没有什么亲关系，没有朋友关系没有什么缘分，没有什么都没有可以把那个慈给我们，叫无言大慈。那同体大悲呢就是灵本同体这十方之佛同一个法身，我们跟佛身法身都是相同所以恒沙之佛体皆同都是一样的，这个佛性的体都是一样的一归入呢到这个性本体以后都是归入一体所以分别没有分别了就成就了正性了所以这边呢玄觉就恒沙之佛体皆同全部呢都是一样。狮子佛未说我们呢就是要学那个狮子佛狮子是百兽之王，只要他一叫狮子他一叫以后百兽都降服百兽拢规个拢降服所以我们要学那个狮子佛，是把真理阐释出来，要讲出来
不要呢这个害怕，因为有很多啊，顾忌啊，所以把真理讲到一半，或是真理讲一点点，或是呢不敢讲，所以这个佛鼓励就是要当狮子佛，百兽之王，就是要把真理整个都阐释，无畏收啊，就是讲出来，不要害怕，因为很多呢，我们在凡尘啊，为了要利养，要人家供养，那有一些话就讲，那个就不是狮子佛无畏收，那变有收了，所以要了解说，阐释理啊，就是要真理，不要顾忌到个人的那一种得失啊厉害，一定呢要把真理整个都阐释。百兽呢闻之啊皆脑类，因为狮子无畏收啊，那个狮子叫了以后啊，这个百兽啊听到呢那个狮子叫，那个脑，就是受不了，这个表说呢有一些那个说法不合真理呀，等到那个真理的一讲以后啊，他就来了，他就没有办法来接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现在的凡尘就有很多这一种讲，就是呢不符合真理，可是他讲的很努力，那因为我们众生啊，有些没有办法去辨别，他讲的是真的是假的，也会听，也会很多人附和，所以这样呢就呢不理想的。相向呢，这个奔波啊，是切微，相向，一听到呢那个诗以后啊，他也奔波，失他平常的威仪，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是说平常在做样的这一些，一听到真的以后啊，他们也都失掉呢本来的那一种威仪。天龙即听啊，生心悦，那个天龙八部啊，就是这一些护法神，他们呢听到这个狮子佛无畏收，他们呢能够即，然后产生心悦，非常高兴能够呢听到这个真理，能够呢生这个心悦，游江海涉呢山川。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知道说，以往要做这个真道啊，要求道呢，非常不容易，就要呢打破解邪啊，无处，就要到处去访道，到处追求，看看哪个地方有很好修的法门，所以呢，就是要呢游江海呢涉山川，以往的道人啊，都是那么努力呀。从这个西元这个0年一直到西元年那一个中间我们中那个禅门禅修的就是很努力，都是这样到处在访道，到处呢在找那个真正的修道，只要呢修的有成就，有很多徒弟，很多人呢去跟随着走，所以那个都很兴盛，假如说跟那个武登慧眼或是讲看那个景德传灯录里面都有记载，记载这一些那个修持的过程，绝大部分都是不找文字都用那个我们那个身体的语言，像说问说什么是道，他会眼睛瞪着你看眼睛瞪着你看或是眨眼就是道了。假如说各位先生，我们去问人家说什么叫道，他对着你眨眼，你会了解吗？你会说你把休息的，是不是要去看眼科不知道说那个是在传所以我们有句就是一己忘所知，各位还记得吗？那个第三句第三句就是动容扬骨路。第二句呢就是更不加修持，第一句就是一己忘所知，一己忘所知更不加修持。那个第三句动容扬骨路，动容就是我貌一动了，发扬我们骨路就是水在动，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发露
回到我们那个正位的那一条路啊，第三句，不计呀，不斗萧然机呀，落入因缘自然。我们那个佛性啊，不落入因缘自然。然后呢，这个次无中机啊，声色外微矣。知方达道者啊，闲言上机。稍微复习一下，看点。所以那个禅宗在传，大部分是用身体语言，用这个身体来传道，才有那个一指禅。光是道，那就比一个手指头，这个就是道。所以也在想说，以我们现在人的那一种智慧，跟我们是潮流，那假如说又是一种方式来传道的话，可不可行？好像不可行用下面写这个真的差得太远了跟那个释迦牟尼佛那个花示众是一样的意思啦。各位先贤，莲花示众什么意思？跟那个夜睹明星啊什么意思？所以他们讲的都是一样。那个那一朵花代表凡尘的所有形象那一朵花在拈花的时候，谁看到？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看到，要启发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把它启发出来，让你知道了解。谁了解动啊？是不是我们那个佛性？所以那个那一朵花在启发我们的那个佛性所以那个记载人天百万莫之所措，大家都不知道在创啥。那个大家是破颜微笑，都是这样。然后释迦牟尼才讲说：无有正法眼藏，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别传，护主呢摩诃迦舍。所以那个正法眼藏，正法藏在眼睛呐，是左眼还是右眼？所以我们求到了解说，就是那个啦，正法眼藏在那里，然后涅盘妙心，涅盘不生不灭的，涅盘妙心，我们的真心呐，我们那个真心，实相无相，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叫实相，因为它不会变化，所以称为实在的形象。实相无相没有相，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很微妙的法门，不立文字，没有文字，教外别传。我们都已经得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幸运都能够了解意思，所以我们要努力这个修持，把这个涅盘妙心整个能够修正出来，这样呢就不枉费我们这一生来了，又呢上天大开普度，又呢也能够得到了，又呢能够修持，又能够参加这个办道行列，幸不幸运呐？所以要把握要把握这个好时机。行思广道未参禅。那个游江海涉山川都是在行思广道，就是为了要呢这个参禅，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禅，在我们中国来讲，就直接就讲涅盘妙心，把那个涅盘妙心列为是禅的，我们要追求的本体。那么印度呢，它修禅呢，是到那个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是到那个程度了。那个初禅呢是离生喜乐地，离开那个欲界的生死了，所以很快乐。离开生死，进入呢
那个喜乐。然后二禅的时候啊，定生喜乐，由定我们佛性本身的定力啊，产生喜乐，定生喜乐地。然后呢，三禅啊，离喜妙乐地，离开喜乐，进入妙乐。然后到四禅的时候啊，舍念啊清净地，那个连那个那个妙喜也不要了，喜乐没有，妙喜也没有，舍念啊已经进入清净，那个是我们那个修持的一些过程。那我们中国的禅宗啊，就直接把禅纳入啊涅槃妙心，所以那个目标啊不同，目标不同啊，我们做出来的结果就不同，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在生活之中呢，或者都一直把这一些禅宗的修持方法，把它归纳容易简单，然后我们去做，在日常生活去做。上个礼拜也有说嘛，没有，就是我们着力摆脱那个客观环境对我们那个精神世界的支配，有没有？还记不记得？还是我没有说？没有说啊？有没有说看那个 DVD 就知道了。没有说再说一次也没关系呀。就是我们要止观止动，不能被客观环境束缚。假如说我们都被客观环境束缚的话，我们那个法性不容易证悟。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些客观的这一些都能够认识的透彻，不被它摆布。这样的话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就有力道，它能够主宰，有力道能够出来。所以呢，要超越我们这个身体有那个生理的机能。那生理机能我们对那个情感欲望会强烈的追求，所以我们要超越，不要被我们身体的那个生理机能控制。身体很需要，很想要，各位没有啊？不敢应，拍谁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个身体的机能，我们就了解说，生住意灭，它本来有一些它自然会呈现的。可是我们一定呢，佛性要超越它，要在我们的管制之下，袂使讲伊拢较强咱佛性啊。我们的身体机能有时候会强过我们佛性，佛性你要命令它拢命令袂行啦，还袂听，伊袂听你的话，所以我们要超越，超越那个欲望、情感欲望的追求，超越了以后我们就是了解已经能够训练出一种不受客观环境主观意识影响那一种心理状态，已经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很亲近都已经可以面对这个凡尘万事，又可以处理万事，心里面都不会被它影响，不会被它左右，然后呢又能够呢面对万象，又不住相，真的很理想。这时候头头是道，全部都是道。在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能够体会呈现，就是那个灵觉灵觉就是佛性本体都呈现出来了，没有不觉的时候了，就是没有无明。所以或许把那个禅宗的修持方法看一看浓缩一下，归纳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来做，就很理想。时时刻刻都是灵觉，时时刻刻呢都是佛性在主宰，这样就很理想。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一定发现不一样，
已经呢，佛在讲我们颠倒的已经把它转过来了。我们都是看重现象嘛，看重佛性没有现象，没有现象看轻的，现象看重的。现在刚好反过来了，没有现象的佛性啊，我们看得很重，然后现象的这一些事啊，都看得很轻，是不是已经正确了？正确的知见啊，就是这个。我们要把没有形象的佛性啊看重，有形象的身体、有形象的外面景象都看轻，这样会不会？这个很不容易因为没有形象就是我们良知良能啊，佛性本体啊。可是它就是在，它时刻会提醒我们，只是我们有时候都不听话了，不听佛性的话。为什么？因为听他的话会吃亏，对不对？所以都不听话，都要在这个现象之中呢占便宜，所以那样子我们就造了业，造了业就要受苦啊，所以要先了解说，原来是我太注重现象了，太看重现象，才会呢造了很多业。只要呢现象呢了解它都是假的，都不住相的，也不要破坏相的，都不住相就好，能够离相的，就很理想，整个佛性都呈现，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说，都是要自己呀，这个努力呀，来这个参禅。自从呢认得潮汐路，这个玄觉禅师呢，就是见了60以后，就是呢认得潮汐路，就是这个觉悟了，一旦觉悟了，我们从那个《六祖坛经》里面了解说玄觉禅师从小孩子就开始修道了，他修得很这个3000功800功果，修得很理想。而且又3000威仪8万细行都整个呈现，修得很好。他命呢又很短，39岁就归空了。六祖还活到76岁，他39岁就归空了。玄觉所以玄觉的命呢不长，可是呢他有就是实际的修持，实际的领悟啊。那么自从认得呢，潮汐日了知生死不相关，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跟我们身体的生死不相关，所以呢，我们就了解这个身体的生死和真心呢，这个实相并不相关。我们一般呢都会认为是连在一起身体跟佛性连在一起。各位浅浅，连不连在一起？连不连在一起？连不连在一起？问第3次就会有问题了。我们说不连在一起那才奇怪了。他说连在一起也不是正确的。所以有时候这个答案还真的是奥妙。身体呢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的。说它连在一起嘛，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可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的所有风土都有知觉性，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没有知觉的所有风土已经转成有知觉，然后把没有形象的佛性来指挥这个没有知觉的这个身体。各位先生，这样连不连在一起？有没有？就是有真跟假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那个国字那个仁慈
一个立人变两个人，很有意思哈、一个真的啦，一个假的，可是已经顶天立地，顶天立地啊，一个真人，一个假人，然后我们要达到，就是把它发挥，虽然呢水有风土啊没有直觉性，可是现在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已经进入主宰，进入身体来主宰这个整个的视听言动，所以它已经啊，有一半，佛性啊有一半的这个前病啊，我们有没有护给我们那个佛性一半的前病来指挥？有没有？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我们的那个现象的眼耳鼻舌身意啊，在指挥我们的视听言动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啊，这个六根这个感官，然后呢面对的六尘，然后产生六识，这个都是因缘际会的，因缘际会才呈现，不真，所以是假。那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去掉这个不真的，要用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来指挥才是正确。因为它不生不灭的佛性它没有因缘际会，也没有变化，它是常住。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刚我们今天开始讲的那个常独行，常独步，有没有？我们开始讲就是这两句嘛，所以我们要让我们那个真常那个常住的佛性那个独一无二的那个佛性能够因为它主宰我们它是一性，然后主宰我们身体，身体的这个行跟步，这个一行一步都要从我们性海里面流露出来去做，所以叫常独行常独步，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追求也就是这个独一无二的不生不灭佛性所以要行持都是这个天理的一个表达，那个一步一行都是天理的呈现都是天理的表达我们要去做，去做了以后最起码我们在心中就会知道说我没有造业。那假如说我们是用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那个心做了以后业都形成，善恶都是业这个行善的有福报，做坏的有恶报，都是有果报，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这个佛性呢跟我们的生死不相关。所以这个永嘉大师也是在这个见了六子以后才知道说不相关在还没有见六子之前他还是认为这个生死跟我们佛性是有关联，见了六子以后就了知生死不相关。那么行义禅呢坐义禅以莫动静体安，所以我们一知道了一呢进入了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了以后那个行住坐卧行也禅，然后坐也禅，全部都在那个灵觉之中了所以我们讲的那个灵觉行也禅，坐也禅，以莫动静体安然这个不管是讲话，或是默默没有讲话，或是我们身体的动静，全部都是体安然，那整个都是非常的殊胜的状态，就整个呈现都是觉，没有不觉的时候了，
全部呢都是觉，所以能够到达行坐然后以梦，全部啊都是体安然，非常的殊胜状态。众意呢风刀啊常谈谈，假如说遇到那个外面啊有那个很锐利的那种风刀，可是心里面呢一样是坦荡荡，没有那一种害怕的那一种情形。一方面呢就是已经呢进入到没有形象的状态。那没有形象的状态啊，各位浅显，会不会有恐怖的情形发生？已经都没有形象了会不会有恐怖的情形发生？恐怖的情形是不是都是形象？都是相。我们既然能够离相了那所有恐怖都已经远离了啦。这样了解吗？咱咧惊是惊啥？形象。从相啊才会怕嘛对不对？假如说是鬼出现的话，是不是也是有形象？有没有？才会害怕嘛，对不对？鬼是真的还是假的？鬼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见到鬼要把它抱住，抱得住嘛？可不可以？那鬼要抱我们得住吗？那我们怕不怕？真的啊？所以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在吓自己自己在吓自己。他没有形象啦，鬼没有形象，虽然显现给我们看，要我们害怕，可是那个像都是影子，一个影影子而已，是假的。所以以后我们研究真理了以后，知道呢那个影子也都是幻影，都是假象。那我们那个害怕的程度就会降低了。会不会降低？听对不以后看到的话就试着去抱看看。对啊，抱不到你会说这个鬼较早拢跟我作相我就来甲抱。抱不到影子而已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进入了真理世界了以后一切没有相对大，都是一绝对体，所以才叫常独显才独不一个绝对体。假老毒药也显显就是呢纵然这个毒药药呢害我们那个死亡的那个毒药那也无关紧要，也没有关系啦。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凡尘的时候就是有人拿那个毒药给他吃了，给那个释迦牟尼佛吃。释迦牟尼佛知道毒药，可是他就讲，他说我们凡尘最毒的就是贪嗔痴。那我已经把贪嗔痴去掉了，那这一些毒药都不算毒啦，所以他把它吃进去。那个想害他的人一直看在看他，在等他毒发身亡，可是那拢无，那食了拢好，所以他已经可以免除这一些相对待的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真正的一进入真理世界都不怕这一些了那个风刀也不怕，毒药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已经进入真理世界，没有形象了，没有形象就没有值得怕的地方。所以那个六祖就讲那个海那个结火烧海底风谷三相急，有没有？还记得吗？他在讲说那个灾难很大，可是呢我们真常极美的走入真常以后就是很快的常乐我净
那一种野火烧海底，风骨山相急啊，那一种世界末路啊，都不用害怕。所以我们都会经过。现在已经呢一个研会的那个五位交地啊，跟落去我们人就会灭，然后呢天地混沌，然后再重开天地，然后引会在人降生，都会经过呢那个结火烧海底，风骨山两起都会经过。那我们一到了那一种状态啊，我们都回到真理世界啊，都没有形象，所以都怕这一些灾难，都不免惊了。为什么？因为那个现象都是虚不实在的，都是假的，灾难也都是假的，都是戏法。所以我们了解说前不久有那个电影啊，不是2012对吗？那整个那个地啊都裂开，整个那个高楼大厦都顶了，有无？就是那一种那个啊，就是灾难，就是劫煞灾难。然后呢，整个啊，那个都没有办法生存，在这个地球上面。我们了解说，我们一进入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不怕这一些现象啊。我们也可以回到本位，现象呢，就不会害到我们。那我们注重身体的话，就会注重这一些现象，因为这一些现象使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存在这个凡尘，所以就会很那个悲哀啊，很哀伤。那我们呢一进入到呢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以后啊，都可以啊避开这一些现象的灾难，都不会去遭受遭遇，所以那个风刀啊毒药啊都无关紧要。我师呢得见呢燃灯佛这个呢这个玄觉在讲那个释迦牟尼佛说呢得见燃灯佛多觉呀成为忍辱仙在讲释迦牟尼佛呢这个很这个多觉的时候啊，曾经呢为这个忍辱仙就是当忍辱仙人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经过长时间的修持啊，那个对我们那一个不生不灭佛性的历练啊，真的就是很够。那很够就是本钱多了，他本钱一多就是不怕，什么呢也都不怕，就什么都能够了解。那么几回生呢？几回死？生死悠悠啊，无定止。这里就讲到我们现在所有众生，说呢我们在凡尘几回生呢，几回死，就是生生死死啊。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掌握，可以有办法掌握我们自己的生死吗？有没有办法？要生要死就死，有法度无？无法度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我们自己的生死。那假如说我们修到了以后啊，就有像或许之前不是讲过一个这个小仙童那个记载在那个大藏经里面他就看凡尘那个小孩子顽皮，看凡尘很多人都在求子就是不会生育他在求要生囝他就来投胎他投胎以后他长到1岁，你若讲随生随死迄较会伤心啦。听后到1岁头要会行再来死，是不是较伤心？对不对？他就回去了，回去他可以主宰他要生就来，要死就回去然后又看第二个，过来爱囝，过来做伊的囝，然后又一样1岁就又回去了，连续5个了。那5个就有5个母亲很伤心，对不对？一直在哭他在天庭里面看，那么笨，那么笨。其实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你也随生随死哦，哇，迄个较袂伤心，较厉害。已经养到1岁了哦，会晓行路才死哦，哦，迄讲唔干，对不对？因为他可以主宰，哦，那个小仙龙可以主宰自己啊，就是要回去。他回去了以后，他就很伤心了啦，就5个母亲啊，一直很伤心。所以或许看出，安那好玩呢？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修正了以后，可以自己主宰，要生呢就生，要死就死，而且那个还可以选择嘞，看你要安那死，要徛咧死啊，要倒咧死，还可以选择嘞，真的可以站着死嘞，死还佫徛到好势个。不可思议所以那个经过修持以后，呈现的现象，那我们凡人没办法，几回生几回死啊，拢起来给咱杀，业把我们推来生就生了，然后我们因为在凡尘这个经过都不一样，那个死啊也是千百样，观察要得死的是要得老的。不一定是老才会死，同款小孩子也会死，所以这个几回生几回死啊，生死悠悠啊，这个悠悠就表示无有困啊，生又死，死又生，这样无有困，无定止，没有固定，不是生就拢生，死就拢死啊，生生死死啊，一点一点的轮回。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苦啊，怎么已经剩下15分了？这个有问题吗？因为昨天那个刘讲是刘已经了，他有拿一张那个什么大智若愚户。有没有人要问这个？第二个比较有讲。好，请说。那最近常听到讲是说不可思议的那后来有一个现象，是对解读的不可思议。就是说，或许的业名晚年在或许加已有的宗旨那后来起地不变甚至生病、事业、出业都请那个外劳来日夜照顾那我们因为业名的病有好转那我们都会感谢那个外劳日夜在照顾那就是说。外劳都不是他在照顾，因为他出院以后的晚上，他又看到先生来照顾我。好，或者这样。好，这样。那外劳看的过程当中有10几次大多数都是济公老师，他也有小仙童，有观世音菩萨，那还有弥勒佛，那还有谁是那个天堂第一的派？他也有带业务，老师也带业务，他业务那这个现象那个我们外劳这边他们都先有东西先给他看，他说一个比较病的教程，好，他也不是都有阴阳眼，好，他反而我们每天在佛堂没有，他都直接给他看，这样我觉得很不思议他现在获得的变名我觉得他好像他也讲的是，他也不招风不招友一切无染，好像有这个现象，他一失善不失恶的样子，那就要可能就不可思议。好，请说。刚好这个昨天呢，或许在台北上课的时候就讲到，说佛菩萨现象给我们看。就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我们没有信心，所以佛菩萨一直显现给我们看。
那假如说我们已经认识真理，就不用现象了，因为相都虚幻不实，都是假的。那我们要借相来明理，那个是一个阶段，起信的阶段，启发我们信心啦。那我们真正的进入了真理世界就不用再借相来明理。所以你在讲说迄拢外人拢看有啊，有看到仙路，咱大家咧修道那拢捌看，就表示说我们在修的人都相信真理了，就要朝真理的方向来努力，不要呢住在形象。可是你那一种遭遇倒是可以宣扬，因为我们众生很多呢都会住相，那我们跟他讲说只要你有那个善心，只要你肯行善事，那活菩萨呢都会来帮忙帮助，让大家这一传呢又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讲，是很多人讲，然后容易相信。那我们把他引进门，让他也来修道，所以这个呢机缘就是要你去宣扬，宣扬让一些呢都没有接近的人能够来接近求道修道，所以要多讲，那个越多人知道是越好了，一讲了以后就会亲朋好友就很多人就求道，就修道，然后慢慢再走入真理世界。那个真的是要宣扬，我们本身就是要了解那个道理，既然已经明理了以后，就不用再住相，还没有明理之前显现给我们看，我们就赶快宣扬，这样了解吗？爱讲啦，讲人才会知，知就求得啦，先改引进门，之后慢慢来成全。还有吗？好，请说。讲师好。好。后学想要请问的问题是上个礼拜发生在后学身上，然后呢，就是是非问题嘛。那今天呢，我就讲是本来就是在讲是非，就不用理他了。那后学就觉得很奥妙啊，已经准备好的问题，竟然在课堂上都有讲解。然后呢，还有一件就是说，后学在上普通课的时候就刚好礼拜三，那后学有读到一篇佛法这个的讯文，那后学觉得很喜欢，然后很想分享给讲师，所以用电脑打下来，要给讲师看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上那么多堂课了，那是不是说有一些文字稿可不可以做成 CD？ 因为我们都分送给亲友，对不对？那文字稿这部分就只能听不能看，那亲友就只能这样听，好像也不成，就是会很仔细这样。那后学想说建议刘讲师说，可不可以把您的那个文字稿变成 CD 档，变成一片 CD 档，然后写在里面，那再送给亲朋好友这样。是用那个 DVD 做成的。对，就是 CD 档这样子，然后储存在地址里面这样子。这个倒是可以做。那他们可以去寻找。可以，这个可以做，可以请台北浅显做。好啊。可以。好，谢谢。谢。是我们佛老师的词信这个沉影扫间言不动，水流任意静常静。燕无寒潭，燕去而不留言。风来之主，风过而不留声。故今日事来而心随现，事去而心随空。这个蛮好的这个句子这个沉影扫街这个影不动，这个沉影扫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影子好像在扫地可是那个垃圾都扫不动了垃圾呢都在
然后水流呢任急啊，经常见。这个水流啊，它很急，可是呢，那个周遭的所有的那一些环境啊，都没有影响，不会被水流影响。这个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外境啊，外面的环境啊，跟我们没有关联的。我们就是要保持啊那个内心的那个平静。那么所有凡尘的这一些影像也都是假的。所以它好像在扫把扫地一样，可是呢都扫不动啊，所有垃圾。然后焰度呢寒潭，那表示呢那个空中啊那个焰，那个飞鸟啊，飞鸟这个经过啊都找不到痕迹呀。所以我们呢这个有一点告诉我们说，好像呢见得如偷啊，好像小偷一样见到的。然后呢，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善事啊，不要留下痕迹，让人呢都不知不觉，好事已经做成了，都不知不觉，然后风来失足啊，风过而不留声，这个风一到来，那个呢，那个笛啊拢有声，那个纸呢都会有声，风呢一停了以后啊，笛啊声拢无去，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凡尘事来则应啊，事去则静啊，那个都是不要被外境影响到我们内心，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好，是君子事来而心随现呐，所以我们呢要这个事来则应，事去啊就不留，这个都是这个道本身呢就是道。导师这一章不是。昨天呢，因为那个刘讲是刘义金呢，拿给我学那个大智若愚赋啊，各位有那一章吗？有。有的可能没有，蛮深的啦。或许导师鼓励那个石灰赋，千锤百炼呢出深山，烈火呢焚烧啊肉等闲，浑身碎骨全不洗呀。留得清白在人间，导致这个石灰赋来讲，我们修道来讲，比较实际的作用所以呢，这个千锤百炼，然后那个出深山那个深山就是我们那个玄关我们玄关呢，我们里面的真心佛性我们要自己呀千锤百炼要呢使它能够都是非常这个金刚不坏身都是练成的然后底下那一种烈火焚烧呢，肉等闲，遇到什么挫折困难的环境我们都把它等闲看之就是不放在心上去应对，不要逃避浑身碎骨全不洗，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没有了也没关系，因为不生不灭的佛性在，还留得清白呢，在人间，就是那个石灰酒灰石灰赋，这个呢对我们来讲这个比较实际这个大智若愚它讲的是就是我们要顺着这个天然自然不要呢太落入有为，不要想说人定胜天它里面有一点是讲说我们人工那个雕琢太厉害，人呢可以胜天那个这个大智若愚就是说天地之间造了所有万物，造了这么的巧妙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象你看咱每一个人的形象是不是上天给咱做出来做到你看七孔拢同款面拢无同，巧不巧妙？什么人有法度去做？无法度对不做遮济人出来，佫拢会叮当所以这个上天那个造物这个巧妙众妙之门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这个上天自然而然的呈现，那我们去体会领悟
这一些呢，天地之间的一直在默默在做，可是天地都没有邀功了，他没有说这拢我做的，拢我的功劳，天地从来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学，学天地的，把万事都做成完成了，都归于自然，不是我做的。这样的呢就可以到达那个大智若愚那个内涵，比较在讲这样。好，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先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你各位先贤也或学机会学讲。我们很快这个1个月就过去了。可见我们一生呢也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一定要把握方向，努力追求明心见性，心明呢因果不昧，见性成佛无疑，绝对可以成佛。而且我们又研究了一段时间。可以说对心性呢也稍微有一个了解，有没有都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有上次有讲过，说各位可能呢家里都有CD 的那个机器那我们有把那个CD 已经烧过来，从第1次到第5次一次有2片，第1次呢可能是只有1片所以有总共9片，那就放在后面一片差不多1个小时那 MP3 现在已经做成2片，是从第1次到第9次1片，第10到第17次1片，那个就可以听很久。假如说有 MP3 机器的人，就可以拿 MP3 回去听。没有家里有 CD 的，那个唱盘就可以拿 CD。那或许是征求各位说，那个 CD 想不想拿回去听？要不要？因为后面现在只有烧到第5次那烧出来的数目非常庞大从第6次到第17次它还很多，一次要2片，所以我们讲17次烧出来要34片。那假如说各位都没有意愿要听呢，我们后面这个工作就不做了。可是假如说各位想要听，那我们后面的还会烧，所以就征求各位的意见。要拿我们就准备烧，不拿那我们就烧到现在第5次，总共9片，就放在后面了。各位可以拿回去听。一片的1个小时。可以反复听对呢，这个熏习那一种心理性帮助非常大，一定会听得懂1次不懂10次就懂了，10次不懂100次就懂了，绝对会。那我们懂了以后修行到来得心应手就很容易要不要？意愿高不高呢？而且又可以拿回去给亲朋好友听不只有我们自己可以拿回去。所以呢，既然各位有那个意愿呢我们后面呢也准备烧，从第6呢到第17全部都烧下来。那数目呢，我们是准备烧50套，够不够？这样子啦，我们是100套好了，
现在烧好有200，第1到第5有200。因为看各位的意愿没有那么高所以后面就减半，好不好？那假如说这个大家都拿，已经都不够了，那我们再追加就这样决定。我们呢回来讲这个玄觉永嘉大师的那个正道歌。这一篇呢，我们就是要了解是玄觉禅师见了六祖以后，他对道已经完全了解，而且又是正道的讲出来的内容，所以完全是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所以内容呢就有一点深。那因为我们是性理心法，我们借着这个修正者的那个经历那个经验，让我们来学习。我们从呢这一些修正者的那个说法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就是正确的那个修持方式。这样呢就不会偏离，修正了才会成就。然后我们上次呢，讲到说，几回生呢，几回死，生死悠悠呢，无定止，对不对？这个呢就是讲我们落入凡尘，在六道轮回。几回生几回死生生死死。那悠悠就是生又死，死又生那无定止就是没有固定在哪一道。因为六道之中呢，我们可能都走遍了，也到过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地狱道跟恶鬼道，我们呢可能都有走过。各位有走过吗？因为修十善就可以到天道。十善就是身口意加一个不，身呢不杀盗淫，口不恶口妄言欺两舌，意不贪嗔痴。这样呢就叫十善，十善呢就可以到天道了。那自己行十善，又劝化众生来行十善，就可以进入转人圣王，来管理四大部洲。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落入这个天道了以后，因为都是受人朝拜。所以难免就会骄傲，所以等到他的福报尽了以后，会落入三恶道。所以释迦牟尼佛鼓励完成了众生呢，行善的话都鼓励到天道。可是只要我们发心要修道，佛就不鼓励我们去天道，就鼓励我们超越三界。就是修正能够成佛，这个呢才是究竟他毕竟在六道轮回福报那个时间都有限。那假如说还不够福分到天道的话，那我们就到人道来。所以我们人道它是有德又有业，无德呢不转人。我们没有德，没有累积德不会有人的身体。那无业也不转人，没有罪业也不会出生在人道。所以我们人道呢是有德又有业。这样了解吗？了解。假如说我们是全部都是德没有业，那个是仙佛的啦。那全部都是业没有德，那一定在三恶道。
所以我们是一半一半，有德又有业，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一定要进入真心佛性。我们只要进入，请真心佛性出来当家，让它来指挥我们的身体。那么所做的事情啊，就没有业因，纯善无恶，所以用恒沙妙德来称呼。德好像河里面沙一样，那么多一粒沙就是一个德，就是一件好事啊。那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可能呢，没有到这个状态，不知不觉都还会有负面的念头出现，会不会有？不会啊，不会是最理想可是我们都会有那个负面的念头一出现，都要了解那个就是恶，已经恶因造下来，很厉害。因为我们行为都是从念头来，念头一恶我们就会做出来，做出来很粗浅的业，念头是很细很深的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最理想就是能够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各位有没有学得到空闲的时候呢，是胡思乱想呢，还是努力做万缘放下？可见都没有做了，因为没有那个理直气壮。有，这个一定要自己努力啦，别人都替不得。脑海里面胡思乱想，绝对没有办法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一定要把妄念都已经放下了，真心才会显现。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都尽可能的能够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那我们说要工作要面对凡尘的事情去处理那么我们面对凡事的时候要专一，专一已经就是道，在道之中，所以那个专一跟我们万缘放下有直接的关系。能够专一，就能够万缘放下。那因为我们可以了解说，我们手上所做的工作跟头脑里面所想的念头有时候是不搭调。所做的是一回事，想的是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时常都是这样那个不专一，那个叫神散。我们的精神已经分散，那我们精神一分散，我们就已经在业之中，造业而不知道。所以一定要训练自己专一，就是连游玩的时候也要专一的去玩，会不会要玩的时候专一去玩会不会？会这个导游比较有这个元气来了，要玩都比较好了要工作都有负担，所以在生活就是已经在修道，不是另外找地方，不是另外找时间，而是在生活之中就在修道。只要我们时时刻刻心念都专一，这个已经就在道之中，能够时时刻刻都不死神散。那我们众生最大的毛病就是神散分散。那我们就注意，只要你稍微注意那个神它就不会分散。那假如是很厉害的话，我们可以用
注意啊自己的呼吸，注意自己的呼吸啊，会不会？对。各位姐姐，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会呼吸耶，知不知道？咱有咧喘气啊无？有咧喘气都唔要，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有在呼吸哦。所以假如说真的我们的精神很分散、很厉害，那我们就把注意力回到呼吸。现在是吸进来，现在是呼出去，现在是吸进来，这样就好了，简不简单？不要认为简单就不做哦，只要你做了因为你注意呼吸所有的胡思乱想都没有了啦。有胡思乱想会注意呼吸吗？不会，它不会同时存在啦。所以只要你注意呼吸了，一吸进来一呼出去，一吸进来一呼出去，各位姐姐，肺活量会增加。肺活量一增加我们那个抵抗力也会增加。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比较健康。然后呢，那个精神又不分散。可以得到很多利益，修起来又很简单，用不用花钱呢？要不要花钱？不用花钱修起来对自己帮助又很大。然后呢，我们呼吸一顺畅了血液循环也顺畅，然后头脑就清醒，然后道理就冒出来。这样懂意思吗？想不想做好像我们听是一回事回去了要做又是一回事所以或者要鼓励拿那个不管 MP3 也好是CD 也好，或是看那个DVD 也好你把它呢熟悉了，是一些真理都很熟悉了，绝对促成我们行为，就怕我们不熟悉不熟悉就不想去做，就会耽搁下来。可是时间不等人你看我们这样1个月又6天过去了，很快，好像才昨天的事对不对？昨天才在讲几为生几为死，生死悠悠无定时，不是才昨天讲过吗？竟然已经经过1个月又6天，所以要把握我们要把握呢这个能够主宰在凡尘能够主宰的时候一定好好把握。自从这个顿悟了无生呢遗之融入和忧喜，所以呢永嘉大师呢他都讲自从顿悟，就是呢见到这个六祖以后因为他一直对生死大事都挂在心头，所以那个六祖在讲他说大德是何方而来已经具备了那个3000威仪8万细弦，为何呢生大我慢就是那个骄傲整个都呈现在外面，瞧人不起。永嘉大师说这一个事完全是小事自己的障碍那个大事生死大事才是重要所以就问了说生死非常迅速无常马上就来抓我了，很快。六祖就跟他讲，何不体其无生，了即无数就这样而已所以那个就是已经修的在等了经过六祖这么一点，体其无生，就是呢找到真不昧的真心佛性本体你已经找到了，已经了了，就没有生死，能懂意思吗？所以只要我们顿悟就是万年都放下了，因不生，不是有一个觉在吗？
各位要体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个是无念的状态，无念。无念啊，那个无念的念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只要我们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那个本体呀，它就会呈现。而且我们做的时间越久，它呈现的越明显。越明显啊，它会越宽广。当我们体会出来呢，局限在我们的这个身边而已。可是你久了以后啊，它会延伸呢到我们整个空间，整个空间啊都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啊！那个顿悟了无生以后，各位有没有做啊？我讲出来，大家拢茫茫然呢。可见拢你讲你的，我听我的，都没有在执行，要做嘞。各位要想成佛吗？想就要做嘞。一定要努力，不很困难的。只要你没事的时候啊，万年放下，然后一念不生，不要生念头，然后呢，静静的体会啊，我们那个已经超越身心的觉，那个觉啊，就是佛性本体，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呢，整个呢，把它启发、认识、培养，让它茁壮长大。各位要了解，一段时间以后啊，就会产生般若妙智慧。先呈现的就是第六感特别灵敏。有什么事情还没来，你会先感受。我们不追求那些可是它自然而然会呈现。会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到，你也会事先感受。像我们这一次南部不是大地震吗？有没有感受出来没有一个可见都不努力。只要你真的是万年放下，一念不生，这么大的灾难一定你会事先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你都注重凡人现象，没有注重没有形象的真心佛性。你只要注重没有形象的真心佛性这个虚空之间会发生什么事？越大的事你感受的会越强烈。我们当然不追求去谈那个神通的事可是那是我们佛性的功能。那我们全部都不让它呈现功能可见我们都用错心的，用在凡尘住在这个形象上面，所以佛性的功能就没有办法呈现。那既然都不呈现那我们就迷迷糊糊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一生就过去了，很快时间都不等人所以我们顿悟了无生的没有没有想不想所以就是那个方法，万念都放下什么念头都不要想一念不生，静静的体会那个不生不灭的觉，离开心，离开身，那个觉不生不灭。我们就是要找这个叫无生法忍，没有生也没有灭。那我们的身体叫众生，这个呢是众缘积聚而现的生相，众生众缘而生，缘聚生了，缘散就灭。所以都是虚幻不实在，不真，不要把它当成真把它当成真我们会利用佛性来享受身体感
官的刺激。那把它当成假，它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我们会借假修真，借假的身体修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才是正确的。身体呀，都会还给天地，归还给四大水火风土。我在哪里呀？不见了。那在凡尘所造的业，把我们推，行了善呢，推到天道，当呢山神土地啊，王爷妈祖，当然那个福报接受呢那个期限呢，一到头一样又落入六道轮回。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身体呀，它是假的，虚幻不实在，不要把它当成真的啦。我们都把它当成真的，所以劳众注意力呀都在身体。要呢这个化妆得很漂亮，要穿得很漂亮，要吃得很好，生活要很享受，追求啊目标就变成这样，对不对啊？是不是这样啊？那这样的话各位浅显能够维持多久？100年，大概我们寿命就是这样的，100年，100年每一天都让我们都吃得好，又穿得好，又享受，那也只才100年而已啊，也不值得我们去珍惜它。那我们佛性啊，它是不生不灭，可以亿万年呢。那100年啊是太短了啦。很短暂，我们要追求亿万年的禅乐我净，还是追求这个100年的快乐？哪一个值得追求？可是那个亿万年看不到呢，这个100年看得到。问题就出在这里呀。我们就把那个看得到看得太重了。看不到的就不管它。可是各位就是要了解我们身体看得到是看不到的佛性在推。所以这个身体看得到的是假的，那个指挥那个没有形象指挥身体那个看不到那个才是真的。所以一定要注重，要注重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子呢，我们这一生才没有白来的。短短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它修正出来。修正出来以后跟天地一样同寿。天地有多长的寿命我就有多长的寿命，而又可以千百亿化身，度化众生，帮助众生，又可以到别的佛世界去度化众生。非常宽广，自己呢可以主宰往东往西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在凡尘没有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培养没有让它茁壮长大，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就被业力推。看我们在凡尘做的怎么样，业力的形成是怎么样，就推我们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我们有现象，又在那个现象之中迷迷糊糊的过一生。那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假象，真的修正，使真心佛性有前变，能够来指挥我们的这个身心。那这样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已经解脱。那解脱了以后我们了解说我们佛性非常宽广，跟整个虚空合成一体。所以身体的一口气不来，到处都是路，都可以到理天，全部都是理天，所以我们就不怕没有路可以走。那凡人不修，一口气不来，眼前全部黑暗，没有一条路可以走。这样了解吗？了解。所以我们要
生前啊往死路啊，莫待呢死时啊后悔迟啊。到死的时候啊，我都要被修了，较慢的啦，来不及哦，要事先就防范事先呢我们就呢要使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啊，道次呢都合为一体，心啊跟境啊，都变成一体。所有山河大地都是我的真心，已经到那个程度啊，就成就了。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比较少接近心理心法，所以刚听了会有一点生涩啦，所以会才鼓励要连续一直听现在刚好科技发达可以使我们呢听 CD 听 MP3 看呢 DVD 一直反复的复习，那熟悉了以后啊，我们就很容易的进入了进入了不生不灭佛性啊，那个很宽广很逍遥自在，向不向往啊？这个道都不够所以这个永嘉大师说，自从呢顿悟了无生啊，已经了解到无生就是呢不生不灭的真佛性啊，无生就无灭我们有生就有灭，所以我们追求的方向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在我们身上，知道吗？知道。现在我们的身体它是属于生灭的，所以在身体的觉，我们身体都有觉，对不对？知道说冷啊，知道热啊，知道肚子饿啊、饱啊，那个都是觉，对不对？这个觉它是属于生灭，所以对这个生灭觉我们知道就好，放下，然后追求呢不生不灭的觉。那不生不灭的觉各位学员把它把握原则，它离开身心，身心不能及，就身也达不到，心也达不到，那个觉才是不生不灭。那或许用眼睛眼根来看，我们眼睛看到现象，心本来没有去想，看到眼睛看以后才会显现，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心跟身达不到，可是我们知道了了不明，那个觉就是不生不灭。然后我们听声音，也没有事先说会有什么声音出来，然后呢，人讲话也不知道他讲什么内容，所以心达不到。然后我们身也没有去碰声音，这个呢叫做身心不能及，这个觉叫做不生不灭。有没有一点了解啊？那在身上的不生不灭我们要了解它是不及不离，不及就是不住不离就是也在，因为它呢生灭跟不生不灭合在一起，懂意思吗？我们呢生灭的觉里面有不生不灭，这样懂意思吗？是有一点比较要用一点心来体会的。说呢我们那个心是一体两面，那我们认识的那一面是生灭，不生不灭那一面不认识它同时存在，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只要我们不住在生灭的这一面，不生不灭就出来只要我们住了，这个就不见，这样知道吗？那我们又把它更详细说，不生不灭就是体，生灭就是用，我们用呢这个金钱来把它呢比喻了。那个我们去呢这个买东西要拿钱，那个钱呢就是体，我们去买东西就是用有体有钱的
才能够有用，所以有体啊才能有用，这样了解吗？有体有用。那我们这个用只有一次，体永远存在。我们拿钱去买，那钱都在，对不对？虽然已经换手了，换到别人身上，可是那个体还在。你用，你把它买了买了100块的东西，你给他100块，已经用掉了，对不对？你可不可以再用说再100块的东西给我？可不可以？已经用掉了，对不对？所以用也只有一次，体呢是永远存在。那我们知道就可以摄用又归体，收摄那个用又归到本体回来。我们众生差别就是把用当成本体，所以我们才六道轮回。那我们能够收摄用就知道它用以后已经没有了，变化了已经没有了，然后回归到不变的本体回来，又守住本体，那我们以后又可以从本体再启用，启用了以后又一样，又收归到本体回来，这样就已经理想达到不生不灭。你听有无？没有用心在这边听这个很适合催眠。你心不放在这边一听到这个话很好睡。可是你用心在这边听的话，这个就是上升佛法要你成佛的非常殊胜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要听到能够成佛的方法很不容易啊。要有那个根气我们就是累世啊有行善积德祖先那个德都有遗留下来，所以我们才能够接近上升佛法。那既然能够接近我们就要好好的珍惜把握，然后实际来修持。实际修持以后很多的真理在我们修持以后，它会绵延不绝的一直呈现。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去实现那往后讲的会听不懂，因为那个需要修持果报、修持的功效呈现以后才会知道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一定要我们努力去做了。而且这个努力做又是很平常、很平凡、很平淡、很平实，没有奇奇怪怪，所以很容易做。不要因为容易就忽略，或许都说那太简单啦，不免做，就是这样啦。好像呼吸一样，你别给注意，你也会呼吸，对不？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反问到底我现在是呼进来还是呼出去？我们可以说不知道咱现在是输入还是分出来？这叫做心理准备，我要输入来。那就可以回答得出来，落入有为。我们在问的时候是无为，是你这个没有注意的时候呈现的动作，你知不知道？就是训练我们那一种很那个微细的那个观察，那个观察力观察到很微细。我们很多都是要了解到我们都会忽略甚至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也都忽略。那能够关系到这么微细那我们就会努力的，很容易快速的呈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出来。
就会很亲切，都跟他在一起。所以那个顿入无声非常重要一定呢要努力。顿悟就是很短的时间一定要努力。所以这个悟不是要长时间那个我们要把那个不好的那一些呢那个习惯性去掉，那个才需要说长时间来奋斗。那这个领悟真理都是在讲求呢那个时间很短的时候能够顿悟。那假如说没有办法顿悟，那我们就要累积熏习，一直熏习，然后到有一天呢忽然就会顿悟了。好像那个一个呢这个修持者拼婆罗罗进那个人他呢这个就是在走路去踩到那个刺，可是呢他正在回想听释迦牟尼佛那个讲经说法的内容，所以踩到那个刺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到痛，这就一直还在继续走路。可是等他回神的时候他突然就发觉说我脚怎么这么痛然后呢他就去想到一个问题，说我一个人怎么有两个结一个是不痛的结，一个是痛的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们是了解说他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在这个思索真理的时候不在身上，不在身上的时候，身体踩到刺不感到痛。那等到他一放下以后回到身体的那个知觉性回来，他感到痛。所以这样从一个地方呢，他就去领悟原来我们有一个不痛的那个真心佛性在那个会痛的先生会痛的他什么情形？会痛的是生灭啦。痛有没有消失的时候？消失的时候是不是灭？痛的时候是生嘛然后不痛就灭，是失以生灭所以那个修持者就把那个生灭的去掉，然后这个守住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叫无漏。无漏有没有听过？有的有了有的没有。所以我们了解呢，我们呢领悟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叫无漏修持以后叫漏尽。不是六通里面有一个漏尽通吗？有没有？那个外道就没有漏尽通，所以漏尽通就是成佛了。为什么能够漏尽通？已经全部呢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世界，所以他没有漏。漏呢解释成中文叫做烦恼了。那我们在那个实际的那个我们在凡尘修为的话呢，漏呢叫做外放，漏精神外放就是漏。然后漏了以后因为精神外放，我们要漏入到三恶道，就是因为一个漏。那道家呢跟有一些我们凡尘的一些修那个修道者在打坐，他说我要修无漏他的无漏就是什么？就是说那个男女之间做爱这个体会就好，不要讲知道意思吗？那个已经就偏离了啦真理不是这样讲。他是说我们精神呢不要外露不要外放。我们精神一外放就当众生，然后呢我们能够呢把
这个精神收回来，回光返照，照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呢才是真正的在修持修道，那才是正确。那我们呢能够把精神收回来，就不会有烦恼。所以复合呢那个文字说漏就是烦恼，无漏呢就是没有烦恼，是复合一，能够漏尽了，那个漏都尽了，就成佛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发现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很重要。那个呢是我们拿来修佛成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已经找到了，果报就会呈现。那假如说我们修是用生灭心来修不管千生万世都不会成，因为都是生灭。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定要找到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有没有印象啊？有。我们都一直反复的在说了说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那不生不灭的心，我们一再讲，已经体会了没有？你看呢无一个回答，无一个讲有，这真的还没有对吗？一点点就好了，能够呢抓到一点点就有一个起头。所以万事呢都起头难，起头比较困难。只要你能够抓到一点点，从那么一点点因身发挥，就会连续的让我们走入真理世界，就很正确的呢可以走修道的轨道。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所以这一句很重要。自从顿悟了无生。这个无生一定要悟，悟到以后呢，才有办法再接下来要怎么修怎么走。那假如说这个没有领悟我们都已经求到得到了各位得到了没有得到了。我们也都一直在讲道很珍贵道很殊胜。那我们平常都没有去研究它珍贵跟殊胜的地方在哪里。那这个呢就是它殊胜的所在。因为呢我们得的道是我们的身体跟虚空之间，玄关就是一个门户门户就是玄关，所以进入我们身体佛性进入身体就是从玄关。所以是一个正门。我们都会讲这个眼睛是灵魂之窗，灵魂既然有窗呢就有门。那社会人士没有求到，不知道灵性的正门在哪里。那我们都已经知道，不但知道而且打开了从正门呢进出你看我们这个100年这个已经呢一口气不来的是一些浅显都可以归位了，是不是都深软如绵？就是有那个正业让我们去看。所以很多呢这一个道心呢在修持的时候信心就很定。有一些年轻人呢比较没有信心的会说那个是骗人。老人家都讲骗人。我这个从这个开始生活到现在这么老了几十年了，我从来都没有看过那个死人会身软如绵的所以你跟我讲说骗人的，我绝对不相信是骗人，绝对是真实的所以他们修起来就很笃定说讲我是会讲，可是做我会做都呢默默的去帮助人。所以我们都会称呼他是老菩萨尤其我们南部特别多，对不对？不承认因为以前在北部的那个大的佛堂不多了，所以开法会都带到南部的寺庙来
寺庙里面呢，所有煮饭的、挑菜的，这一些啊，都是欧里桑、欧巴桑，都很努力啊，默默的在做，利益众生，都不求宝，也不求名啊，所以他们都很实际的在修持。那我们年轻人因为接触的范围比较很广，心的变化也比较快，所以有时候心地是非常好，可是有时候会不会变啊？造化的引诱力量很大，有那一种利诱的时候，我们心会动，动不动？好不好？谁知道不好？那个知道不好的就是我们良知良人啊，那个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他会知道不好。可是有时候我们被那个利益啊诱惑的太厉害的话，这个跟我们讲不好的那个良知良人啊，他有没有力道？不听他的，对不对？然后业因就形成了。接受果报的时候啊，要不要一点有人乐意去承受？是吗？真的吗？所以我们在接受果报的时候啊，绝对不会说这个心甘情愿，都是怨天尤人。那也不是别人去拄到这个歹运的，那拢我，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会遭受一些挫折，都是我们自己招惹的。所以一定呢要欢喜心甘愿受，才能了掉那个业。业能够了掉，我们才能够清净。那假如说我们不欢喜心甘愿受，要不要处理？还是要处理啊。可是处理完了以后，因为不甘愿，所以业没有了，它还会再次呈现。呈现的时候是不是同样心态？那没完没了，一生这样就够了，一生很坎坷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业障之中。那我们一了掉，一清净了，是不是不一样的生活了？心殃不造，新的不要做，这样的就很理想。所以我们顿悟无生后，我们作为全部都不同了。所以那个时候整个凡尘的融入已经都不相关。所以呢，这个永嘉大师才讲，说呢，这个自从呢顿悟了无生一之融入何忧喜？有没有？各位手上有没有那个圣道歌有就是讲到一之融入何忧喜？就是我们顿入无生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那凡尘的荣华富贵，跟呢凡尘的那个侮辱我们那个就已经不关紧要了。在佛性本体里面都没有这一些事，所以那一个融入就不要管它。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荣华富贵是过眼云烟我们一口气买，什么也带不走，不用欢喜那个高兴也没有用。那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被人家这个侮辱那也不用忧伤。为什么？因为那个都虚幻不实在，是假的。因缘机会才呈现。那我们只要说有一些人对我们呢，这个比较无理的取闹，对我们不好，那我们要善待，它是呢促成我们有动力成就的善知识。可是我们大部分的处理方式一定都是生气、嗔
嗔恨，对不对？都是嗔。那要了解嗔恨一生啊，我们那个产生毒素，已经呢在我们的性命之中啊有毒素产生，甚至于身体也会有毛病出现。所以在生活之中呢，不要嗔恨心，不值得啦，完全不值得我们去嗔恨，要该高兴都来不及了。所以呢，领悟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以后啊，完成的所有对待，我们都可以去掉。入深山呢，自然落。这个入深山啊，自然落。这个在可以呢两个方向来说，一个是事，一个是理呀。那么在事情呢，就是呢离开嘈杂的凡尘。那然落就是精舍了，很清净啊，可以修道的地方叫做然落。静下，静下各浅显怎样不？就是你看现在有一些他家境比较好一点啊，就盖个精舍，然后在里面就可以修持，可以打坐，可以看书，那个呢就然落。入深山呢自然落，在事情方面呢，就是这样说。可是，在真理方面啊，各位浅显，那个入深山就是进入啊我们那个佛性的那个莲台，就是进入啊我们那个玄关的深山。玄关像不像山？莲山有没有？我们进入呢莲山，就是入深山。然后然落在理的来讲，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属于然落。所以事情啊，跟理一样，它完全不同的解说。你有了解不？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文字是假的，我们要进入啊，那个真理才是真的。所以在现实社会，我们呢，就是啊，不跟凡人计较，进入深山的，不跟凡人计较，能够呢自由在生活。然后呢，在实际的修持方面啊，我们又在然落精舍里面，很清净的环境可以修道。那在理真理方面，我们已经进入啊我们灵山，又住在佛性不生不灭的本体，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呢，这个入深山呢自然落，这个层层幽邃啊常松下。那个层层呢，就是那个高很高的一个山，高山上呢平平的，那个层层，幽邃啊，就是呢，有一点这个很清净黑暗，就是它呢不是说很明显，很那个幽静。然后在长松之下，就是形容那个一种外在的环境非常的理想，能够培养我们那一种比较宽广比较有担当的那个中流砥柱的那个本钱。这个层层的幽邃长松下。那个外在环境，就借着外在的环境来形容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呢，就好像那个长松，那呢，又是在这个层层幽邃的那个长松下，很等于是自己呀本身的依赖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程度是已经很有成就出来。这样了解意思吗？往后呢，就可以当一个中流砥柱知道这个中流砥柱吗？那个流水
你就了解说我们台湾那个土石流很厉害。我们要当一个中流砥柱啊，不容易，非常不容易啊。土石流你看厉害，甲嫌咧规个桥落去，甲你流去，有无？整个桥啊，拢甲你流，看你要偌勇，就甲你流去位个下流去。所以那个力道很强。那你要做一个中流砥柱啊，伊咧流，你就是去徛条条，唔好流。要不要有本钱啊？要。所以你就是要有那一种见识，要有那一种能力，徛条。外面再怎么样的横逆环境啊，你都不受影响。要不要培养？靠我们平常的培养。凡事啊，一定要有担当，不能呢，都是啊这个揽功推过，我们要反过来，就是呢把过啊全部揽过来，推功劳都别人的，过错都是我的，这样才能够培养那个中流砥柱的那个基本啊。往后呢，在怎么样的横逆环境呢，都不会受影响。所以这个跟我们现实社会来说呢，是差得很远。顺着水流啊，很自然，对不对？很轻松啊。你要做个中流砥柱啊，那很苦又没有人称赞。会有人称赞吗？不会人家会骂你啊，你哪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是一个形容啊，那个层层幽邃啊，长松下，就是在说我们要培养，培养我们自己呀，那个本身的担当。那本身的担当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去培养。所以有什么事情的话呢，尽量就是都担当起来，因为担当得起来，就能够吃得了苦，而且不把那一些当成苦，当成一种我们的一种磨练。这样你能够都通得过，慢慢累积，再大的一些横逆啊，你也有办法来解决，有办法承担。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都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开始培养。遇到事情的时候啊，才能够自然从容的去面对，不然遇到事啊，我会怎么样？最好是蒙着头睡觉，都不看。所以呢，这边呢，鼓励我们呢，就是能够培养那一种，那个很深的那个根基呀。悠游静坐呢，也生家。这个从那个静，悠游很优雅，这个游玩，整个心思呢都在呢是一种很悠游的那一种环境之中，它能够呢静坐，就是呢能够安心呐，在这一种非常殊胜的环境之中，能够常住。那野生家呢？这个野生呢就不被凡俗所束缚，它已经超越那个五行阴阳。所以我们了解说，悠游静坐野生家，这个表示呢，我们心中都非常的这个笃定不被凡尘的一切所左右。这个不容易因为我们都会顾忌到。那个众口铄金那个人家的嘴巴一直讲，这个好人都被他讲成坏人的，很厉害的。可是呢，你只要呢悠游静坐野生家，
那人家怎么说是人家的事，跟我没关。那一种心境啊，很舒坦。所以悠游啊，静坐呢也增加。从字面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呢不住在这个嘈杂的社会啊，住到深山里面去了。然后呢，自己啊在深山里面生活，那个字面的意思啦。可是字面的意思那个比较粗浅，它是形容我们内心啊，一定要自己啊，有主见，不会受到外境影响。那么去局安居啊，实潇洒。接下来这一句啊，那个去啊，就是很静的意思。那么去局，很清静的如如不动。那么安居啊，在很清静如如不动的那一种状态之下，安居啊，把不生不灭的真心呢，都已经安住，居住啊，在不生不灭的真理世界，所以安居。那么这个样子啊，实在是潇洒，这样懂意思吗？很潇洒，就是一点挂碍没有，一点障碍也没有，自由自在，又呈现了非常那个殊胜的景象出来，潇洒的状态出来，所以呢，都是从我们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啊，生发。觉寂了不施功，觉就是我们能够觉了，能够顿入无生呢，那个就已经觉。所以觉者啊，就是佛，他觉了啊，就是已经领悟。所以领悟啊，就叫觉，很重要。然后我们觉了以后，回到佛性本体，那回到佛性本体呀，已经了掉所有的一切，所以结局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叫天下本无事啊，庸人呢自扰之。这个觉已了，觉已经没有事了，所以才会阶底下呢不施功，这样有意思吗？就是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所有的一切行为都已经到达不了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在努力修道，各位学贤，我们是把我们佛性本体所没有的那一些负面的毛病脾气去掉，是修掉我们自己呀，那个后天的习性。那把习性都去除，恢复呢原来不生不灭的自性的光明，是这样叫修了。这样懂意思吗？那佛性本体呀，我们都着力不得，它呢不会被我们染污了，我们也不用去修它。这样懂是吗？我们爱再怎么染污都染不得。各位浅显，为什么染不得？因为它没有形象。我们要在虚空之间油漆呀，记得上吗？我们不管用什么颜色来油漆虚空，虚空会被你油漆吗？不会。那我们佛性呢，也就是这个样子。你要把它染上五颜六色染不得，你袂丢了。你有咱的习性，我们习性已经染了五颜六色了，所以我们就要受苦。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所作所为，都落入我们的四神，就是习性。所以这个有一个修道者讲说，修道之人不是真，只为从来认四神，无始时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生。
有没有说过？有没有印象？好像没有很水所以就鼓励嘛，各位要时常听啊，要一直听都会背的。修道之人不是真，不认识真啊，只因为从来我们认识神，那个是神啊，就是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那一些习惯就是是神。我们呢不生不灭呢是元神，那是神啊是我们在生活之中用，那我们都认识神当成元神，所以错误了。无始以来我们的生死都是这个是神，那我们痴人都把它换成了本来生，就是我们的根源。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是错误的认识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要了解说，我们觉极了，能够觉悟，能够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时时刻刻你去这个保持它，那所有的罪业都消灭，了解吗？因为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有罪沾而不得，就无去啦。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一旦你领悟了以后，进入佛性罪业都消灭。可是只要我们又回到习性罪业又来了，这样懂意思吗？习性要不要去掉？就是要去掉把那一些呢不符合真理的那一些习性都去掉。只要我们都去掉那一些习性我们那个生不灭佛性一出来，全部都没有罪业都没有，所以罪业消灭。会觉极了，不施功，不用施功，不用再做什么功夫了。这样了解了吗？那我们往要不要做功夫就是要修掉我们的那一些毛病脾气那个要所以那个白浪禅师就讲说，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有没有？修正就是要，因为习性太强，染污不得，因为佛性不被你染污，了解意思了吗？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说呢，修正者讲过呢，让我们都能够了解。一切呢有为法不同，这个自相布施生天福。这个觉极了不施功呢，接下来就是一切的有为法不同，一切呢所有的作为有为，跟呢这个我们佛性不生不灭完全都不一样，所以一切有为法都不同。那我们呢要了解说，这个有为法跟无为法，各位有听过无为法吗？有没有？这么陌生有为法有听过吗？什么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有所作为从我们起心动念有所作为，叫做有为法。那无为法就是无所作为，那无所作为就是从佛性本体生发。从佛性本体生发以后我们按照佛性的智慧去做，那个叫无为法。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在凡尘要培养我们无为从有为入手，就是这个是好事，然后我要养成习惯，从有为然后去做有为法入手去做，做到很习惯的时候就不用起心动念就可以。像说我们开车我们学开车的时候一定呢要这个头脑跟手脚全部都是要并用，有没有？
头脑告诉脚说采离而去，头脑告诉手去排挡，有没有？那个是不是有为法？对不对？有所作为嘛，然后呢，开始啊，这个离合器慢慢放，踩油门，然后车就走了。车走了有一点4度啊，20、30了，赶快换挡，都是有为法，对不对？都是有所作为。那我们已经学会开车了，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那时候还要不要？要不要再头脑来指挥？要不要？我们开了几年的车以后啊，甚至于问你说你怎么排到4档的？不知道。那个不知道就是无为啦，自然而然，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无为从有入手，一定要了解说符合真理的。这个开车啊，有开车的理，我们符合。像我们吃饭啦，小孩子生下来会不会自己吃饭？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父母都要有为他吃，让他呢能够这个生存，然后呢慢慢的叫他自己吃，爱甲伊教，叫伊捧碗，然后叫伊汤匙啊，卡，摆嘴内底，一半伫个嘴内底，一半伫个嘴外口。你不要觉得不好，因为那个过程啊，必须要的。你唔通逐项你直直甲饲啊，饲啊伊都足大汉，还阁袂晓食，对不对？所以你要让他学，学到后来你就甲伊教，讲你即摆若安尼直直落，迄饭粒啊拢落喺外口。后日啊你若娶某，你个某迄面真歹迄囡仔为着要娶某为较水的迄饭粒啊拢够捡起来食。循循善诱，然后慢慢的现在会晓吃碗用箸，我们这个中国用筷子叫他学筷子，开始一样，也是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没关系，慢慢教导，不要溺爱啊！现在父母亲都很溺爱，小孩子又生得少，大项拢做得好好啦，甲穿衫，甲穿鞋，甲吃饭。甲一大汉啊，大项拢袂晓，生活变白痴啊，有没有？所以我们是害他，不是爱他。爱他的话就是要教导，爱甲伊教，你甲伊教迄个都有为，即马教伊大项会晓诶，都无为，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有为跟无为都要认识，爱知影。咱自然而然拢做啊足熟的，就无为，拢为佛先出来啊！你袂用的都要学，都有为啊！这样懂了吗？所以我们就已经不会在文字就无带伫个文理内底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切有为法不同，跟无为不同，懂了没？所以要了解这个真理。住相布施呢，生天福。我们住相布施的时候啊，就是有想得到果报，那个就叫住相。我们一般的凡人也都是这样啦。我们当义工都希望以后有好的果报会当来，对不对？那个叫住相。住相布施我们住相在做好事就是生天福。可以到天道去有那个福报可是，在修持方面，在真心佛性不生不灭的真理方面这个呢就不是我们要追求。所以后面才讲说有如养箭射虚空，好像我们拿着箭来射虚空。那个射虚空以后势力尽箭还坠。那个势力一死以后它就会坠落下来，对不对？这个意思呢，就是跟我们讲说呢，住相布施呢，就好像我们养箭射虚空，
虽然有天赋啊，可是你那个行持多少那个布施啊，就得到多少的福报。那福报它有期限啊，因为你的行善布施啊也有限度。你布施多少，福报就多少。那等到福报一享用完了，会不会啊又堕落下来？所以那个福报尽了，又堕落下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啦。不像我们那个无住相的布施，没有住相，就是不期待果报。我们一布施以后啊，就把它融入虚空，懂意思吗？所以不管我们布施的多或是少，只要你都不住相，把它融入虚空，虚空是不是很广泛、很大，对不对？那我们布施的多、布施的少，都跟虚空一样的大。所以啊，回过头来的果报，就是虚空给我们的果报，这个是真理呀。那我们要了解就是让我们不住相布施啊，可以成就，可以成佛。所以那个虚空那么大的果报给我们，就是给我们成佛，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帮助人布施的时候啊，尽量都做这个无住相布施，这个叫殊胜因缘。那个因果它一定的道理呀，有因啊一定有果。可是我们住相就变成它有固定，你布施100块，得到100块的福报；你不住相，布施100块，得到无量虚空的果报，让你成佛，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差别很大，心都在心的变化。我们心不住相了，很宽广；心一住相了，很窄。比如说我们一直想买一部车子，这个心就被车子局限了，更加想玩的是车，对不对？还想车真快真A啊，对不？那我们都不想的时候，是不是很宽广？心很宽广。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时常都把心局限在很窄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就变成给等加多，有没有啊？就是度量很小是不是啊？我们老子师显象给我们看，要度大能容，不要给他等加多那么的狭隘要很宽广心量一宽广了以后整个世界都不同所以我们就是要学，要真正的能够做到。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那个住相布施的话呢，就好像呢养见色虚空，那个势力尽呢见还罪，然后招得来生呢不如意为什么会呢这个招得来生不如意刚才我们有讲过就是呢会招得我们来生呢到天道去。那天道的时候众生都在朝拜，众生朝拜我们就很骄傲，就认为很了不起那我们要了解骄傲那个就是因，业因我们眼睛呢都生在额头很高，看得都很高，所以后学都讲，你大骄傲就是大火鸟，转换转世成大火鸟。那个小骄傲就切骄就小小的那个鸟所以我们要看大骄就要看那个用望远镜来看切骄的较容易看到了所以我们那个普遍的小骄傲就很容易看到，那个大骄傲就比较不容易所以那个需要到那个湿地去看有那个候鸟过境我们才看得到，那个就是大骄傲。有没有大骄傲？这个环境促成有势力有钱变，然后有钱他就会大骄傲。那假如说我们平常都没有，也没钱也没势力
那我们那个骄傲就小一点。所以浅显内心里面呢，骄不骄傲？都不骄傲，太好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一旦落入凡尘没有骄傲的本钱所以不要骄傲。真是呢无为实相门这个怎么能够比得上呢那个无为的实相？所以说呢，这个诸相布施跟那一种无为实相，就是呢从佛性发挥出来那个无所作为，没有期待果报的那个无所作为，我们就呢可以说那个进入实相的法门。实相就是不会变化，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实相。那凡尘的一切呢，都是假象、虚相、幻象。凡尘的所有一切都是假象、虚相、幻象，不真的。只有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才实相。实相法门我们就是一定要进入。这个佛拈花示众讲那个都还记得吗？正法眼藏，然后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在教内没有了，在教外才有。因为在教内都是循循善诱。那个教外就是靠领悟了。我们能够领悟呢正法眼藏，领悟涅盘妙心，领悟实相无相，领悟微妙法门，领悟不立文字，没有文字。所以我们呢这个修持这个法门是没有文字的。我们佛老师在那个《金刚经》的注解序里面他就有讲说道本无言，道没有语言然后呢老师说非言不显，没有讲显不出，所以要讲。言有不达，道无以明，就是你讲出来没有讲到内容实际的情形，那这个道没有办法明显在整个凡尘。各位有没有看那一段《金刚经》的那个序文我们佛老师在民国26年在凡尘的时候说的，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言有不达，道无以明。我们佛老师讲的。那释迦牟尼佛也有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呢这个无言之法，没有语言的成佛都是没有语言的无言之法。然后呢以言显说，用语言明显的来说，因言而入，因为这一些语言，然后我们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非即是言，不是这些语言所以不要住在语言上面，这样懂意思吗？道是没有语言的，进入到没有语言那才是正确的，可以说的都还没有究竟。看你听有无？有一点较深啦会袂？袂啦听惯势就袂。有他人嘛讲白话嘞，都是白话，讲出来都很容易懂的。一抄直入呢如来地这个实相法门一抄呢就直入如来地，所以我们这个就很直接的可以进入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就是真理世界。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努力到达一抄呢直入如来地。但得本莫愁梦，只要我们得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本，你只要得到本莫愁梦，不要忧愁那一些那个功能作用，所有的神通
那也都无来，不用忧愁，它自然都会有。所以贪得本，就怕我们没有得到不生不灭啊，那个佛性本体没有得到，神通都没有。那我们不得到本，去追求神通，神通是会有，可是它不长久。你追求来又会消失。那只要我们是从根源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努力，然后呢去启发让它呢能够呢呈现，然后我们培养让它茁壮长大，它久了自然而然那个般若妙智慧就有，般若妙智慧有啊，那一些神通啊又具备，全部也会都呈现，都会有。那个时候啊，我们就会知道说，原来本体就有这么多的那个功能作用。所以呢，佛经里面呢都讲说恒沙妙等，从佛性发挥出来啊，它一粒沙呢就一个功德，有恒河沙那么多的功德可以呈现。只要我们得本，得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如镜琉璃啊，含宝月，那个镜琉璃啊，我们就是了解透明的。那个琉璃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轻的玻璃呀，那轻的玻璃也含着宝月，所以它这个是在讲，镜琉璃呀，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一个世界，那宝月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镜琉璃呀，里面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在，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这个事里面啊就有理，即事啊即理，事情里面呢就有道理，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能够先把所有形象看得透彻，它都虚幻不实，因缘际会才有，因缘消失啊就没有，所以当下那都是空。只要我们进入这一种认知，这个认知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万象万事，这个时候的万象万事啊，全部呢都包含真理，所以全部啊整个万象万事啊都是真心佛性，所以叫一真呢一切真啊，听懂吗？因为你要修的时候要解所有一切都是假，不能要修的时候就把它看成一切都是真啊，把它看成一切真我们修持就不会成就，就没有成功的时候，因为看成真就住相一住相以后我们就不会变化，让它当作真的所以我们就会人分颠倒。你看我们人这个不是有时候呈现非常漂亮潇洒的时候吗？会不会有？会当我们那个很好看的形象呈现喜不喜欢？我们当看的时候住不住？变不变化？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当那个非常美好形象一呈现我们没有先了解它的真理所在，我们已经被那个形象迷得神魂颠倒了。吃嘛吃不累，困嘛困不起啦，一直要看那个形象对不对？我们大概都是过来人嘛有没有过来人这个年岁一大的都过来人都有经过那个阶层所以我们了解都会变化，更较水都会变薄所以或者都讲不免化妆啦，跟阿婆大家面拢同款每个年纪年岁一大的竟然分不出来他们这个面孔到底哪里差别一不一样？阿婆面拢同款爱化妆没？所以你看，听我们这个课可以省钱呢。
为什么？因为以后你要去买化妆品的时候啊，就想说，后来拢赶快，那个可以省很多钱，化妆品都很贵，画起来又是叫做妖怪，不是妖怪嘛，一看起来都不像人呢，像不像人啊？可能或许是LKK 才会这样讲，可是这个是真理所在啦。我们了解说，凡尘都是假象，不用在假象上做功夫了。我们要在不生不灭的这个佛性本体上做功夫，才是正确，才不会后悔啦。那假如说我们是在形象用心啊，一段时间一定会很失落。像南部斗南有一个前贤啊，跟后学讲，因为他已经到达那个4分连连了，就是时常看到他们同村庄的漂亮小姐，非常的欣赏仰慕啊，一直爱拢爱袂到，然后他就是努力呀一段这个时间去做他的那个工作。看到以后就隔了一段时间，那隔一段时间看到以后，他心里竟然说不能接受，为什么？变较足歹。你讲都遐水哪会经过无偌久尔嫁人生囝哪会变较足歹？冲击很大，刷落去搁接落去讲，女朋友也不交了，为什么？变化太紧，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那个住相的那一些弊病很容易可以自己看到了。你假如说都不住相不管这个他长得是很美很丑都没关系只要他会动，伊目睭会看人，脚骨会行路。有没有佛性啊？那我们就见到佛性就好了。佛性是不是平等啊？都是平等，是不是没有那一种喜欢讨厌的心？是不是很平缓、平常、平淡、平实？对不对？是不是已经在道之中？喜不喜欢？这么喜欢的事情竟然这么平常就已经呈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所以我们不用另外求，就是只要回光返照，只要我们心都回来了，照顾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可以，时时刻刻呢，都保持这个觉。既能解得既能呢劫持如意之这个自利利他终不绝。既然能够呢了解这个如意珠，各位听听什么叫如意珠？对，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个就是如意珠。我们既然能够领悟了，能够了解了这个真心佛性能够自利又能够利他，就是自利利他呢终不绝。不会有用尽的时候我们真心佛性会有用尽的时候吗？会不会？用不完的，对不对？我们越用越多了就好像那个井水高积水各位有没有见过那个水井？我们南部多了北部就不容易见到。所以那个水井水我们越打它是不是吃水越快越清？我们都不打的话，也满不会满出来高这靠不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你再怎么用呢？都是在永远在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就是这样可以自利又可以利人，用不完的所以呢才讲说自利利他呢终不绝。
江月照啊，松风吹。这个江月照，就是呢上天的明月，然后呢照耀那个奔腾的江水。所以这个就在讲，我们已经得到了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因佛性本体，已经得到了，就好像那个天上的明月，然后呢照耀大江，然后那个那个江水啊就呈现了天上整个明月啊，就呢很明显的那个照耀在江水之中。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他在讲，就是只要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在，那所有千江有水啊，就千江月，它都会呈现那个月亮。那天上的月亮，它并没有吸收散落还成各个江，它并没有散落。可是只要你天上有明月啊，底下有水，底下的水就有明月。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在水呈现的明月啊，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啊。你看佛性一呈现功能作用，是不是无量无边？只要有体了有本了，那个功能作用用不完，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叫江月照。江月啊一照，千江有月啊，千江水，千江有水，千江月，都呈现了月亮，就是我们整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呈现出来，无量无边。那底下那个松风吹啊，我们要了解那个松竹梅叫什么？岁寒三友，就是这个遇到再怎么寒冷的那个天气啊，那个松竹梅啊，它都很坚贞，所有百花都凋落了，都很坚贞。这个是比喻啊，我们这个金子那一种气节气度啊，这个一寒不改，遇到什么艰困的环境啊，都不会变化它的那个气质，它的品质啊，都能够呈现。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在讲我们凡尘啊，只要是有像这个松竹梅这一种高品格的金子，那么这一些人啊，他的言行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所以啊，他所发出来的松风一吹，是不是很理想？整个社会啊都会效法学习，所以啊，整个社会风气啊就会很理想。所以这个江月照松风吹。这个在讲说我们呢也要发挥那个松竹梅啊那一种岁寒不改，在怎么艰困的环境啊都不这个违反我们清高的人格，都能够呈现最理想的一面。永夜呢清宵何所为？就是我们呢在这一种很殊胜的那一种景象之中，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能够沾到上天大开普度，这个时机呀，就是已经呢这个12万年来最末后的一段时期，最好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已经呢这个到我们佛老师啊，这个掌道盘已经64代。东方呢前18代，西方28，后东方18，加起来呢刚好864，就是从无极，然后生太极，生两仪，生四象，生八卦，88相中相凑，8864，整个数那个气数圆满，就是那个喜。所以到我们佛老师是最末后一早，所以这个上天一涅槃以后就只有欠善了，
要得到就没有，连那个单传独受也没有，所以往后要求道没有机会了。道一涅盘凡人就没有机会再求道，只可以行善，累积善。那我们这个在凡尘也只能够切化为善，要传道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一个时期还没涅盘前，就是要大力的能够度化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要他们改求道。求道以后要努力研究性理心法，要明心见性，然后要修持，要成就，能够回归到我们每一位都是佛那个本位，这样就是最理想。假如说时间来不及，那也没关系，先让他能够求道，让我们种子不灭。我们有求道没有修，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种子不会灭掉。假如说一旦我们那个佛性已经变成碎离粉碎的灵粉了，大家有没有看过蚂蚁？蚂蚁就是碎离，已经粉碎了，它的灵粉碎，要接够那个非常多的阿僧底劫，它才能够还灵，才能够继灵，才能够又有这个转世为人的机会，要非常久。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纵然你还没有时间来修道，那也要先求道，让我们的佛性种子不灭，能够下一个缘会又来修持。这样了解意思吗？当然我们是说能够求能够修能够证，那是最理想。可是假如说我们觉得说时间不够，那也没关系，只要修都在性分之中啦，然后累积比咱的性分来对，所以我们在凡尘就可以了解到一些现象。有的这个讲了一下，后面都还没讲，我知道了，为什么会那样？就是他性分之中有没有遇到那个事？你跟他讲一个开头，后面他全部知道。那个就是他已经累世之中已经有经过，有修持，有学习，所以一点马上通。有的佫直直甲讲，甲看脚看手，唔知就唔知，有没有？为什么？性分之中全部都没有，空白一片甲看脚甲看手伊都是还佫袂晓。这样知道意思吗？所以我们在修就不怕说功会唐捐，我们功都不唐捐，有没有听过？唐捐就是吸气，虚幻去掉，你做的拢互水流，迄个唐捐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只要是坐下来，都不怕它没有功与作，绝对有作用都在咱的性分之中，累积在性分之中。那我们要累积成佛的因一直累积成佛的果报就会呈现。这样了解吗？我们又超过要给大家发问的时间了，剩下11分而已。有没有问题要问请负责讲师念，然后现在要戴眼镜的。是做耳根圆通，是听而不闻，对声音的内容不起作用，还是声音完全听不见？问得很好这个周耳根圆通各位前贤，我们一定要了解说这个耳根圆通是观世音菩萨的修持法门，那借着用耳根修道。那刚才我们也有提过，说这个我们耳根听到的声音
它并没有接近我们的心跟身。那既然它没有接近心跟身啊，它是属于身心不能及的真心佛性。那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借着我们那个耳根的修持，第一个一定要先分清楚耳朵的功能作用是听，耳朵的第二个功能作用是闻。那闻的时候啊，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的心意识，就变成闻。所以我们呢平常都用第二个了，那个闻。那第三个叫闻性。那闻性我们就是了解那个听到声音的是谁，已经呢是进入佛性，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在修持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去分辨声音的内容，也不是把声音排斥，去分辨声音的内容呢。我们有讲说，这个历代祖师啊，在讲烦恼即是菩提，因为烦恼是从那个佛性本体生发，那生发烦恼，我们去回光返照。看到它生花，那个啊是菩提，可是一旦已经进入生发烦恼的内容，那个就变成恶法，善恶的恶法，因为那个恶法造业所以我们用耳根圆通去听声音，去分别声音的内容，那变成呢进入第二个闻，不是闻性，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听到声音，那个能够听到声音的就是佛性啦。所以不排斥声音，可是也不进入声音的内容。可是我们要了解，听到声音就是听到声音，一定会知道它的内容。那这个知道，各位浅显，我们保持了了分明，这样了解意思吗？了了分明是知道说话声音的内容，声音的内容知道，可是我们本身不参与，这样懂意思吗？就是在尘不染尘，那在声音不染声音。假如说我们进入那个声音的内容去分辨，我们会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一产生又回到第二个闻的程度，就是加入心意识那加入心意识我们会造业。那假如说我们是用闻性只放在能听声音的那个觉性上，那就正确。这样有没有印象？听到声音的内容了了分明，不要进入，不要取舍这样懂吗？有一点困难因为我们都有时候会取舍，就是尽量的去努力，说我听到声音的那个就是我不生不灭的佛性，保持这样，你能够保持这样，就正确了。那假如说我们进入内容了，那就回归到第二个闻，就会造业啦。造业那个是我们要修那个修道学习的，这样了解意思吗？这一定要透彻了解，做起来才不会偏啦。我们要了解说离开身离开心那个觉了了分明对声音了了分明只要我不取舍，重点就不取舍，一取舍叫染，我们感染成垢了，已经完成的污垢我们都感染。那我们不感染，知道不染，不进入喜欢讨厌，你有了解不？还不了解？还有吗？好。后用学做耳根圆通约15分钟，先听各方声音，做到进入快睡着，可是没有真正睡着状态，有回无故突然惊醒，
还有一次依稀听见声音说保持清净本体，每次做耳根圆通后精神饱满。请问后学这样做耳根圆通是对的，是做对还是不对？大致的方向是不错了。那因为努力做就会马上有功效呈现了。所以在阐释那个会有一个突然惊醒那个叫恍惚状态。恍惚各位了解吗？恍惚状态。那恍惚状态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在凡尘很清醒的时候，我们都会保持两边两边知道吗？善恶两边那个朦胧状态就是要合成一体。所以我们要见到那个佛菩萨显现给我们看，一定要在这一种状态，叫做朦胧状态，佛菩萨才会显现。你很清醒你这两只眼睛看，佛菩萨绝对不会呈现。所以那个是很好的一个前兆，能够朦胧，可是不能有意追求啦。有意追求会变有魔境出现，让它自然就好。能够你做到下做就都不想做的时候，会精神很饱满，正确啦。你就会觉得很疲累，那个就方法不对。这样了解吗？所以只要我们有心做都会有功效出来。那对不对？你要赶快问一些有经验的人。只要他有经验，他会跟我们说。了解吗？还有没有？还有3分钟。好，请说。那我们在涵养分析佛性的时候，我们分析佛性本体的能力，慢慢就会被培养出来。那刚刚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预测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请问这个时候该不该讲，可不可以讲，这样会不会接受对？好，请坐。所以或许有刚才有讲过，只要我们培我们自己那种不生不灭的真性本体一直培养，可是不要意色。各位浅浅不要意色，意色我要有第六感的意色，我要有什么事情，那不可以那已经偏离了那个叫做幻也没有放下。不能意色。那没有意色的状态之下，有第六感来，那个才我们佛性本体的功能有。那个它已经接近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它会呈现一些灵敏、不可思议的那一些境，那一些话。那一些东西会呈现。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保持了了分明，不要参与，袂使去甲伊参详嘛，懂意思吗？不要参与，你知道就好。然后呢，你去体会你所预先灵感的跟现实的。它相结合有什么差别？去体会。然后最重要就是不要炫耀，不要去去讲电讲你有功夫因为我们周遭都有无形的东西魑魅魍魉、凶神恶煞，然后幽冥鬼魂。他假如说听到我们有能耐，他会想要我们帮助他，所以这个时候被他一缠到，我们就糟糕了，脱不了身了。那我们又帮不上忙，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在那一种状态之下，我们就保持就是知道就好，你不要参与。所有的那个灵敏的感觉一来，你也知道就好，然后呢，静观，静静的来观察，
事情真的呈现的时候，跟你的预感有没有符合？自己去体会，它慢慢会茁壮长大。这个是一个初步的效验啦，只是效验。所以我们不要就住在那一些还没有呈现的虚幻的那个境上面，这样了解吗？很重要不能你预设立场，预设说我第六感要强了，不可以那已经会偏了，会走回头路。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学员，大家好。佛学老天师德、老先见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接着讲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各位先贤会不会讲得太慢？永嘉大师正道歌已经讲一次了我们竟然还没有讲一半，还没有缓过来。上礼拜呢，我们讲到江夜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讲到这边对不对？到了没有？到了那我们今天呢，从佛性借诸悉地印这边开始讲。不够吗？讲义不够。那稍微先这个隔壁公家看公家看，那等一下马上这个影印就有了。我们也要了解说这个佛性借诸心地印。那个佛性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佛性靠我们自己本身去把它启发。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就有讲当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那一个觉。那个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我们一定要把它启发，我们用那一个来修道，才会成。各位有没有多有没有？体会了没有？还有生疏吗？会不会？对自己的佛性有没有认识的？我们从开始研究到现在刚好半年呢，很快一转眼就已经半年了，因为我们这边比较专注，所以这个要求比较高，像北部大部分要1年才能够领悟，才能够听得懂。那我们这边大概半年就可以听得懂。都会区的那一个造化引诱那个诱惑力量大，要专心的时候不容易。很容易心神都分散。那心神分散我们要修道要领悟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就比较困难。那我们这边生活比较单纯所以领悟起来就比较容易我们又很专心所以或许已经有做那个CD片
各位可以反复听，反复听呢更容易进入。只要我们能够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的本体，那很多很奥妙的不可思议的一些现象都会让我们自己本身去经历。所以自己本身呢一定要用心。凡尘事都是虚幻不实在，一直在变化，都是假的。只有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才是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启发出来。启发出来修正的，让它恢复光明，就成佛了。各位这样听得懂吗？懂所以开始就讲说，这个佛性借诸心地印，先启发佛性，启发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戒是很重要，它可以防非止恶，所有的是非的非，我们可以防止。然后呢，恶都不会我们都不会去犯的。那只要我们呢都守着戒律我们那个佛性的光明它就会一直呈现。那假如说我们都没有没有这个戒律来遵守，内心没有守戒律，那我们沾了尘垢五颜六色那就不容易修道，修起来坎坎坷坷，修不光明。所以这个很重要先启发了佛性，然后呢我们守着戒律，所有的坏的不但不做，连想都不想我们心里面想都不想，这样的话呢就光明都清净就可以整个都呈现。所以叫做呢摩尼宝珠，佛性那个宝珠就整个都呈现，非常价值的。各位浅显，我们现在的佛性价不价值？价值。有没有很高贵的？有对，所以我们呢要自己本身呢这个守着很清高的人格使我们自己那个佛性真的就是呈现了摩尼宝珠那个价值整个都呈现出来。所以佛性借诸，然后心地印，就是呢要从我们自己那个心来印证。那心呢我们就是了解用地来比喻因为地可以生长万物，那我们的心可以生长所有的善都从我们心地生发生发了以后呢，我们使它呢都能够呈现利众生所以呢我们印证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所以佛性借诸心地印，这个都是要靠我们自己实际的去行持，才有办法印证印证以后表示说我们在修的已经进入真正的修到轨道，不是用生灭心来修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要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因果一致才会成佛。那假如说我们用日常生活的心，那个是生灭的用那个心来修，不会成道不会成佛变化无常，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体不生不灭，不施于因缘，不施于自然。那我们的日常用的心，是我们的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因缘际会才有。那假如说我们的六根没有六尘来相对我们就没有心了。所以那个是因缘际会才呈现的。那既然是因缘际会呈现呢，就一直在变化，它不会是固定的一直变化。那我们不可以用那一种一直变化的心来修道，这样了解吗？所以释迦牟尼佛有讲说，我们修道不可以用心意识
就是呢我们在日常用的心意识啊，都是因缘际会。我们要呢用我们佛性发挥出来的真心，从佛性直接发挥出来，它不生不灭，用那个心呢来修，这样才会成。那我们呢是一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呢，就是我们呢万年都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体会，那个觉，那个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各位有没有去体会啊？好像对他都还没有信心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啊，并没有离开我们身体，不即不离，不住在身体，也不离开身体。它是在，只是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们都用六根。因为用六根六根是我们要了解说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都用作用，没有用本体。所以我们那个感官会当下，眼耳鼻舌身意它当下。一旦呢让它当下我们就是要了解说会造了业，造了业会使我们受苦。所以我们不要让它当下。已经它当下这么久，所以我们呢先了解，了解说我们有一个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六根当下的时候那个佛性呢它很委屈啊，它修养很好，它都退隐，不出来争了。所以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我们有讲过有没有？还记得吗？那个如来不与世间共争那个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是在讲释迦牟尼佛，是讲我们的真心佛性。它不跟世间争，可是呢世间与我争，世间的所有一切都要跟佛性争前辈所以我们就让这一些感官眼耳鼻舌身意当下。各位是谁在当下是佛性在当下吗？对那么理想佛性当下不会造业没有业的那个都是事来则应事去则见不会造业。可是我们因为这个六道轮回太久了都是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一念在当下。那个呢我们要了解，它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不要让它当本体，不要让它当下。这样懂意思吗？这个很重要的，只要你让佛性当下以佛性来指挥身体的言行动作，那这样就不会造业了。这样懂意思吗？懂一定要启发启发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来当下，这样呢都符合真理啦，跟真理相符合就像天地一样的，白天黑夜春夏秋冬天地都不会造业。那我们呢按照佛性来当下也不会造业。那没有业我们就解脱了那以往所造的业我们行善来了掉，这样就越来越轻松生活越宽广，越过得呢越高兴越舒服这样修道才正确我们自己本身呢高高兴兴的过每天，然后我们周遭亲朋好友我们也带他跟我们一样高高兴兴的过每一天，是不是在天堂？就好像生活在天堂所以我们一定要呢正确的那个认知。误入云霞披上衣这个呢就讲这个完成所有呈现的这一些现象
有雾有露云霞，都是我们身体这个穿的衣服。意思也就是讲，整个山河大地，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真心佛性。我们真心佛性这么宽广，法身我们这个法身非常宽广。那所有天地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穿的衣服。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以往从来也没有说山河大地就是我的真心没有听过了有没有？从来都没有听过。因为这个是最上乘佛法是整个宇宙整个天地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那呈现的现象是从我们的真心佛性呈现出来。各位有没有听过那个如来藏？有没有？没有。如来含藏，含藏整个山河大地，含藏所有万法，所有的一切都含藏在我们如来性分之中，所有的一切都从性分里面呈现，非常宽广。所以我们能够到达我们佛性本体以后，就没有相对待。那没有相对待我们就不用分别心，因为我们有分别心我们才成为众生。假如说我们已经体悟到是一个绝对体，那体会到绝对体以后，我们是了解到说，原来都没有相对，没有相对没有善恶善恶是从我们佛性发挥以后来应对凡尘的事，做得好叫善，做得不好叫恶，那个时候才呈现相对。那我们要了解，回到本体以后是一个绝对体，懂意思吗？之前我们有讲说，修道之人不是真，只为从来认是神，有没有？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无始时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生。我们好像讲过很多次了，有没有？这个就是长沙和尚他说的句语。那长沙和尚他有3个名号了，一个叫昭贤大师，一个叫景澄禅师，一个叫长沙和尚。那么他讲的那个句倒是蛮多了，都是要帮助我们众生领悟真心佛性。所以他讲说我们修道之人不认识真，就是不认识我们那个真心佛性只为从来认识神，就是我们在凡尘用的那个认识是神，是神就是生灭啦，言神就不生不灭啦。我们都认那个生灭当成我们的本体，所以这个样子才让我们六道轮回。所以他讲说，无始时来没有开始已经很久了。无始时来我们那个生死的根本就是是神。我们假如说了解原来都是用生灭才一直六道轮回，然后我们生灭不用了，轮回就可以去掉了。我们因为不知道痴人唤作本来生。这个是我们比较会常引用的。那么它里面有蛮多都是要我们启发我们佛性里面的般若妙智慧。那么在佛经里面代表那个智慧第一是哪一位菩萨？是哪一位菩萨？文殊文殊菩萨。
那有这个僧人就问呢，这长沙和尚说何谓文殊？说什么是文殊啊？长沙和尚说墙壁瓦砾是。墙壁知道吗？墙壁啊，瓦砾，瓦就是瓦片啊，砾就是小石头，奇不奇怪？墙壁瓦砾是。那么僧人又问长沙和尚何谓观音？他说音声语言是。音声语言啊，就是观音。那何谓普贤？他说众生心是，众生的心啊。那何谓佛身？说众生的色身是。各位姐姐，从这一些答案我们可以了解到全部呢都回到我们最平常见到的这一些现象。看到墙壁，看到瓦砾，是不是很容易？竟然那是文殊嘞，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们不要落入形象。我们眼睛就是文殊的妙智慧，这样懂是吗？咱的手啊，都是文殊，所以看到的拢是智慧，不是看到形象。这样懂吗？有一点较深可是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都容易住相，住相错了，因为我们眼根它就是有文殊的智慧。那以后我们用眼睛的时候我们就要想说，我在用文殊的智慧，这样提升的高不高？高，就很高了，对不对？就不会被形象左右，不会被它影响。然后呢这个观音观世音呢，他说音声语言是，只要呢我们耳朵在听我们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听到声音不要进入声音的内容。我们能够听到声音，我们本身就是观世音菩萨，可以寻声救苦，是不是不一样的？那个普贤普贤呢，就是重视实行。那重视实行实践就是我们的众生的心。只要你心要去做，你就可以把那个事情做出来。所以普贤就是我们众生的心。要见佛见佛呢，我们众生的色身就是佛，了解意思吗？只要我们认识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水有风土，众缘际会皆有用。水有风土的本身没有知觉性，那身体有知觉性，那个知觉性就是佛。所以见到众生的身就是见到佛，高不高？是不是整个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说河沙之佛体皆同，有没有？记不记得？就在那个说通心通那个地方有没有？各位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一句说河沙之佛体皆同？有没有？有没有？你也无看怎有？用有。所以那个地方就已经有永嘉大师有讲出来，说河沙之佛体皆同。这个所有的佛体都是相同，
十方诸佛同一个法身，拢同款的，都一样的。那又僧人就问这个长沙和尚，说既然是河沙之佛体皆同，为何有种种的名称？名字都不同。那长沙和尚就讲说，从眼根还原，名为文殊。从我们的眼根返回到根源，叫做文殊菩萨，文殊。从耳根还原，叫做观音，观世音菩萨。那从心还原，叫做普贤。所以三圣就是佛的妙用。那佛就是三圣的真体。那用时候有河沙的假名，体就是一个梵文叫婆切梵，婆切梵就是粪啦，这样懂意思吗？我们从眼根还原，眼根回到根源叫做文殊，从耳根还原叫做观音，从心还原叫做普贤。这样懂意思吗？我们是不是都跟佛一样了？这样了解吗？愿不愿意把自己都提升跟佛一样？那愿意就是要做从眼根还原，从耳根还原，从心还原，就是文殊、观音、普贤，整个都呈现了。不要用到凡尘事上面了，用到凡尘事我们就沾得成过，我们就变众生了。那我们也回到根源，回到根源的话，跟那河沙之佛体皆同，都相同的，都一样的，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就是要学说，这一些已经有修正的讲出来的话，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方向，可以来跟他来学习。这样会用吗？从眼根还原，从耳根还原，从心还原，都回到根源，都是佛了。我们愿不愿意还原一定要努力别再看的譬如有从眼根一看没有还回到文殊，结果被造化引诱又怪异，怪异我然后听到声音也是那个靡靡之音大家以为哇都去卡手拢在叮当，有没有？这个耳朵一听音乐手脚会不会动？有还原无去有力所以手脚就跟着动。动到哪里去正确，到四生六道去了所以我们就是要还原还回到根源。凡人事虚幻不实我们投入的越多我们越后悔造的越多，那受苦就越厉害。只要我们能够回光返照，都返回到本源，都是佛跟佛没有差别啦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自己努力。那个僧人又问这个长沙和尚说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的道理是如何？之前我们有讲过没有？可以有没有印象？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好像很生疏呢刚刚我们没听过，所以嘛，或许鼓励讲各位爱听爱看拢无啦，所以就无惜再讲一次。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呢
这个空间呐、空间里面呢有水有风土。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用分析的方式把水有风土都呈现。我们用冷气除湿机一定可以把水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有没有？然后呢这个土假如说我们那个空气窗有阳光进来，我们就可以从那个一到阳光里面看到灰尘，灰尘集中就是土。然后风更容易你一手不动一手动就有了然后呢那个火就是热度了我们感到这个天气热感到身体热，身体不热就死掉了所以也热。有没有水有风土？是不是都在空间？水风土它就是色空间是空色跟空它是不是合在一起？它就是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只是没有去看到而已它都存在。说这个色空不二不是天马行空讲假的啦，都是实际我们可以证验出来的这个色空不二。然后呢这个长沙和尚跟那个僧人就回答呢就不一样了。他回答的跟我们这个实际来分析的他是比较着重在这个形象上面。他会讲说那个墙壁瓦砾是不是已经都是实在的形象，对不对？所以他就讲说呢，这个爱处会墙壁，通处悟虚空。爱广爱爱的地方所在不是墙壁啦，那通的地方所在不是虚空啦。若人如是解，假如说你能够了解到这个理心色本来同。再说一次通处悟虚空，爱处灰墙壁。若人如是解，心色本来同。你听有清楚不？过一解。爱广爱的爱爱处灰墙壁，不是墙壁通处悟虚空。那个悟就是灰的意思啦。因为做的人不同，不要用同样的字所以用那个悟来讲说通处悟虚空。若人假如人如是解，能够这样的了解心色，我们的心跟外面的形象色本来同。这个呢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分析是一样的，就是要了解说墙壁是众缘际会才呈现有那个建材经过我们人工，然后才呈现的那个墙壁。那水泥的寿命是100年，100年就风化，它又归空了。所以那个墙壁不是妨碍，它也是我们佛性里面的东西。所以爱处灰墙壁，通处悟虚空，不是虚空才通了，本来里面就有形象在若人如是解，你能够这样了解的话，心跟色本来同。我们的心跟形象本来就一起合在一起，本来都相同。可以写一写，这样听懂了没？
所以他又讲一句话说我们佛性堂堂显现，诸性有情难辨。若悟众生无我，我面何殊佛面？再一次佛性堂堂显现，我们的佛性堂堂显现，诸性住家的住性，我们佛性的性，诸性有情难见。那个住性就是我们众生住在形象那个有情就是众生住性有情难见，有情的众生没有办法看到堂堂显现的佛性。若悟假如说你能够领悟众生无我，众人所生的这个身体没有我面何殊佛面？就是我的面跟佛的面是相同，还能有意思不？过去看，佛性堂堂显现，诸性有情难见。若悟众生无我面何殊佛面？还听清楚不？下面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我们的佛性就是堂堂显现。只要我们都住心心里面不住在固定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堂堂显现的佛性。那么显现的佛性就是佛，所以我的面跟佛的面没有两样，是一样。会晓写袂？袂晓嘛无要紧你等于反复听，你就一字一字会当甲写出来。佛性堂堂显现，诸性有情难见。若悟众生无我，我面何殊佛面？会了吗？会过来那个有。因为这个坛沙和尚他很喜欢说这个让我们进入很殊胜的境界我们从他所讲的这一些句，我们就可以可以那个心已经到达最殊胜的那个最上圣的那个境界就是真理世界。所以底下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则名为见佛人。圆通华华无生昧，无昧无生是佛身。这个好像之前有讲过有没有？在那个说通心通的时候有讲过，有没有？可见各位都不复习我讲的人我就想讲我有讲过，你听的人无。若人见幻，假如说我们看到完成所有万象都是幻，虚幻不实在。若人见幻本来真，你看程度又不一样了幻是假的，可是我们已经见到幻的时候是见到真。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则名为见佛人。已经见到佛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不会被形象迷惑，确实见到佛身了。圆通华华无生昧，无昧无生是佛身，佛的身体。晓得吗？可是呢，开始我们开始修道的时候先要了解说万象都虚幻不实在，
先破相，才不会住啦。然后破掉所有万象以后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啊，万象是从哪里出来？从哪里出来？对啦，从佛性出来啊，所以万象都是佛性出来，是真还是假？是不是本来真？我们不是有讲吗？那个还没有修道的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对不对？然后努力修道以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修了一段时间，成就以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有没有？知道那个里面的含义吗？刚开始的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啊，那个是住相，所以我们才要到处去观光。努力修道以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因为都是假的，虚幻不实在，所以不是山不是水。然后我们修到后来成就了原来山水还是真心呈现的，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可是都不住相的，这样了解吗？不然光跟着别人练没用知道里面的意思里面的意思我们都要知道所以那个长沙和尚他就讲说，我们目前无一法，我们的眼睛前面一个法也没有，然后当处亦无人，嘛无人，然后呢，荡荡金刚皮，非妄亦非真。长沙和尚真的都告诉我们那个最殊胜的、最高的那个程度了。我们的目前无一法，当处亦无人，没有法也没有人，没有我相也没有法相，荡荡金刚体。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就是金刚体，非妄亦非真。这样懂不懂啊？太殊胜了，不想回答。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修持的法门它有很深的那个内涵，可以让我们去追求。那我们一进入以后，宽广无比，非常殊胜，跟凡尘整个都不一样。所以呢，就会努力的来修持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让它恢复光明，回到本位。安尼有一点印象很沉重的沉不沉重啊？不沉重，不承认这些讲的是一些在北部还没讲过嘞，有的都还没有讲过了，有的是有了，像那个修道之人不失真那个导师时常说了，那个会比较常用，后来有一些都没有讲过了，因为在这边看我们各位都很能够细细领受，所以就把它讲出来。大家互相勉励啦，或许也没有做到我们大家互相勉励进步才会快。降龙波解狐喜，那个误入银匣体上衣就表示说我们整个虚空大地都是我们的法身，是我们荡荡金刚体。就是我们本身本性都永远存在的那个金刚体，
那底下接着呢，那个降龙波啊，解伏喜，降龙伏虎啊，降龙伏虎哦，就是呢这个道家的那一些语言。这个降龙就是降服我们的心佛那伏虎啊，就是能够调节我们那个肾水我们呢要了解说，我们的心跟肾啊，它的构造，心就在上面，肾就在下面，然后心火往上延，肾水往下流，对不对？自然而然的那个心火是不是往上，水是不是往下？都是这样，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一修到了以后啊，要降龙伏虎降龙呢就是降服我们的心佛，降服我们那个嗔恨的心，降服我们那个情欲的心呐能够降服。是不是要用功夫啊？我们这个心很容易上炎，很容易生气啊。各位容不容易生气？为什么容易生气？事情不如己意嘛，对不？他就生气了。我们一生气啊，心火就往上炎，心会得了。我们也都会这样说啊，心会得很容易呢，我们心火就上来了。然后我们要降服呢，我们那个心火情欲也要降服。一降服了以后啊，把那个心火压到我们肾的底下，然后用那个心火。用火来烹饪肾水，那水遇到火会怎么样？就变气，对不对？你看那水拢无去它就变气所以我们那个心火一下降以后，那个肾水啊，它就会整个蒸发，蒸发以后啊，它会冲晒我们全身，冲晒全身啊。那么全身呢都是有这个肾水啊运转，你健不健康？很健康啦。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因为我们凡人啊心会多心水感心火一直让它自然发展咱真紧的老真紧的爱也奇怪对不对？迄就是心火直直多，心水直直流，所以就要真紧也乖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外面那个年纪稍微大一点他在上下车有没有看过？咱想讲咱唔好行创啥？其实他已经身不由主了，已经没有那个那个能力迄真好行一步他就安尼骗得真久所以我们就是了解，那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没有调节自己的那一种七情六欲都让它自然去发挥很快呢我们就不行了就要借的那个拐杖。所以我们了解说，在修持的时候我们要压制我们那个心火让它呢都能够一下沉到呢我们那个肾的底下让那个肾水都能够蒸发，然后呢任转全身呢就非常有活力精气神呢都充足。这样会不会？会不会实际做就有实际功夫你心火都一压下来了，你那个肾水自然呢就蒸发你不压心火下来，肾水往下流自然而然它一直往下流你心火往上延那人就很容易苍老
那我们能够修持，能够降龙伏虎，这样呢，当然不是说要一直追求身体很健康，还是会死掉了。只是说身体健康来修起来容易呀，对不对？很容易，就很容易做事情很轻快。然后我们周遭亲朋好友一看到我们，你修得那样好，好不好啊？好要表现在行为呢，对不对？这个容光焕发，然后这个欢喜满面，活力又充沛，旁边的人羡不羡慕？会羡慕，想不想学？想。你度他容不容易？就容易了。那咖喱安尼好啦，安尼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本身能够做得出来。你做得出来了以后啊，你不用去讲你没要给他多，他就想要得你啊。他就想跟你的。我们度人就容易，然后呢就可以引进他走路那个性的修持，修身然后养性，真正的最起码人格都很健全，很清高，做出来的事都是要利益别人，不会自私自利，这样好不好？很理想，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降龙伏虎，那么这边呢，他说降龙波那个波就是曾经那个六祖用那个波来降服那个毒龙，他把那个龙引诱到他的波里面，我们有讲过嘛，到那个波里面，然后呢就向他讲经说法，让他呢这个毒龙就变善龙了，就飞天而去了。那解无习这个习障，那个习障就是可以解开那个两只老虎的争斗，他用那个伏习可以调节那个老虎争斗，那个是比较在现象方面的。那我们着重是在内心的修持，就是要降服我们那个心佛那个情欲，很重要就是我们那个情欲要降服了以后我们才不会那个养分很快都消耗掉。两孤呢金环名利利，那个呢习障有那个两孤的金环，那表示那个真谛跟俗谛。真谛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一切现象呢那个呢是凡俗的一切假的，可是我们毕竟呢也在凡尘之中，所以不能逃避我们只要呢这个应对都是符合于真理，这个事来则应，都用真理来相应，那就可以。它呢这个两孤呢那个金环各有3个小环，两个加起来就6个呢代表那6度6度是菩萨来修持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6度波罗蜜，所以那个两孤金环名利利，就是一直想他呢就是会我们一动了，他一直在想，对不对？表示说以真理能够阐扬，然后所有的一些邪魔外道它就消失了，消遁了，不见了，所以要名利利，就是要让它很响亮就是要真理呢要能够传播很响亮。下面呢有一些小的那刮胡里面都有把那个意思稍微的这个标示出来。以下呢就不是标行那个稀释词，
就是个彪形，彪形呢就是哗众的取宠，就是只有做一个外表，虚实词啊，就是那个无稽之说，就是没有实际的情形，讲那个假话，虚实词。如来宝藏啊，清中基，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这个如来宝藏，我们每一位都是如来，我们要了解到，本身就是如来，一定要相信我们本身就是佛。各位相不相信自己本身就是佛啊？外面没有佛，佛就在我们身上。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个呢就是佛。所以一定要跟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修持。要靠我们真心佛性来这个当家。这样会不会啊？要跟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修持，那个才正确啦。不要向外去发展，向外那个外面没有道，道呢在我们自身，所谓那个如来宝藏清中基就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来这个行持，要来做，自己度化自己，然后呢又度化众生。这样会不会啊？家己想度家己嘞，会不会啊？所以我们可以骗别人骗不了自己啦。所以自己要诚实的面对，然后老实的念佛。那个佛就是我们自己本身不生不灭的佛性。我们要老老实实的把这个佛拿出来念，那会晓袂？会晓念袂？外面的名号借外面的那个佛的名号那个是降伏我们妄心妄心一旦降伏了以后就按照我们自己那个不生不灭真心佛性然后指挥我们身体的言行动作，这样呢就是跟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修就已经是正确的正确的修道方法。再有问题我们就问我们佛老师了，会不会啊？老师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们考吗？有没有？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有没有？所以自己很努力的跟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修持按照佛性这个指挥来做。那假如说还真的不会我们就请我老师来指导。老师会跟我们讲的啦，会借人借事给我们答案那么不求真呢不断妄为什么不求真？因为我们当下就是真啦。那我们在求真就变成记得各位有讲过那个张轴的悟道记各位先生还记得吗？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记得那背背看。光明急照遍河沙，还胜寒林共一家。一念不生前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一断除烦恼从真病，趋向真如亦是邪。随顺世隐无挂碍，生死涅盘等空华。有没有？他那个趋向真如亦是邪。就是我们要求真那求真的话也变成本来是真的啦，那还在求真，就变成头上又安一个头，这样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是已经我们修持了以后，
已经都进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就不用求真，已经当下就是，那也不用断妄，妄本来就空，这样懂意思吗？我们都不努力，所以很茫然。一定要自己努力。这个自己努力走入真呢，自己才会知道。走入真了没有？你看嘛，都无一个有信心啦，无一个讲我行入去啊，没有都还在假的是一些表面功夫啊。所以我们一定也要了解到，自己骗不了自己的，有没有走入真呢？自己知道。所以我们从那个张轴的悟道记我们就可以了解说，按照这样来做，就正确啊。他光明急照片而杀，不是那个时候就讲解得很清楚吗？有没有？还记不记得？不记得的话较骨体啦，后边遐有 CD， 有 MP3， 有 DVD， 可以反复的听看，绝对会熟的啦。只要我们都一念不生，全体现，整个佛性本体都呈现。只要一念不生，万年的放下一念不生。不求真不断的妄，因为这个妄本来就空，真本来就有，所以呢，我们已经呢一进入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也就不用求真，也不用断妄，了知呢二法空无相，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二法是真是妄是两个法，它呢空无相，都是空，没有形象然后呢无相无空无不空，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要了解，他把佛性的那个状态整个都描绘出来，不是在玩文字游戏这个整个佛性他把它讲出来，说我们的佛性它无相没有形象，可是也不是完全都空不是完空无相无空呢无不空，这样懂意思吗？佛性呢是真空妙有，空中不空空中有佛性在，所以叫真空妙有有没有形象，所以叫妙有真空妙有所以用呢无相无空无不空，这样呢把佛性整个描绘出来，安尼听有无？先问一个句佫听一个深拄好全咧甲你催眠同款欠一个点头点头差一个点头，所以殊胜的佛法，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根基缘分都够了才有办法坐在这边共同来研究呢最上升的佛法这个都很不容易听到，各位浅显容不容易听到？真的就是不容易听到我们呢就是要有一点心一投入呢我们那个真心能够投入真心呢，它就会跟我们相应，一相应了以后哇就会欢喜充满就可以脱离真正的那个所有的无常变化。即是呢如来真实相
前面的那个无相、无空、无不空啊，就是如来的真实相。我们呢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呢真实相。心净明啊，见无碍。只要我们都不染尘垢，那我们就可以心净啊，都很光明。各位心净光明了没？有没有心里面放很多的凡尘事？心里面假如说放很多凡尘事，那个就没有办法心净啊，光明，因为已经都是尘垢了。各位有没有心里面放很多尘事、凡尘的事啊？放在心里面。各位浅显，心里面都放什么？放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最理想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心净啊，一定要让它光明。所以那个神秀的那个深如菩提寺啊，明镜深如菩提寺，身如菩提寺，心如明镜台，时时呢勤拂拭，勿使惹尘埃。那个虽然说住相，可是我们假如说做的话可以除掉很多的尘垢了。因为那个时时在勤拂拭，就是去掉尘垢，把那个尘垢都去掉。虽然我们都不欣赏住相，可是能够做那样子的话，我们最起码烦恼都减少了。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凡尘事去掉，所以烦恼很多了。各位浅显，烦恼多不多？为什么烦恼？我们为什么在烦恼？是不是都凡尘那一些生灭的事在烦恼？所以我们为了这一些凡尘生灭的事在烦恼，聪不聪明？要不要去掉？要要努力把它去掉。都是凡尘生灭的事把它清除了，让这一些烦恼都消失，心清净，就回到呢不生不灭的本体回来了。所以我们就是要努力了。这个自己心里面有烦恼别人是没办法的，一定要自己去掉。那个都是生灭，是不是烦恼都是生灭？对不对？要不要牢牢记住啊？不要所以把它去掉。只要去掉以后心就清净，心一清净了以后笃定就可以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一进入本体以后培养一段时间，它就有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我们遇到凡尘事怎么应对般若妙智慧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应对。那应对以后都没有造业，所以会很轻松，是解脱了啦，自己解脱自己。希不希望自己都解脱了？对，都要解脱了，自己解脱自己，不要自己加框在自己身上，自己呢能够这个解脱，能够这个心见都很光明，就能够见无碍，能够见定，那个时候更了解了凡尘呢都是虚幻不实在，更透彻知道，更不住相，那更快乐了。所以那个时候见无碍，豁然迎彻周沙界。那个时候豁然，就是无量无边的广阔，那么的宽广，豁然，然后呢迎彻周沙界，那个迎就是玉的光明，就是我们佛性整个很光明，然后呢照彻整个周遍沙界，一粒沙一个世界啦。所有的3000大千世界都
被我们的佛性啊，光明照彻，这样理不理想？很理想哈、好像手又太高了。我讲啊遐快，我眼前都黑暗暗。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只要我们把所有尘垢啊，都去除，都了解它是无常变化，不要呢记在心上，那它就去掉。去掉以后啊，我们那个佛性的光明，它自然会发挥。所以那个光明急照啊，遍河沙，那个张左那个句语啊，没有骗我们的，它非常光明。那个急啊，就是佛性本体不变的之体。照是随缘之用，有不变之体，有随缘之用。它呢，整个啊，所有佛世界啊，都照遍光明。然后他底下就讲凡圣寒灵啊，共一家。凡人圣人的灵性啊，本来就是相同的啦，没有分别，是我们众生自己分别啦。所以才成众生。假如说没有分别了，就成佛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努力不要分别。各位先生，分别心浓不浓厚？很浓厚自己都可以感受到，分别心很浓厚。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因为我们肉对打，所以有强烈的分别心。那假如说大家都是一体，都是一家人，要不要分别？不要了把它去掉。慢慢的分别心淡薄，后来没有，融入一体了，它就成佛了。你知道要怎样行不？知道了吗？知道吗？没有分别心就成佛了，有分别心就是众生了。所以呢，让我们了解。说呢，那个豁然迎彻啊，周沙界，非常的广泛广阔豁然迎彻啊，从佛性发挥的那个光明呢，照彻啊，整个周遍整个3000大千世界，那个呢这个沙界啊，就是一粒沙一个世界了。因为非常多。佛世界非常多，所以用那个沙界来比喻。万象呢，松柔影现中啊，所以我们了解说万象，我们凡尘的万象非常的多这个景色啊，景象非常的多。那么这一些呢，都好像影子一样啊，显现在我们呢那个佛性之中。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万象啊，都是从我们呢那如来藏含藏在我们性分里面含藏的，然后呈现呈现呢在整个现象界啊，让我们能够呢看到。所以呢万象呢松柔影现中，像影子一样呈现。万象就像影子一样，假的啦，不真，真不真啊？我们都把万象当成真啦，所以我们那个行为啊，就有一点偏离真理，因为不知道呢它是假，把它当成真，所以我们要看久一点你把什么当成真你就一直观察它这个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1年10年，你看它有什么变化？所有万象都会变化，只要我们经过仔细的观察，它都一直在变化。既然是一直在变化，它当体啊就是空的，它没有自性，是空的。那我们一了解它是空的，就不会住相。我们是把它当成实在的才会住相。知道它是空的，那我们心就会抽离，
就会离开呢形象。那心一离开啊，心就很宽广、很自在。那我们住在相心不住在，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习惯我们那个习性啊，都是心住在形象，把形象当成真，所以就有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呢，我们就有取舍，取舍就造业，这样懂意思吗？所以业是我们自己造的，自己去受苦。那我们了解到真理以后，我们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喜欢讨厌，没有取舍，没有取舍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是不是解脱了？所以了解真理很重要。我们都是因为不研究不了解，所以才会自找麻烦，找了很多苦来吃啊。我们在现实生活有没有在吃苦啊？都蛮苦的苦不苦啊？所以才叫苦海嘛苦海无边啊。我们要怎么样？回头是岸。只要我们肯回头了，马上到清净的彼岸。所以那个回头就是回光返照就是把注意力收回来，不要去注意外面的万象，注意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个叫做回头。能够这样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已经到了啦。所以我们到那个寺庙有时候他都用4个字回头是岸，对不对？时常会看到了他或许以前的以为那个小时候迄个把迄个罗马咧坑迄罗马叫那个流氓不要当了啦要回头是岸，是不是这样？那个也是就是有那个含义在